云子饶昏昏沉沉躺在床上，只觉得浑身上下无处不疼，他无法分清自己身在何处，只记得临死前突如其来的爆炸，房门被一脚踹开。云子饶，在浣衣局待了3年，你还没学到教训是不是？君儿牵挂着你的安危，每天担心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盼星宿盼月亮才把你盼回来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？云子饶被粗鲁的力道扯下混沌的脑子里一片茫然。君儿，浣衣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给我起来，别装死！君儿好心好意来给你送点吃的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把他推进湖里。云子饶，现在是秋天，你想把他冻死是不是？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云家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儿？去你娘的！你再换我一下试试。屋子里的陈设布局是典雅的古色古香风格，只是看起来有点寒酸。云子饶收回视线，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的穿着，是一身朴素单薄的古装长裙。就在此时，一股不属于他的记忆缓缓涌入脑海。这具身体原主也叫云子饶，是云丞相家嫡女，从小备受宠爱，享受了14年荣华富贵。他的父亲贵为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的未婚夫是当朝太子莫景林，可3年前丞相突然找回一个女儿，说是相府真千金，云子俊成了云家亲生女儿。云子饶转眼从真嫡女变成养女，爹娘对他的爱转移到了云子俊身上，他们处处补偿他，冷落云子饶。兄长对他的庇护也给了云子俊，对云子饶从冷淡变成厌恶，因为云子俊会演戏，会示弱。子饶，你为什么处处跟俊儿争宠？他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，你就不能让让他？如果不是你跟俊儿被调包，这些年吃苦受罪的人应该是你，你为什么不能有点怜悯之心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云子饶被人冤枉，被人质疑，他受不了这么大的落差，跑去质问云子俊：我处处忍让你，不跟你争宠，你为什么一直害我？你不要总是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行不行？我受够你了。可这番质问因声音太大，直接导致云子俊惊吓过度晕了过去，因此激怒了莫景林。他觉得云子饶不可理喻，他下令把他罚入浣衣局，以此来惩罚他的不乖。云子饶在浣衣局承受整整3年折磨，3年期满，他从浣衣局出来，回到家里，母亲见他如此憔悴苍白，短暂的愧疚片刻，可云子俊还是不放过他。看到母亲对他那一点点心软，自己下水淋湿一身衣裳，云泽轩又是心疼又是惊怒。丫鬟在旁边打抱不平，添油加醋，说他是被大小姐推下河里。云子饶眉头皱起，这个剧情怎么这么熟悉，有点像他看过的一本书中的剧情，他穿成了书里的女主云子饶。云子饶，该死，你竟敢打我！浣衣局3年惩罚，看来还没让你学乖，你就变得如此粗鲁，如此不可理喻。比起你，我还是差远了。这个蠢货云泽轩不是云子饶的亲兄长，而是云家庶长子。云泽轩身为云家长子，你真是蠢得让人觉得可怜，被一只跳梁小丑骗得团团转。你这些年读的书吃的饭都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云子饶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造反吗？造反又如何？放肆！我作为兄长，真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云子饶抬手攫住他的手腕，一巴掌扇到他脸上。云泽轩不敢置信地捂着脸：你敢打我？你们云家对云子饶做的一切，百死难赎其罪。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云家养你17年，14年，你是不是想说我在云家享受了14年荣华富贵，就该对云家感恩戴德，涌泉相报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云子饶已经死了，死在浣衣局1000多个日子的折磨之中，死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之中，死在那个吃人的地方，14年的养育之恩，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？他显然没想到云子饶会变得如此难缠。还有，云家养我14年，供我吃，供我住的是云丞相和他的夫人，不是你。你一个姨娘肚子里出来的低贱庶子，有什么资格在我这里叫嚣？我是你的大哥，长兄如父。长兄如父是建立在父亲已经死了的前提之下。哼，你在诅咒自己的父亲？云泽轩脸色一变，正要说话，姐姐，我来的是不是时候？俊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不是姐姐推我，你不要责怪姐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不必替他辩解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就算俊儿如此为你着想，你也永远不知感恩。云子饶面无表情地看着进来的这个罪魁祸首。云子俊，你说是我推你下河，我想问问你下的是哪条河？姐姐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说的，我问你，你跌入的是哪条河？云子饶，你要干什么？子俊心善，但心善不是你欺负他的理由。哼，真是冥顽不灵。转过头，抬手给了云泽轩2个耳光。滚吧你！他
抬脚狠狠一踹，直接把云泽轩这个大男人踹得跪趴在地上，对着他的胸腹又狠狠踹了2脚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我把你推下河了是吗？我没有，来人，快来人啊！你要喊谁？你素来不相信任何人，连身边的丫鬟都不相信，所以每次来找我想栽赃陷害我的时候，都是自己一个人来，是担心丫鬟被人收买之后会反口吗？你要是敢打我，父亲不会放过你的，姐姐，父亲不会放过你的，是吗？只是不知今日爹娘会相信你，还是会相信我？猛地抓着云子君的后颈，一路把他往湖边拖去。你干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喊吧，使劲喊，等你喊破喉咙，看有没有人来救你。一脚把他踹倒在地，然后把他整个人按进水里。你不是喜欢下河吗？我让你下个够！云子俊恐惧之下剧烈的挣扎，可惜他遇到的是穿书之后的恶女云子饶，直到胸腔几乎爆裂之际，云子饶才终于一把将他捞了出来。云子俊张大嘴，用力汲取着新鲜空气。云泽轩捂着胸口，踉跄着从屋里出来。见到这一幕，云子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疯了是不是？云子俊呛得心口剧痛，救命！救命！放开他！云子饶抬脚把云子俊踹进湖里，扑通一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君儿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云子饶站在湖畔，冷眼看着这对兄妹相亲相爱，忽然转身往外跑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妹妹落水了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云子饶一路跌跌撞撞跑到云夫人所在的静安院。母亲，妹妹被大哥推落湖里了。母亲，云夫人听到动静，匆匆从静安院走出来。饶儿，你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大哥他把妹妹推进河里，然后他下去救人。母亲，天这么冷，妹妹会不会冻坏了？您快去看看吧。你大哥不是最疼俊儿吗？他为什么会把俊儿推下河？我不知道，母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周嬷嬷，你赶紧带人去看一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声张。是。云夫人拉着云子饶进屋，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。子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母亲，我疼。抓过云子饶的手，先是看到了他粗糙皲裂的手。云夫人撩开子饶的手腕，看到他白皙手臂上纵横交织的伤痕，整个人怔住。饶儿，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饶儿，这些伤都是怎么回事？你这3年在浣衣局都是遭这种罪吗？太子明明说只是小惩大戒，他会暗中保护你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母亲，我没事的，是我任性，受什么罚都是应该的。我不怪您和父亲，也不怪妹妹，就算他叮嘱浣衣局的嬷嬷让他们好好的惩罚我，也是我应该受的。我以后不会跟妹妹争宠，家里的一切我都不会跟她争，我会很乖的，母亲，我会很乖的。饶儿，我的饶儿，你不要这么害怕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以后还是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疼爱，你不要说这些好不好？母亲，我的事情不重要，当务之急是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大哥对妹妹有非分之想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子饶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非分之想？是我胡说八道，我该死，我看错了，听错了。大哥没有对妹妹说那些话，他也没有故意把妹妹推下河，不是故意制造救妹妹的机会，我说错了。云子饶说着，忽然眼前发黑，整个人毫无预警的晕了过去。饶儿，快来人呐！去请大夫，请大夫过来。外面2个侍女闻声匆匆进来，把饶儿放到我的床上去请个医术好一点的大夫来。丫鬟匆匆离去。云夫人走到床边，不要打我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云夫人捂着嘴，心脏被人揪住似的疼。她这3年在浣衣局到底遭了多大的罪啊？大哥，别打我，我没有伤害妹妹，不是我，母亲，不要丢下我不跟妹妹争宠，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云夫人紧紧握着她的手，哭得无法自抑。饶儿，我的饶儿，从今以后没人欺负你，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夫人，大公子把二小姐从水里救了起来，但是他看起来很愤怒，不断的咒骂着大小姐，说大小姐恶毒，把兄长和妹妹都推下河，还说大小姐在浣衣局3年还没学
乖，应该把他再送进去，好好受一番惩罚。他放屁！周嬷嬷，你来看看饶儿这些年遭的罪。太子明明承诺过，只是给饶儿一点小小的教训。你看看，这是小小的教训吗？饶儿身上到处都是伤，他这3年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，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，他能把云泽轩那么高大强壮的男子推下河，他是在骗鬼吗？二小姐也是说大小姐把他踹下去的，大小姐还把他按在水里，试图淹死他。有人看到吗？大小姐昨晚刚从浣衣局回来，吃完饭就睡着了。以前伺候过她的丫鬟被调去了厨房，身边暂时还没有服侍的人。二小姐去找大小姐的时候，身边没有带丫鬟，大小姐的院子又有点偏僻，所以周嬷嬷，子俊贴身丫鬟就有4个，她去找子饶，为何一个丫鬟都不带？可能二小姐只是想找大小姐说说话，不想让丫鬟听到，所以就没带丫鬟。这个理由你不觉得牵强吗？你看泽轩和子俊双双落水，两人异口同声是子饶所为，但是没有人证。如果我相信他们的话，连给子饶证明清白的人都没有。可是二小姐就算带丫鬟过去，她的丫鬟也不会帮着大小姐啊。谁敢保证丫鬟就一定没有异心？或者有的丫鬟良心未泯，可能会拆穿主子的谎言呢？大小姐其实也挺可怜的，夫人疼了她这么多年，如今虽说是假的，可14年的感情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？不管当年发生过什么，子饶都是无辜的。子饶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虽然被宠得骄纵了一些，但生性善良，连小猫小狗都舍不得伤害，对府里的下人一直很好。他被送去浣衣局那年，府里很多嬷嬷丫鬟过来求情，让我去求太子，可是太子铁了心要为子俊出气。周嬷嬷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奴当然记得。袁夫人静静望着云子饶，没再说话。夫人，二小姐一直在哭，大公子请夫人过去一趟。这边你照看一下，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子饶休息。若大夫稍后过来，让大夫给他好好诊脉看看，任何病根都要记清楚。是。云夫人转身出门，带着2个丫鬟往云子俊所在的听雨楼而去。俊儿，别哭了，云子饶如此恶毒，大哥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云夫人脚步微顿，恶毒？他跟子饶多年兄妹，对子饶性情不了解，还是14年没有一点兄妹感情。大哥冷，我冷，我好冷啊！我已经让丫鬟去准备热水，稍后泡个热水澡就不冷了。别哭，等父亲知道云子饶的所作所为，一定会狠狠惩罚他的。若是把他再送回浣衣局，才能改好他的恶毒心肠。到时候我会建议太子殿下把他再送回去，让宫里的嬷嬷整治他。让宫里的嬷嬷整治谁？母亲，女儿差点就没了，湖水好冷，母亲，女儿好冷啊！别怕，没事了。你们不是贴身跟着二小姐吗？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二小姐落水？真是一屋子的废物！明天就把你们全部都发卖出去。几个丫鬟脸色一变，瞬间齐齐跪下。夫人饶命！母亲，不怪他们，他们是你的贴身丫鬟，你落水不怪他们怪谁？真是一群饭桶！母亲，都是云子饶干的。他在浣衣局受罚3年，心里一直有怨恨，所以才迁怒俊儿，恶毒到把俊儿踹下湖。他还把俊儿的头按在水里，试图淹死他。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云子饶打的，他连兄长都敢打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毫无谦恭柔顺美德。先洗个热水澡，好好休息一下，稍后让大夫过来给你看看，当心别受了风寒。母亲，云子饶心肠毒了，一定要好好惩罚他。太子把他罚入浣衣局3年，原以为能磨一磨他的脾气，没想到反而变本加厉。泽轩，饶儿没有那么恶毒。母亲，云子俊神色僵住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俊儿，你觉得子饶是个恶毒的姐姐吗？当然不是，姐姐心地善良。俊儿，你现在还在替他说好话，他都把你踹下湖了。若不是我在场，你一个人落水了，该怎么自救？他是故意要把你淹死吗？云子饶就是个歹毒心肠、蛇蝎女子，你不必替她辩解，她根本不会留你的情。她是我的姐姐，是云家嫡女，从小备受宠爱，是我回来之后讲了她的身份，我本就有错，怎么还能跟姐姐争宠？她就算对我不满，也是应该的，我不会怪她。俊儿，子饶到底有没有推你下河？母亲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，若真是子饶的错，我一定好好罚他。好好休息，别再胡思乱想。云夫人起身走了出去，她转头看向云泽轩。泽轩，俊儿这里有丫鬟照顾，稍后大夫也会过来，你先回去读书，别把功课落下了。是。
母亲。袁夫人转身离开。大哥，母亲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母亲今天有点反常？你也觉得反常？母亲好像不太高兴。是不是云子饶是跟母亲说了什么？一定是他恶人先告状。你先去休息，我去跟母亲解释清楚，绝不能让母亲冤枉了我们。云子俊轻轻点头，云泽轩吩咐侍女好好照顾二小姐，然后就转身走了出去。抵达静安院，远远看到周嬷嬷送一个大夫从屋子里走出来。大少爷，母亲请了大夫。大小姐受刺激晕了过去，夫人请大夫来给大小姐号脉。夫人吩咐老奴带大夫去看看二小姐。她根本就是装的。匆匆抬脚往屋子里走去。母亲，云子饶根本没受刺激，她晕过去是装的。刚才在她的院子里，她明明生龙活虎，不但把妹妹踹进湖里，连我都不是她的对手。云夫人听到云泽轩的声音，面色愠怒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妹妹现在就躺在床上，她身上伤痕累累，已经被搓磨得不成样子。你这个兄长不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，还口口声声骂她恶毒。泽轩，你对自己的妹妹就如此仇视吗？可是母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子饶子饶在浣衣局3年，几乎把所有的苦楚都受了一遍。方才大夫来把脉，说她身体孱弱，营养不足，身上遍布的伤痕都是看得见的外伤，看不见的内伤更严重。如今的子饶，别说踹人下湖和扇人巴掌，他连走路说话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。泽轩，你说的那个恶毒心肠的人，真的是我的女儿子饶吗？母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云子饶她真的是装的。够了，你回自己的屋子里去。这几天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再踏进听月楼一步。云泽轩脸色骤变，还待说些什么，云夫人已经不耐烦听下去，转身背对着他。他攥了攥手，转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云子饶，朝母亲行了礼，告退离开。云夫人走到床沿坐下，想到大夫说的话，大小姐这个身体状况，若是不好好调养，只怕最多还能撑上3-5个月。就算精心调养，能活到什么时候，老夫也不敢保证啊。大小姐常年郁结于心，若不尽早解开她的心结，就算顿顿山珍海味，珍贵的补药当饭吃，也是无用。饶儿，我的饶儿，娘再也不让你受苦了。就算你不是为娘的亲生女儿，我们这么多年母女情，岂能说断就断？夫人，大夫给二小姐号过脉了，说二小姐落水受了凉，叮嘱下人熬一碗姜汤喝下，再注意保暖，好好睡一觉，出出汗就行。大夫有没有说别的？大夫出门之后，老奴悄悄问了大夫，二小姐身体状况如何？以前受苦遭罪，会不会落下病根？大夫说二小姐身体很强健，不像是遭过罪的身体。有没有可能是这3年调养把她的身体调好了？大夫说，常年遭罪的身体跟养尊处优的身体是不一样的，就算用心调养，也会留下一些痕迹。但二小姐身体健康得很，从小到大应该没吃过什么苦。怎么可能？大夫是这么说的。大夫还说他没必要蒙骗我，说二小姐身体好就是好，大夫不能撒谎，不会说昧良心的话。这么说来，倒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太过小心翼翼，错把君儿当成易碎的珍宝。周嬷嬷垂眸不语。君儿这3年所用之物都是太医所开，说是温补的方子，那些药材极为名贵，价值不菲。既然她的身体根本不需要，就把这些方子先断了吧。大夫方才留下来的是给子饶的调养方子，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。有些温补的药材以后调过来给子饶用，务必把子饶的身体调理好。丞相大人若是知道，给子俊的滋补方子都是从我的嫁妆里掏的，我要给谁用，他没资格过问。何况药材是给有需要的人的，不该随意浪费。是。另外，子饶这些天先住在我这里吧，他的院子太偏僻，靠湖太近，湿气重，对他的身体不好。夫人打算让大小姐日后住哪座院子？听雨楼既然给了子俊，也不好再要回来，就让子饶住在上雪居吧。你去跟管家说一下，从账房支出银子修缮上雪居，里里外外都全部重新布置。听雨楼里有的，上雪居里也必须有。是。云子饶闭眼躺在床上，并没有真的晕厥过去。袁夫人和周嬷嬷的对话，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他这个从异世来的一缕幽魂，天生的恶女圣体，就是要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报复他们。悠悠睁开眼，少儿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哪里疼或者哪里不舒服？母亲，
我这是在哪儿？在我的屋里，我让周嬷嬷给你炖了参汤，你等会儿少喝一点，补补身子。不用，母亲，不用的，参汤留着给妹妹喝，我不需要。傻孩子，你身体太弱，需要进补。真的不用，母亲，我一日3餐，一日2餐有米饭，有蔬菜就很好了，我不贪心。母亲，我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不配享受云家的这一切。14年是我夺走了妹妹的荣华富贵，我应该还给她，我应该还给她的。饶儿，我的饶儿，母亲多希望你还像以前那样明媚开朗，就算刁蛮任性一些也没什么。我们宠着你，就是想让你开心如意，想让你幸福快乐呀。饶儿，是母亲错了，母亲不该答应让你去浣衣局，不该冷落你，不该由着他们欺负你。饶儿，是母亲对不起你。他好想问问云夫人，你知道云子饶在浣衣局的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他每一个日夜都在期盼着你能接他出来吗？饶儿，以后就好好住在母亲这里，让母亲好好照顾你，好吗？妹妹会不高兴的，她身体不好，女儿不敢刺激她。子俊那边你不用担心。饶儿，母亲有话想问你。你昏迷之前跟我说泽轩对子俊有非分之想，母亲想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母亲，我不敢说。我会护着你的，不管今天你说了什么，我可以保证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。饶儿，云子饶闭上眼。母亲，大哥他说他喜欢妹妹，可是他们是亲兄妹啊，我怎么能听到这种事情？我吓呆了，只听妹妹说什么不行，然后大哥他就把妹妹推下河，还压低声音嘶吼，说他们反正不是亲兄妹。我看见妹妹被推下河，大哥赶紧下去救她，我害怕，母亲，我怕极了，就赶紧出来呼救。云夫人大受震撼，不是亲兄妹，云泽轩和云子俊不是亲兄妹。母亲，您可以当做不知道这件事吗？大哥若知道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。谢谢母亲。这膏药对外伤有很好的效用，母亲在你手上涂一下，晚间你洗个澡，自己涂抹全身所有有伤的地方，好吗？这膏药是不是很贵？不贵，你是丞相府大小姐，多贵都用得起。夫人，大小姐的药熬好了，端过来吧。是，大小姐醒了。周嬷嬷，好久不见，我都想你了。我也想大小姐呀。大小姐身子虚弱，把这碗补药先喝了，虽然有点苦，但对身体好。多谢周嬷嬷。老奴不敢。周嬷嬷，你先出去，我跟饶儿单独聊一聊。是。饶儿太瘦了，以后要好好吃饭，好好补身体，把身体养得圆润一点。云子饶垂下头，又不说话了。慢点喝，当心烫。母亲，我自己来吧。妹妹落了水，母亲还是去看看妹妹吧。她见不到母亲，心里一定会不安，会委屈的。我刚才去过了，你不用替她操心。云子饶抿了抿唇，饶儿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先管好自己的身体，其他的暂时不用操心。回到家就把浣衣局的日子忘了，以后好好做云家大小姐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别再多想。女儿也想忘，可是一闭上眼就看到嬷嬷的藤条。对不起，母亲，我不是故意提起的。若实在忘不掉，也不用勉强。以后母亲守在你身边，没有任何人敢伤害你。听雨楼里，云子俊听到丫鬟禀报，惊愕半晌。云子饶住在母亲的屋子里，母亲还亲自为他喝药。是，奴婢出去打听过了，虽然静安院下人守口如瓶，但周嬷嬷把药送进去之后就独自出来了。屋子里除了夫人和大小姐，没有其他人。奴婢远远看了一会儿，担心被人发现，就赶紧回来了。云子饶把我推下河，大哥应该告诉母亲了。母亲为何没有把云子饶家法处置，而是让他住在静安院，还给他请了大夫？母亲是不是对云子饶心软了？我不能让云子饶有翻身的机会。云家千金只有我一人，云子饶应该去死的，他凭什么还能留在云家？母亲应该把他送走的，不是吗？云子俊掀开被子起身，命人更衣。二小姐，大夫说您需要卧床休息，暂时还不能起身。少露，姐姐不是故意伤害我，我不能让母亲误会姐姐。我现在要去母亲面前说清楚。可是小姐，您的身体也很重要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云子俊穿好衣服，匆匆往外走去，抵达静安院。
云子俊提着裙摆跨进门槛。母亲，母亲！听到外面传来云子俊的声音，他刚刚落水，不在床上躺着，擅自跑到静安院做什么？母亲，我还是回去住吧。你那个院子太简陋，不适合养病，在这里安心住下，等身体好了再说。云子饶没说话，看着他转身往外走去。云子俊，你擅长扮柔弱装可怜，我也擅长。如今第一步拼的是演技，看谁的演技和示弱手段更高一筹。母亲，母亲，不怪姐姐，姐姐不是故意踹我下河。母亲，您不要责怪姐姐好不好？是我自己。我没有怪他，你刚刚落了水，应该好好在床上躺着，怎么能下床走动呢？万一吹了风，染了风寒怎么办？母亲说不怪姐姐，你姐姐也怪可怜的，她身上那些伤，我看了真是心疼。母亲不怪姐姐就好。大哥很生气，说一定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母亲，我拦不住他，还担心母亲生姐姐的气呢。事实真相，大哥没跟您说吗？他说了，但是说的有点可笑。他说饶儿把他踹下湖，这不荒唐吗？他堂堂一个大男人，饶儿怎么可能把他踹下湖？可是母亲，大哥没有撒谎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大哥没有说谎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姐姐不是故意的。子君，子饶到底有没有把你大哥和你踹下湖？你告诉我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我不怪姐姐，请母亲也不要责怪她好吗？所以你的意思，你姐姐真的把你踹下湖了吗？云夫人眼底划过一抹失望之色。俊儿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听说大夫让下人给你熬一碗姜汤，你稍后记得喝了。那姐姐，你姐姐就先住在我这里，等上雪居修缮好了，她再搬过去居住。上雪居？是啊，上雪居离我这里近一些，照看起来方便。你姐姐伤得太重了，大夫说她身体孱弱，需要好好调理，否则，俊儿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待你姐姐，知道吗？云子俊抿着唇，眼底划过一丝阴霾。我会的，请母亲放心。母亲，我想进屋去看看姐姐。去吧。受了点伤就让母亲心疼，云子饶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不过你别以为母亲心疼你，你在云家的日子就能好过起来。我只需略施小计，就能让你在云家再无立足之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姐姐怎么突然病了？方才你在湖边踹大哥下湖的时候，明明还生龙活虎。什么？踹大哥？姐姐不记得了。妹妹说的话我听不懂，不是大哥把你推下去，然后跳下去救你上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只是敢做不敢认，还倒打一耙。大哥什么时候把我推下去了？妹妹是不是不想大哥受罚，所以才把罪名推到我的身上？但是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踹得动大哥呀？明明就是你。俊儿，饶儿太虚弱，你别再刺激他。云子俊嘴角抿紧，冷冷盯着云子饶，终于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他在模仿自己的招数，真是可笑。姐姐身子不好，我不该说那些刺激姐姐。姐姐好好休息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跟妹妹抢母亲的宠爱。若妹妹不喜欢我立刻搬回自己的院子。不是，若妹妹不喜欢我留在家里，我可以回到亲生父母那里去。母亲，我离开云家这3年里，我的亲生爹娘有来找过我吗？他们过得好不好？我可以回去看看他们吗？袁夫人眸心微暗，这3年来抚养云子俊长大的那对夫妻根本没来找过子饶。俊儿，3年前你刚被送回来的时候，提到你的养父母，你就恐惧害怕，我不敢多问。但是3年过去了，你现在是不是能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养父母，也就是饶儿的亲生父母是谁？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？为何一直没有来接饶儿回去？云子俊被接回来是丞相做的主，并且丞相说子俊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当年稳婆接生之后生了歹意，想把亲生女儿留在云家做千金大小姐，所以才偷偷把子俊抱走。母亲怎么又问起这个？你是云家的亲生女儿，时隔14年得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俊儿，这是你的幸运。可子饶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爹娘，那样的爹娘不认也罢。不管子饶想不想去认祖归宗，他都有权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。我也想要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稳婆这样的行为是错的，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跟亲生女儿分别14年，都是因为她的一念之差，我不该找她问个清楚吗？可我不想让姐姐承受那些，该承受的就要承受，躲也躲不过。我在浣衣局3年都熬过来了，自己的亲生爹娘难道比浣衣局的那些嬷嬷还可怕吗？云子俊眼神微冷，不自觉地掐紧掌心。又在使用苦肉计吗？是我亲生母亲造成的罪孽，我理应承担一部分责任。可我到底不是始作俑者，所以母亲不忍心把一切迁都到我
身上，想找始作俑者问个清楚也是应该的。该死的贱人，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倒是把他送到青楼去接客算了，看他还敢不敢问那么多。妹妹，还是告诉母亲他们在哪里吧，母亲心里有恨，是该找这个罪魁祸首问清楚的。妹妹已经回云家3年，应该能从阴影中走出来了。我想知道他们是谁，是什么样的人，年纪大了之后有没有人伺候在身边，当年为何抱走你却不善待你，还是这其中有什么隐情？妹妹，不仅我这么想，母亲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，我想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有个了解。云夫人一旁听云子饶一口一个亲生母亲，心里着实不是滋味。母亲她曾经有个儿子，但是后来生病没了，只剩下我一个女儿。当年抱走我是想让她的亲生女儿留在云家享福，想长大之后让她的女儿贴补她的儿子，但是因为她的儿子早夭，她受了刺激，就把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，说我是丧门星，说我不祥，克死她的儿子。他们现在人在何处？我想去见见他们，问问他们当初为何要这么做，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，有没有明显的胎记或者证据可以证明我确实是他们的女儿。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我不是说你骗我，妹妹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过于离奇，我只是忽然想起几年前我跟母亲一起去外祖父家，外祖母的舅舅看见我说我跟母亲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为何我突然就不是母亲的女儿了呢？该死的贱人，竟如此狡诈！而说这番话是故意想引起母亲的怀疑吗？姐姐是怀疑我的身份吗？我没想到姐姐到现在还怀疑我的身份，这个家如果容不下我早就是了。云子饶颤颤伸手将她的手握住。妹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是双生女儿？这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跟你……云子饶被他突然抽手的动作带到，云子俊脸色一变，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招。饶儿，你姐姐只是猜测这种可能性，你突然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母亲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这几天不必过来请安了。云子俊心头一沉，怨恨的眼神落在云子饶脸上，朝母亲行了礼，黯然转身往外走去。贱人，到底吃错了什么药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做戏？该死的云子饶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我现在就是个病秧子，母亲日理万机，长府中钟馗，还是让我回去住吧，住在这里会打扰母亲，女儿又会心有不安。饶儿，别这么说，我是你的母亲，照顾你理所应当，怎么能说是打扰呢？云子饶低着头沉默不语。此时他对云子俊的来历已经生出一些怀疑。事情真相我已经调查清楚，子俊确实是我们的女儿，那对夫妻日子过得不是很好，我已经给了他们惩罚，你就不必再多问了，免得勾起子俊不愉快的回忆。云夫人平复好情绪，起身喊周嬷嬷进来。夫人，您叫我。周嬷嬷，你安排2个可靠的人照看听雨楼那边。二小姐落了水，最近身子不适，不要让她到处走动了。是。相爷每天天不亮就上朝，还要辅助皇上处理朝中各种繁杂之事，家里的事能不烦他就尽量不要去烦他，让泽轩也注意着点，别动不动就去打扰他父亲。这是连大少爷也要一并盯着了。是，老奴记下了。另外，太子是外男，以后若是再来府里见子俊，你务必提前通知我，不允许他们私底下见面。以前是因为丞相想让太子和子俊熟悉一些，所以来往不避讳。如果是大少爷带着相见呢？内宅女子不该随意抛头露面，养好身体之前别让二小姐出门。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若是过了风寒给他，云家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老奴明白。太子和子饶原本是有婚约的，但子俊回来之后，丞相对子俊补偿之心强烈，想把这桩婚事让给子俊。太子就提出让子俊做太子妃，等日后登基必定给子饶留一个贵妃位子。他柔声叮嘱子饶好好休息，然后就转身走了出去。云子饶独自靠在床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漠嘲弄的弧度。至于那个渣男主莫景林，他想登基为帝，享齐人之福，做梦，所以还是找个靠谱的男人做靠山，最好能去父留子的。云子饶从原主的记忆中搜索合适的人选，战王莫苍兰，这可是个大反派。云子饶谋心微亮，反派好啊，这样的男人唯一的缺点是不太好靠近。云小姐，一个侍女匆匆进来。不好了，怎么了？战王爷来提亲了，太子殿下命我赶紧来通知您，请您一定不要答应。云子饶一默，这是刚瞌睡就有人递枕头，还是老天爷听到了他心里的呼唤？这个剧情还真是……你说什么？
云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大小姐，对不起，奴婢该死，他是太子殿下的人，奴婢不敢阻拦。奴婢扶着姑娘。还是我们来吧，大小姐，夫人让您好好休息，说您不想去，可以不去的。情况紧急，需要云姑娘出面呢。赵王爷亲自来提亲，相爷和夫人都不好拒绝，所以太子殿下才让大小姐出面。云子饶眼底划过一抹冷笑，莫景林无非是看她身体不好，又是云家养女，所以才找出这个借口让她出去应对。我亲自去跟赵王爷说。奉命而来的侍女见她如此配合，不由露出得逞的笑意。云子饶如今身子骨孱弱，走2步喘3喘，这点时间他正好可以用来回想书中对这位战王的描述。莫苍兰，当今昭武帝排行第9的弟，封号战王，年25，少年成名，齐国战神。云子饶一边想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前厅。父亲安好，母亲安好。莫景林沉着脸，不发一语。子饶，云丞相淡淡开口，战王爷今日来提亲，说是想要娶你做王妃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我女儿跟太子不是尚有婚约在身，太子跟我解除婚约了吗？饶儿，你不是云家亲生女儿，所以你爹做主，把你的婚约让给了子俊，太子殿下也同意了。夫人，现在说这个干什么？莫景林表情也有些难看。虽然太子妃之位给了子俊，但姑对饶儿的感情不变，以后一定加倍补偿。所以女儿现在没有婚约在身，请父亲如实告知我即可，女儿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。你跟太子的婚约确实已经结束，但既然如此，女儿是否可以答应嫁给战王爷？战王爷，你是真心想娶臣女吗？莫景林面色微变。子饶，云子饶没理会他，只是一瞬不瞬地看着莫苍兰。子饶，太子殿下虽与你解除婚约，但他承诺会给你一个名分，既然来提亲，自然是想娶你。如果有人给战王爷施压呢？云子饶，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偌大的齐国，暂时还没有人能给本王施压。莫景林脸色阴沉下来。既然如此，臣女愿意嫁给战王爷，多谢王爷厚爱。云子饶，你在说什么？还望母亲成全，女儿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如今身体又这般孱弱，着实不想留在府里累及母亲操心，还望母亲理解饶儿的想法，成全饶儿的决定。子饶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姑了吗？以前是臣女不自量力，臣女配不上太子，也不敢肖想太子。姑愿意给你一个名分。给我一个名分，是给我去浣衣局受折磨的名分吗？放肆！太子殿下的喜欢我不敢受，臣女的这双手在浣衣局洗了3年衣服，早已经不是当年养尊处优的手，配不上殿下的厚爱。臣女在浣衣局挨了3年的打，每天每夜都在想，如果这是我喜欢太子需要付出的代价，那么从此以后我只盼着能离太子越远越好。莫景林死死抿唇，云子饶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到底哪儿来这般底气和胆量，敢如此同他说话？倒是有趣了。这副纤细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狐狸似的心机。云子饶，莫苍兰起身走过去，拉着他的手臂。你是本王未过门的妻子，可不能随意将手腕掀开给别的男人看，本王不许。臣女不敢欺瞒王爷，臣女身上到处都是丑陋的伤痕，王爷不会嫌弃吗？本王常年待在战场，连脑浆迸射出来的场面都见过，你这区区一身小伤算什么？本王以后精心呵护，一定将你养得白白嫩嫩的。莫景林盯着云子饶，眼神犹如利剑。子饶，皇叔常年待在战场，怕是不懂怜香惜玉。怜香惜玉，本王确实不太懂。不过本王是个大将军，最讲究言出必行，而不是出尔反尔。本王可以给饶儿尊贵的正妻王妃身份，让她做太子的皇婶。本王可以让饶儿不再受到任何人欺负，养尊处优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更不用去浣衣局洗衣服。就算饶儿做错了什么事，本王也只会教她该怎么改正，绝不会用惩罚的方式教训她。若本王带兵前往边关，提前安排好足够的人手保护饶儿，绝不让她在皇城被任何人看低了去。战王府中馈由云子饶执掌，他想亲自管就亲自管，他不想亲自管就安排可靠的人管。王府的银子随他取用。本王来日若得他国求和上贡，所得珠宝首饰、绫罗绸缎，一定挑最好的给饶儿，其他人先靠边站，因为他是本王的
的妻子，本王一定把她护若珍宝。真霸气啊！云子饶低眉盯着他的手，多谢王爷厚爱，臣女身份卑微，挡不住王爷如此看重，只求嫁过去之后有口热饭吃，不用每天吃馊饭剩饭，不用天不亮就起来干活，晚上不用睡潮湿的床，不必冬天用冷水洗衣服，不用每天挨嬷嬷的打，臣女就知足了。饶儿受苦了，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失败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莫苍兰盯着云子饶苍白的脸，眼神微深。饶儿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本王又不是没有人性的畜生，会让一个娇弱的女子承受如此折磨。云子饶，你是在指责过没有人性的畜生？他是在骂谁？当年明明是你太任性太骄纵，才让你进浣衣局，想要磨一磨你的脾气，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谁？还不是让你闭嘴！从现在开始，云子饶是本王的未婚妻，是你的皇婶。莫景林，你再对她吼一句试试。莫景林脸色僵住。皇叔，你如此抢夺自己侄儿的未婚妻，你们已经解除婚约，莫景林，你再敢胡乱攀扯，本王就要以不敬皇婶之罪处置了。我是储君，是齐国太子，我苍兰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太子放在眼底？冒犯皇婶儿，简直就是笑话。兵权在手，就如此藐视皇权。既然是子饶心甘情愿，我们做父母的自然尊重。婚姻大事应当遵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从未听说可以由儿女自己做主的。方才闯进母亲院子里的侍女说是奉太子之命请我出来，我以为太子是要尊重臣女的决定。子饶跟子俊是姐妹，若子饶嫁给战王，以后跟子俊岂不是乱了辈分？她们姐妹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，本王不介意。若丞相在意这个，本王麾下还有不少优秀将领尚未成婚，许云子俊一个正妻之位不算难事。这倒不用，多谢王爷厚爱。丞相，既然本王和王妃都没意见，这桩婚事就此定下。本王会很快找人算好良辰吉日，若有人蓄意破坏本王和王妃的婚事，本王绝不会放过他。小饶儿，别怕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派个人告诉本王，本王连夜踏破他的府邸，摘下他的脑袋。我不值得。值不值得我说了算，你安心待嫁即可。云子饶咬着唇，轻轻点头。本王择好日子会尽快下聘，告辞。留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往外走去。云子饶，没想到你有这么深的心机，吾真是对刮目相看呢。太子殿下，战王来提亲，子饶没有婚约在身，答应战王提亲合乎情理，并未有行为不周之处，还望太子殿下尊重子饶的选择。吾跟子饶多年感情，夫人不是不知啊。如今因为战王手握兵权，夫人就觉得他才是良婿。太子殿下，子俊是臣父的亲生女儿，依着规矩，他的婚事才应该由臣父和相爷全权做主。子饶虽然在云家养了14年，但自从知道她并非臣父亲生女儿之后，臣父和相爷就没有办法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，否则3年前我们不会让她去浣衣局遭罪。既然我们失去为人爹娘的资格，婚事自然由着子饶选择。看来夫人是在责怪过臣父不敢。云子饶，当初是你自己骄纵任性，姑才让你去浣衣局磨磨脾气，你如今倒是敢怨恨姑了。看来3年没让你学乖，反而让你变本加厉。太子这是得不到臣女，恼羞成怒吗？此言一出，云夫人愕然。云子饶，怎么跟太子说话的？放肆！姑今天就好好给你一个教训。给谁一个教训？厅外冷不防响起懒洋洋的声音，让莫景林即将落下去的手僵在半空。明明已经离开的莫苍兰，竟又神不知鬼不觉又折了回来。皇叔还没走，本王不放心，所以半途折回来看看。本王方才说什么来着？莫苍兰毫无预警地给他一个耳光，莫景林被打得一懵。战王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云夫人也是一惊。舒服吗？皇叔，姑是太子，你一国之君该端庄宽容，心怀天下，有容人之量，自己悔婚在先，把人送去浣衣局折磨在后，如今还想仗着身份对一个弱女子粗暴动手。莫景林，你说你是太子，你的行为哪里像个太子？莫景林面上羞怒，冷冷看
看着莫苍兰。依本王看，你根本没资格做这个太子，不如早点退位让贤为好。来人！外面进来2个侍女。王爷，你们俩留在云姑娘身边伺候，从今儿个起，她就是你们的女主子。不久之后，还会成为战王府当家主母。谁敢欺负她，你们就10倍反击回去。不管是谁，任何后果，本王担着。是。本王的未婚妻不是谁都能打的。莫景林脸色青白僵硬，他却一个字不敢多言。天色不早了，太子还打算继续待下去？莫景林抿着唇，看了云子饶一眼，转身往外走去。到了厅外，一道人影匆匆而来。不识太子殿下驾到，泽轩有失远迎。到了近前，才看到战王也在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战王爷。泽轩，我不是让你待在房里好好看书准备功课吗？母亲恕罪，儿子听闻太子驾到，觉得应该出来给太子殿下请安，还有妹妹落水一事。泽轩，住口！落水？俊儿怎么会落水？俊儿何时落了水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事我还在查。子饶从浣衣局回来之后，对我和俊儿怀恨在心，他把俊儿按在水里，差点淹死他。后来见我来了，就直接把我和俊儿踹进湖里，害得俊儿淋成了落汤鸡。若不是我把俊儿救上来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你若心里有恨，应该冲着我来，朝俊儿发什么脾气？你是觉得淹死他，你就可以做云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？太子殿下的脑子是不是扔在太子府，忘记带出来了？皇叔，若说云子饶趁其不备把云子俊推下水，此事尚有几分可信度。可云公子发现他动手之后，还能被他踹下湖，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，这件事做成的可能性有多大？云泽轩身躯高大，他把云泽轩踹下湖，确实令人存疑。山王爷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云泽饶只是表面柔弱，他……够了，云泽轩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母亲，我没说谎。就算你护着俊儿，也不该如此离谱的栽赃子饶。他身上的伤我亲自看过，今日大夫来给子饶号脉，说他外伤严重，肺腑内伤沉疴，严重营养不良。别说踹一个男人下湖，就是走路快一点都会气喘无力。云泽轩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偏心俊儿，心疼俊儿在外面受的苦，可是你今日所言着实让我感到心寒。云泽轩面色震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你们看看饶儿的手，他这3年在浣衣局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我根本不敢细想，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这个当母亲的当得真是失职。云子饶眉眼微垂，不管饶儿的生母做过什么，也不管饶儿有没有真的针对俊儿，他在浣衣局这3年吃尽了苦头，哪怕犯了天大的错，也该一笔勾销了。以后在这个家里，谁要是再栽赃陷害，随意欺负他，我绝不轻饶。饶儿柔弱，不能吹风太久，我先带他回去休息。莫景林不发一语地盯着他们母女的背影，眼神晦暗。父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子饶他只是表面虚弱，实则他在浣衣局3年，练了金刚不坏之功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哼！云泽轩，你若当真无能到了如此地步，依本王看，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撞死，一了百了，省得留在世上丢人现眼，让天下男人都因为你而蒙羞。云泽轩一僵，随即面上浮现难堪之色。为什么我说的话谁都不相信？我根本没有撒谎，撒谎的人是云子饶。太子若想留下吃饭，就请便吧。莫苍兰转身往外走去。若再有人敢欺负本王的未婚妻，本王让他全家鸡犬不宁。未婚妻？云泽轩一怔，谁是他的未婚妻？竟有人对太子动手？谁这么大了胆子？不会是云子饶吧？战王今天是来提亲的，他要娶子饶为妻。云泽轩一怔回神。战王提亲，父亲答应了，是子饶自己答应的。战王态度坚决，不容反对。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自己来提亲的？子饶怎么能轻易答应？不答应还能怎么样？心情糟糕透顶，转身去了书房。战王怎么会突然来云家提亲？皇叔这是故意跟我作对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云子饶还真是有心机，不声不响就攀上了战王这门亲事。他什么时候跟皇叔见过？没听说过呀。他这3年待在浣衣局，根本没机会出来，怎么会认识战王？过去看看俊儿。云泽轩跟在他身边。方才我说的话确实让人难以相信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云子饶只是表面柔弱，太子殿下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他不但扇我耳光，还把我跟俊儿踹进湖里，害得俊儿淋成了落汤鸡。莫景林脚下微顿，忽然偏头看着他。
太子殿下，以云子饶眼下的身体状况，姑也没办法相信你说的。确实难以置信，他在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力量惊人，根本不像原来的他。不像原来的他。莫景林微微眯眼，奴婢参见太子殿下。姑要去听雨楼。回太子殿下，二小姐身子骨不适，夫人吩咐好好静养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夫人还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为了保护大小姐和二小姐的名声，往后不能让外男轻易踏足两位小姐的院子。你说什么？梧桐低着头，恭敬且一字不漏地把方才的话重复一遍。放肆！这是太子殿下跟二小姐有婚约在身，听说俊儿身体不适，太子特意过来探我，你们两个贱婢也敢阻拦？大公子，周嬷嬷听到动静，从内院走出来。梧桐和落叶是夫人安排过来的侍女，你骂他们贱婢，是有怨气要朝夫人发作吗？周嬷嬷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他们说了是奉夫人之命，守着内院门，保护两位小姐的名声，大少爷却不依不饶，谩骂之言脱口而出，不就是对夫人的安排表示不满？大少爷虽是庶子，可一直记在夫人名下，享受嫡子的待遇。夫人一直以来可曾苛待过大少爷？当然没有，母亲对我……若夫人的教导出了差错，导致大少爷心生怨怼，老奴可要好好跟夫人说说，否则来日若传出相府长子不孝嫡母、顶撞嫡母的罪名，被哪位官员抓了把柄，弹劾相爷教子无方，不知大少爷能不能担起这个后果？云泽轩一张脸彻底僵住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泽轩深受母亲教导之恩，一直敬重母亲，感激母亲，万万不敢有冲撞忤逆之心，还望周嬷嬷莫要误会。既然母亲是为了保护两位妹妹的名节，作为儿子我自当遵从，只是往日太子殿下和俊儿一直有来往，还望周嬷嬷能通融一下，让太子殿下去探望妹妹一次。将太子殿下恕罪，二小姐刚喝了姜汤睡下，衣衫不整，不便见客。莫景林冷冷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拂袖而去。云泽轩忍不住攥紧双手，面无表情地看了周嬷嬷一眼。继续看着，别让任何人随意踏进内院。是。听雨楼里一片安静，云子俊坐在床沿，手里端着姜汤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云子饶，自己差点被淹死是因为云子饶，母亲对自己冷淡也是因为云子饶。云子饶是在学自己吗？这个贱人，他就应该死在浣衣局。只是他以为自己装可怜，博得母亲心疼，就能改变他现在的处境，还做梦。母亲只是掌管中馈的一宅妇人，他一时心软又能怎么样？这个家里是父亲说了算。二小姐，朝露跨进门槛，太子来了相府，你看到了太子没有？奴婢经过二门的时候，是听到周嬷嬷说话的声音，太子想来见见二小姐，大公子带着一起来的，但周嬷嬷说二小姐落了水，喝完姜汤正在休息，不便见客，太子殿下就走了。云子俊脸色一变，连忙喝完手里的姜汤。你赶紧去前院拦住太子，就说我受了惊吓，正哭个不停，请太子殿下务必过来一趟。是。朝露领命而去。云子饶，你讨得母亲心疼有何用？我竟决定不了你的命运，太子和父亲才是掌握话语权的人，太子妃的位子是我的，你拿不回去，这辈子你都必须屈居于我之下。我不但要做太子妃，还要让你做太子妾室，每天让你跪在我面前，晨昏定省，坐小伏低，看你能熬到几时。云子俊转头看向窗外，太子对云子饶余情未了，自己这么做既能彰显贤惠大度，还能名正言顺地搓磨云子饶那个贱人。反正太子登基之后嫔妃无数，多一个云子饶不算多。等我坐上皇后之位，等以后有了身孕，就让云子饶替自己顾宠，笼络住太子的心。只要他生下皇族嫡长子，云子饶就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到时候还不是任由自己捏圆搓扁。朝阳站在一旁，太子最疼二小姐，若他知道此事，大小姐一定吃不了兜着走。云子饶，你以为在母亲面前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就能得到母亲的怜惜，重新拿回云家大小姐的身份？丞相府只能有一位嫡出的千金大小姐，那就是我。3年浣衣局没能把你整死，是你命大，但你不会永远这么幸运。云子饶，你不是喜欢装柔弱吗？稍后太子知道你的恶行，看他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。二小姐匆匆跨进门槛，出不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二门那边有嬷嬷守着，说夫人交代过，大小姐身上有伤，二小姐刚落了水，都需要好好静养，这几天不许擅自出去。嘘。
需要静养。母亲莫不是想把我关在听雨楼，不想让我去太子面前告状？他想干什么？看见云子饶身上的伤，勾起了他的一片爱女之心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云子望着窗外暗下来的天色，眼神降至冰点。云子饶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应该去死的，应该去死的。云夫人跟云子饶一起回了静安院，母女二人一路无话。饶儿，你跟战王认识吗？以前战王回京时，我曾远远看过他一眼，私底下未曾见过。真是奇怪，不知战王为何突然来提亲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女儿愿意嫁给他，母亲不必担心。你对战王不了解，嫁给他之后，万一后悔怎么办？母亲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继续留在云家，处境会很尴尬。我知道母亲心疼我，可妹妹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我不想夺走属于她的宠爱。云夫人正要说话，我跟太子的婚约取消之后，以后不会有更好的婚事。今日战王亲自来提亲，我若是拒绝，岂不是把战王也得罪了？世家公子谁敢娶太子被退了婚的女子？云夫人心头浮现愧疚。战王愿意娶我，我就愿意嫁给他。可是万一……母亲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不想做太子的妾室，不想跟妹妹共侍一夫，还望母亲成全我。云夫人沉默良久，说边关有战事，战王会镇守边关，你嫁过去就意味着聚少离多，而且战王他军功显赫，对太子来说是个威胁。威胁？哼，就莫景林那样的蠢货，还不配把堂堂战王当威胁。不管原作者为何把莫景林这种没品的渣男设定成男主，也不管保家卫国的战王会成为反派，在云子饶看来，男主根本不足以跟战王相提并论。战王保卫国家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，女儿心甘情愿嫁给他，不管以后过得怎么样，都绝不会后悔。唉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答应你，嫁给战王至少是正妻。子饶跟战王定下亲事，太子不能再逼他为妾。不期然又想到了子饶说的那句话，如果云泽轩和云子君不是亲兄妹，那么他们二人之中到底谁的身世有问题？他必须查清楚这个问题。顾及云子饶身子虚，云夫人没跟他聊太久，让他在床上躺着休息。云夫人带着周嬷嬷和侍女往厨房而去，途径柴房。贱蹄子，还不劈得快点！今天的柴火若是不够用，把你劈进去当柴烧。你以为你还是3年前伺候大小姐的1等丫鬟？是不是眼看着大小姐从浣衣局出来，以为你的机会又来了？小贱蹄子，做梦吧你！大小姐就算回来，在云家那也比不过二小姐尊贵。二小姐掉一滴眼泪，那都是大小姐的错。周嬷嬷，那个丫鬟以前伺候过子饶，她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陈瑜。大小姐被送去浣衣局之后，陈瑜就被发配到了柴房做事。这个陈婆子曾是大少爷院子里的粗使嬷嬷，也是3年前被调到了厨房帮忙。仗着年纪大，资历老，一般不怎么做事，就负责监督底下的丫鬟和杂役。应该是调来监督陈瑜的吧？周嬷嬷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你胡说！大小姐心地善良，是相爷和夫人的女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的？反了你！丫鬟被他一巴掌打得踉跄，嘴角破裂，手里的斧子就这么毫无预警地飞了出去。夫人小心！粗使婆子看见云夫人，吓了一跳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陈婆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老奴不知夫人会来，厨房柴火不太够用，那个贱婢做事慢手慢脚，最擅长偷奸耍滑。老奴不是在教训他吗？云夫人没理他。你是子饶身边的侍女陈瑜。夫人，她不叫陈瑜。夫人问你了吗？奴婢以前叫陈瑜，这是大小姐给奴婢起的名字，可眼下奴婢身份低贱，已不配这个名字。从今儿个起，你还是回到大小姐身边去，不用在这里劈柴了。夫人，这不妥吧？这个贱婢干惯了粗活，怎么还能伺候大小姐呢？不如我去给大小姐挑一个更伶俐的。不用，就陈瑜，现在就去收拾。陈瑜抬起头，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云夫人。夫人，去吧。奴婢这就去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夫人，他走了，这些柴火，陈瑜手慢脚慢，光会偷奸耍滑，不如陈婆子手脚利索。这些柴火就由你来劈了吧。陈婆子一僵，顿时面如菜色。陈瑜回到住处，只匆匆换了件干净的外衣，就赶紧去静安院见云子饶。进去吧，我这副模样会不会吓到大小姐？不会，大小姐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。他举步往内室走去，当看到躺在床上的云子饶时，大小姐。云子饶转头看去，大小姐，夫人让陈瑜继续回来伺候你。小姐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奴婢担心死了。
云子饶没说话，由着他哭，并示意周嬷嬷出去一下。陈瑜哭了好一阵。小姐，奴婢在柴房干了3年粗活，手都变得粗糙许多，以后是不是没资格伺候小姐了？云子饶已经从记忆中搜到了关于陈瑜的一切。他跟另一个丫鬟落雁曾经都是原主忠心耿耿的大丫鬟，2个丫鬟跟着受了不少委屈。什么资格没资格？我如今的处境又比你好到哪里去？陈瑜，是我拖累了你和落雁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大小姐，你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那么白嫩无瑕的手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小姐，你受了多少苦啊？周嬷嬷站在院子里，拿着帕子轻拭眼角的泪花。云夫人跨进院门，周嬷嬷朝云夫人屈膝行礼。云夫人没说什么，径自抬脚朝屋子里走去。小姐，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你？自从他来了云家，小姐受尽委屈，还被罚去浣衣局那种地方，她根本不安好心。云夫人收回跨进门槛的一只脚，安静地站着。陈瑜，不要这么说，相府是父亲当家做主，父亲说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子俊才是。如果真的是我占了他14年的身份，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应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以前舅老爷和舅夫人说过不止一次，他们都说大小姐跟夫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就不是夫人亲生女儿了？反观二小姐长得跟夫人根本就不一样，难道就凭相爷一面之词就认为大小姐不是大小姐吗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陈瑜，隔墙有耳，当心被人听见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奴婢就是替小姐委屈，好好的一个大小姐突然就成了假的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我也觉得有阴谋，但我一个小小弱女子能怎么样呢？父亲说我不是他的女儿，我就只能不是他的女儿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只能认了。可是小姐，陈瑜，来，你先起来。陈瑜踉跄着站起身，我身体不太好，可能没有多久可以活了。小姐，您不要这么说，奴婢还要伺候您一辈子呢。傻丫头，这不是我想活多久就能够活多久的，我的身体出了问题。不过你放心，等我出阁，我会把你带出去，以后给你找个好去处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就跟着小姐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哭，人不能跟天抗衡，何况只有我死了，一些人才能安心，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的。小姐如此心善，上天为何这么不公？云子饶有些无奈。谁？陈瑜怔怔看着他。是二小姐吗？应该不止她一个。陈瑜，我总觉得不是云子俊一个人想要取代我，而是有只看不见的大手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。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处心积虑地对付我。可是我不能继续留在云家了，我想要查一个真相。夫人还是心疼小姐的，小姐不如跟夫人如实说了。不行，母亲也只是个女子，如果背后真有阴谋，她怎么跟他们抗衡？我不能把母亲拖下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陈瑜无助之下再次失声痛哭。明明是高贵的相府大小姐，突然间就成了假的，连个可以做主的人都没有。难道小姐就这么……陈瑜，别再哭了。所以子饶早就怀疑子俊的身份来历，但一直不敢声张，是想自己找证据吗？可她一个柔弱女子，去哪儿找证据呀？云夫人眸心微暗，不发一语地转身离开，并带走了周嬷嬷。抵达偏僻无人的花园里，周嬷嬷，你明日派个可靠的人送个口信给我娘家大嫂，就说我很久没有见她了，近日一直惦记着雪山的婚事，邀请她来云家说说话。好。另外这2天好好盯着子俊，别让他有机会去前院，他身边的人都看紧点，不许任何人去给相爷通风报信。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安排好。天色渐渐落下黑幕，云子饶吃完一碗燕窝，早早就睡下了。陈瑜不在，是因为云子饶说屋子里有人，他睡不着。云子饶怕黑，所以云夫人吩咐下人给他留了一盏灯。云子饶躺在床上，眼底一片冷厉。他起身披上衣服，走到后窗前，将一跃而出。此时的听雨楼里依然一片灯火通明。我的燕窝呢？朝露，我的燕窝呢？我每晚睡觉前要吃的燕窝呢？二小姐，方才奴婢去厨房问了，他们说府里的燕窝供应有限，大小姐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夫人要把燕窝和补品都让给大小姐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云子俊面色苍白，走远点，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是。朝露行礼告退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云子饶站在大树后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朝露走出院子。每次云子俊情绪不好的时候，都会让朝露朝阳远离。云子饶才悄无声息走到门前，静静听着里面的动静。云子俊抄起桌上的茶盏砸出去，
该死的贱人！我才是相府千金，凭什么夺走属于我的东西？贱人，怎么不去死？你为什么不去死啊？云子饶推门而入，我不是让你离开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推门而入的云子饶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就装不下去了。云子饶果然是装的，你以为你在母亲面前装柔弱扮无辜就能重新让母亲心疼你，确保你在云家的地位？你做梦！你以为谁稀罕相府千金这个身份？你说什么？我今晚过来只是想要告诉你，往后日子长得很，你若是现在就装不下去了，往后啊怕是会输得很难看。云子饶，我才是云家真千金，你这个家伙早晚要被人扫地出门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云子饶抬手给他一耳光。云子饶，干什么？你放肆！云子饶眼神狠厉，薅着他的头发，动作利落且狠辣地把他往床上一摔，掐着云子俊的脖子，对着他的脸来个左右开弓。不大一会儿，云子俊一张脸就肿成了猪头。以前懦弱无能的云子饶已经死了，死在你恶毒的算计之下。从浣衣局出来的云子饶，将是你再也惹不起的煞星。你的噩梦来了，做好准备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抬手又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转身离开。云子俊捂着脖子。来人啊！云子俊从床上起身，跌跌撞撞去拉开房门。来人，快来人呐！赵露走得远，匆匆赶来。二小姐，进屋就看见云子俊红肿的脸和破裂的嘴角。二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谁打的？这是谁打的？快去告诉母亲，就说云子饶来打我，快去！大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，他现在应该还没回到静安院，你们赶紧去拦着他，抓到他，把他送到母亲面前，我一定要拆穿他的真面目。朝露和朝阳面面相觑，大小姐过来打了二小姐，这可能吗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快去告诉母亲！二小姐别激动，奴婢这就去。尚未睡下的云夫人听到外面响起激烈的争执声。周嬷嬷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听雨楼丫鬟传来消息说二小姐被人打了，打她的人是大小姐。什么？下意识地转头朝正屋方向看去。子饶不是早早就睡下了，怎么会打她？老奴不清楚情况，是听二小姐的贴身丫鬟朝露过来禀报，让我务必转达夫人，二小姐脸都被打肿了。你要那个丫鬟先回去，我稍后就到。是。转头去了正屋，屋子里静悄悄一片，内室燃着一盏灯，但足以看清床上躺着个人。云夫人走到床前，子饶，云子饶骤然惊醒，不要打我，我这就去洗衣服，我这就去，我衣服呢？子饶，云夫人连忙在床沿坐下，别怕，是我，没有别人，也没有人让你洗衣服，别怕。云子饶怔抬头，母亲，是我只是过来看看你睡得怎么样了，会不会认床？你别怕，没事的。母亲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做梦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睡得好，没有认床，只是容易惊醒。女儿是不是太没用了？不会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子饶这么虚弱的身体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，弱不禁风，风一吹就能够把他吹跑似的。他能躲过静安院嬷嬷和丫鬟的视线，在不惊扰任何人的情况下，悄无声息抵达听雨楼，把云子俊暴打一顿，然后还能不被任何人发现，悄无声息返回屋子里躺下。真是笑话。他有三头六臂吗？到底是谁在撒谎，谁在装柔弱扮可怜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没事了，你继续睡，我会吩咐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你。母亲也早些休息，别太累着了。袁夫人点了点头，起身带周嬷嬷离开。云子俊，你不是会演戏吗？我真是期待看你接下来的表演呢。袁夫人带着周嬷嬷走出静安院，子饶方才没离开过屋子。虽然晚间当值的侍女较少，但大小姐身体弱，脚程慢，从静安院走到听雨楼至少需要一盏茶的功夫，这么长时间不可能没人发现。而且从朝露方才禀报的语气可以判断，应该是大小姐刚打过二小姐，她就赶紧来告状了。按理说朝露脚程一定是比大小姐快的，可朝露来禀报时，大小姐却好好的躺在床上，根本没出过门的样子，总不可能是因为大小姐有飞天遁地之术吧？子俊太着急了，我刚对子饶好那么一点点，他就坐不住了，迫不及待的要搞事陷害子饶。可他真当我是蠢的吗？这种空口无凭的伎俩着实拙劣。抵达听雨楼，他脚步一顿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以前听到云子俊哭，他多少都会有些心疼，眼下却只觉得烦躁。二小姐别哭了，夫人一会儿就来了。
了。云夫人抬脚跨进房门，君儿，怎么了？夫人，1天之内状况频出，你们是怎么伺候二小姐的？夫人恕罪。云子俊轻轻抬起头，一道道充血的指印已经泛起青紫。云夫人和周嬷嬷都被吓了一跳。俊儿，你的脸。母亲。周嬷嬷走到朝露和朝阳面前，两个小贱蹄子，身为二小姐的贴身婢女，却连自己的主子都保护不好，你们俩是干什么吃的？云子俊一怔，随即站起身。周嬷嬷，不是朝露和朝阳的错，二小姐您就是太心善了，这种不用心护主的贱婢就应该打死了事。母亲。云夫人转头吩咐侍女拿来药膏，拉起云子俊坐下，亲自给云子俊脸上抹上药膏。周嬷嬷，问问这2个丫鬟，二小姐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若胆敢有一句谎话，明日一早就拿着他们的卖身契，把他们发卖出去。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二小姐脸上的伤是谁打的？母亲，朝露和朝阳他们不知情。他们是你的贴身侍女，晚间至少应该有1人当值，怎么能不知情？俊儿，你是主子，不必处处为下人着想，你心善，只会纵容他们养成偷奸耍滑的坏习气，不把主子放在心上。今晚就让周嬷嬷好好教教他们规矩。奴婢真的不知情，今晚是朝露值夜，奴婢忙完手上的工作，刚要睡下，就听着二小姐喊着来人，奴婢就赶紧穿好衣服赶了过来，求夫人明察，周嬷嬷明察。你过来的时候可曾看到了别人？只有二小姐和朝露在，奴婢没有看到其他人。你呢？我。朝露下意识地看向云子俊。二小姐说想一个人静静，命奴婢走远一点，奴婢就到院门外候着，然后就听到二小姐大喊来人。所以你们2个人都没有看见是谁动的手，你们这2个贴身侍女是怎么当的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母亲，他们2人确实不知情，母亲别责怪他们了。你就是太心善，才惯得他们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周嬷嬷，把他们拖出去，各打10个板子，小惩大戒。是，母亲。下人犯错，该罚就罚，不能纵容他们没规矩。云子俊咬着唇，眼睁睁看着朝露和朝阳被粗使婆子拖了出去。方才听朝露说是子饶把你打成了这样。母亲，姐姐她记恨我，以为是我害她去换衣局，可当初我明明跟太子求了情的，是太子一心想要惩罚姐姐，不是我所使，姐姐误会我了。母亲。云夫人看着他良久，眼神复杂。母亲，我没有，真的不是我，姐姐去换衣局是太子殿下做的决定，我跟太子求情，太子不允，可姐姐认定是我的主意，所以他才对我。子俊，你姐姐身子虚，晚上吃了点粥，早早就睡下了。云子俊缓缓抬头，睁着一双泪眼看向云夫人。母亲，方才你的婢女去静安院禀报你挨打一事，我特意去屋子里看了一眼，子饶在床上睡得好好的，身上穿的是白色里衣，足以证明你挨打这段时间他没有离开过屋子。子君，你对子饶应该是有些误会。云子俊僵住，无意识地攥紧双手。母亲不相信我。3年前你刚回来时，在家里没有安全感，我心疼你，所以处处让子饶退让一步。但是3年过去了，子君，我带你出去见世面，让你跟世家贵女们来往，连宫中的宴会都参加过不止1次，并且太子也成了你的未婚夫，你着实没必要再跟子饶较劲。母亲，我没有跟姐姐较劲，你相信我，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脸上的伤，母亲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？如果不是姐姐打的，还能有谁？可是子饶正好端端待在我床上，子君，我不知道你的脸到底是谁打的，但你自己一定清楚。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为你做主。母亲，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处处维护云子饶？他把我按在湖里差点淹死，你不相信大哥的话，他把我的脸打成这样，你还是不相信？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说的话？云夫人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，一阵寒心。如果我真的处处维护子饶，3年前就不会让他去换衣局，不会让他被人搓磨成那样。子俊，子饶是你的姐姐，你就不能跟他好好相处吗？我没说谎，我今天差点死在他手里，可母亲不相信我，母亲不相信我。云夫人见他一口咬定子饶，心中失望至极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好好歇着吧。丢下这句话，云夫人转身离开。母亲就这么走了，自己挨了这么重的打，一张脸肿得几乎无法见人，母亲就一点都不心疼自己，就这么狠心走了。看着母亲跨出房门，终于忍不住起身追上去。母
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没撒谎。云子饶的柔弱都是装出来的，她都是真的。够了，子君，子饶从未有过害你之心，你为何这么容不下他？云子君脸色刷白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云夫人下令让他禁足休息，听雨楼里下人亦不得踏出院子一步。云丞相作为朝中百官之首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身上朝，晚上踏着月色回来，所以并不知道云子君被打一事。云泽轩被人看管在自己的院子里，但数日过去，云子饶气色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。3月初6，骠骑将军府的长媳徐氏乘马车而来，从云家后门进入内院，被人带到静安院前厅里。大嫂，多日不见，什么风把大嫂吹来了？这不是有事相求吗？侍女恭敬地奉了茶。周嬷嬷，你把他们都带下去，我单独跟嫂嫂聊一聊。是。周嬷嬷领着众人下去。大嫂，我有一事想求大哥帮忙，但云家人多眼杂，我担心打草惊蛇，只能求助大嫂。都是一家人，妹妹有话直说就好，我一定帮你把话带到。我怀疑子俊不是我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子俊应该不是我的女儿，子饶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陈夫人眉头皱起，神色凝重。3年前相爷把子俊接回来时，只说子俊当年被稳婆抱走，是为了让他的亲生女儿留在云家享福。可是至今我都不知道稳婆抱走孩子的过程是什么样的。在云家那么多眼线之下，一个稳婆如何做到不让人发现，悄无声息地带走云家千金？还有证明子俊身份的记号，居然是脚底的一颗红痣。那个稳婆如今在哪？相爷给我的答案模棱两可。我询问子俊关于他养父母的消息，他的回答也遮遮掩掩。我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着什么阴谋。当年子君回府时，我们就觉得事情大有蹊跷，毕竟子饶长得跟你很像，不像是被抱错的女儿。当初母亲提醒你时，你说因为子饶在你身边长大，跟你容貌相似也是正常，再加上云丞相位高权重，没理由故意弄错自己的血脉，我们就没有多加怀疑。3年前是我太过单纯，轻易就相信了他的话，以至于子饶平白受了3年苦楚。可如今我想找到真相，还子饶一个公道。若子饶是他的女儿，那么子俊又是谁？最近边关安稳，战王和将军都在京城，我回去之后让他查一查，看此事是否另有隐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对子君的态度不要有太大改变，也别去质问丞相，当心打草惊蛇。那就麻烦大嫂了。我们之间说这些干什么？只是没有确定真相之前，我觉得子君的婚事是不是也该慎重考虑。太子妃的身份应该是属于云家嫡女的，若子君是假冒的身份，她就没资格嫁给太子。这个不重要，前天战王来提亲了，子饶已经答应嫁给战王为妻，以后不会跟太子再有什么牵扯，他爱娶谁就娶谁。战王？虽然不知战王为何会来提亲，但他确实比太子更适合子饶。陈夫人没逗留太久，很快站起身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袁夫人送她到门外。雪山的婚事还请妹妹多多上心。嫂嫂放心，雪山还小，我定给她相一个世家和人品并重的好公子。陈夫人再三道谢之后告辞离去。云夫人目送着她离开，她才转身往静安院走去。夫人，管家沿着长廊匆匆而来。宫里送来2份帖子，皇后娘娘邀请2位小姐后天进宫参加赏花宴。我知道了。走进静安院，子饶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今天精神看起来不错，怎么不在屋子里躺着？女儿想多晒晒太阳。皇后娘娘命人送了帖子过来，说后天宫中举办赏花宴，请你和子俊一起去参加。你如今身体不好，要不要我替你回绝了皇后？皇后邀请进宫参加赏花宴？云子饶微微眯眼，说是邀请，其实就是一纸召见。若是不去，会不会让皇后以为云家不把她放在眼里？你身体虚弱，皇后应该能够理解。母亲，我身体无碍的，皇后突然举办赏花宴，或许跟太子有关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才不想让你去。太子应该是不想让子饶嫁给战王，所以才请皇后举办了这次赏花宴。母亲放心，不是还有妹妹在吗？我跟她一起去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就是因为有她在，我才更不放心。为什么？子饶在我面前还用掩饰吗？子俊从回来之后对你就不友善，你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？云子饶缓缓垂眸，沉默不语。告诉他，我敢告状吗？我就算告状，云夫人会相信吗？就算云夫人真的相信，我们母女2人能够抗衡得了太子和云丞相吗？不可能。3年后的今天才是查清真相的最佳时机。母亲，子俊在外面受了14年苦，被父亲找回来之后才享了3年福，而我享受了14年不属于自己的
幸福，在浣衣局也才受了3年苦。子饶，比起妹妹，我是幸运的，她心里有不平也是正常，我不怪她。你这个孩子真傻，明明早就怀疑子俊身世有问题，为何一点口风都不漏？我若早知道真相，就算是拼上这条命，也绝对不会答应太子把你送去浣衣局呀。唉，你刚从浣衣局回来，身上也没有几件新衣裳，3年前的新衣裳都旧了，我让人去铺子里先给你买几件来，明天叫人来给你量身，定做几套好看的新衣裳，还有发钗首饰什么的也该添置一些了，免得出门参加个宴会，头上连件像样的发钗都没有。母亲，我怎么了？新衣裳有没有都可以，我想让落雁回来。落雁是子饶以前的贴身丫鬟，跟陈瑜一样。夫人，长侍嬷嬷匆匆而来。二小姐今天早膳没吃，午膳也没吃，看起来有绝食的意思，请夫人过去看看吧。云夫人眉头一皱，好端端的绝什么食？母亲，我去跟妹妹谈谈吧。子饶，妹妹可能是见我回到云家，担心我抢回她的身份和待遇，所以才没有安全感。我去跟她谈一谈，当面告诉她，她的东西永远都是她的，我不会跟她抢。云夫人沉默片刻，没查到结果之前，确实不宜打草惊蛇。行，但你小心一些。云子饶转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2个女子，一个叫宝琴，一个叫宝琪，是战王留下来保护她的侍女。陈瑜跟我一起去吧。是。主仆2人起身往听雨楼走去，宝琴和宝琪什么也没说话，安静无声地跟在身后。抵达听雨楼，大小姐，听说妹妹不吃饭，我来劝劝她，你们辛苦了。老奴不敢。云子饶穿过院子，抬脚跨进房门。妹妹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小姐。云子饶看了2人一眼，走到床沿坐下。妹妹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不吃饭啊？是饭菜不合胃口吗？听到他的声音，云子俊骤然一僵。你来干什么？此时看到云子饶，他的眼神像是见到了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。听说妹妹心情不好，我来探问一下妹妹。云子俊瞳眸骤缩，他想也没想，抬手就往云子饶脸上扇去。你这个贱人！小姐，二小姐不可！不要！一道身影急速闪过，请二小姐自重，放开我！知道妹妹不想见到我，只是母亲听说你绝食，难免担心紧张，所以才让我过来看看妹妹。云子饶，这个恶魔，别在我面前装无辜！我听不懂妹妹在说什么。你这个表里不一的贱人！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你以为母亲会被你蒙在鼓里吗？早晚有一天你会露出真面目。宝琴眼疾手快，闪电般把云子饶拉过来，云子俊扑了个空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云子饶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宝琴走上前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放肆！这个贱婢敢打我！大小姐如今已经是战王的未婚妻，你以下犯上，辱骂于他，就是对战王不敬，我们有权替王妃教训你。云子俊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大小姐也是战王的未婚妻，你若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战王不敬。我跟宝琪有权替王妃教训你，这不可能！云子俊不敢置信地看着云子饶，这不是真的。云子饶，你喜欢的人明明是太子，不可能嫁给战王，他在撒谎是不是？他一定是真的。2日前战王前来提亲，我已经答应嫁给他。妹妹，太子心里只有你，我不跟你争，以后你是不是就不会对我心存敌意啊？滚开！云子俊抬手挥开他。云子饶，你是来炫耀的，对不对？云子饶狼狈地摔在地上。子饶匆匆跨进房门，就看到云子饶摔在地上的一幕。子饶，你怎么样？母亲，云夫人转过身，抬手给他一个耳光。云子俊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母亲，妹妹不是故意的，母亲别打她。子饶听说你绝食，担心的不行，眼巴巴的来探望你，想要劝你想开点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他的。云子饶都是装的，本性恶毒，虚伪自私，他根本不是来劝我，他是来看我笑话的。住口！你看看你现在这副癫狂的样子，哪里还有一点相府贵女的端庄高雅？妹妹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新热皇后派人送来2份帖子，邀请我们参加宫里的赏花宴。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，你好好吃饭，好好养精神，后天我们一起进宫好不好？哼，我看他不必进宫了，应该待在家里好好反省。皇后的赏花宴，不，他必须参加，他要见到太子，要见到皇后，他还要见父亲，他必须离开听雨楼。母亲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姐姐争宠，都是我不好，求母亲原谅我。你真
然知道错了，是我的错，请母亲不要生我的气。既然如此，你是否可以告诉我，2日前打你的人到底是谁？当然是云子饶那个贱人。然而话到嘴边，却忽然对上云子饶那双充满嘲讽的眸子。云子俊很快意识到，他就算把真相说出来，也不会有人相信。是我自己，我想让母亲多关心关心我，我嫉妒姐姐能睡在母亲的屋子里，所以才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云子饶听他言不由衷的认错，嘴角微勾。明天好好休息，后天跟子饶一起进宫，参加皇后举办的赏花宴。我们先出去吧，让子俊好好休息。云子饶点头。被云夫人挽着手走出房门那一瞬，云子俊心头愤怒。云子饶跟以前不一样，变得如此狡诈阴险，还有暴力倾向，根本不是之前那个柔柔可亲的云子饶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云子俊不安地坐在床沿。云子饶在浣衣局3日夜遭受折磨，饭都吃不饱，身体早就残弱不堪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？日复一日的虐待，他应该如惊弓之鸟般胆小怯弱，怎么会有如此深沉的心计？不行，不能由着云子饶继续活着，一定会坏了自己的大事。后天宫中的赏花宴，自己要想个法子让云子饶消失。不行，让他消失不太可能。堂堂相夫养女，羞辱嘲讽都可以，唯独不能莫名其妙死了，更不能死在宫里。可是战王来提亲，云子饶想嫁给战王做王妃，哼，他做梦！云子饶绝不能嫁给战王，只能给太子为妾，这辈子都是个坐享伏低的命，别指望能凌驾于自己之上。所以让他失身给太子是最好的选择。回到太子府3天，一想到云子饶答应嫁给战王那一幕，他就气得恨不得把他再送去浣衣局。莫景林不发一语地望着窗外。罢了，女孩子到底还是要哄一哄的。来人，请太子殿下吩咐。后天宫中有赏花宴，你从库房挑2套首饰，明日一早送去丞相府，1套给云子饶，1套给云子俊，挑款式不同但价值相似的，不必区别对待。是，只希望他往后能温顺一些，乖乖取消跟战王的婚约。翌日一早，太子府女官带着4名侍女抵达相府，云夫人亲自迎出门，双方互相见礼之后，太子殿下为2位姑娘准备了头面，并叮嘱我务必亲自交到2位姑娘手上。请进。进了厅，云夫人命人去把2位小姐喊出来。云子饶和云子俊在主院厅外相遇。妹妹，云子俊眼神阴沉。姐姐，妹妹看起来不太高兴啊。母亲说太子差人送来2套头面，让我们来挑一挑。稍后姐姐先挑吧，我的装匣里首饰太多，不在乎这1套。但是姐姐的衣裳和首饰都是3年前的旧款，明天进宫若没有像样的衣服和首饰，怕是会丢了相府脸面。光有头面也不行，要不姐姐稍后去我的屋子里挑一挑，看有没有合适的衣裳适合姐姐。姐姐若是喜欢，我就送你1套。云子饶挑眉，正要婉拒，这倒是不用。2人一愣，就转头看去，一个身着深绿色衣裳的嬷嬷目光威严地走来，身后跟着8名侍女。走到近前，她朝云子饶行礼。我家王爷得知王妃明日要进宫参加赏花宴，特命老奴送来4身衣裳和4套头面、4双鞋子，请王妃笑纳。话音落下，云子俊表情骤然僵住。待在厅里的云夫人听到动静，匆匆起来走出来。云夫人，我家王爷准备的聘礼清单有点长，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但这门亲事已是板上钉钉，王爷非王妃不娶，请夫人尽管收下。饶儿，你觉得呢？母亲，姐姐不是喜欢太子殿下吗？战王跟姐姐没名没分。谁说没名没分？我家王爷已经上门提过亲，大姑娘也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并且王爷正在紧急张罗聘礼，这还叫没名没分？她是从宫里出来的嬷嬷，什么事情看不明白？我多谢嬷嬷亲自前来，这些衣服和首饰我很喜欢，替我谢谢王爷。我家王爷对大姑娘真心实意，还望大姑娘莫要辜负了这份心意。我明白。饶儿，那太子送来的头面你还要挑吗？云子俊双手攥紧，心里恨得几乎滴血。母亲，我跟太子已无婚约，他送来的东西应该是给妹妹的，2套都应该给妹妹，我有战王送来的首饰衣裳就足够了。云子俊抬眸，他这是什么口吻？施恩吗？云大姑娘，太子殿下命我送来的这2套头面，您和2姑娘1人1套，并且太子特意交代，2套头面除了款式不同，在价值上不分上下，您若是喜欢哪一套，还可以优先挑选。作为太子府女官，她聪明且擅长察言观色，自然知道昨晚太子吩咐这件事时不必区别对待的意思。云子饶可以优先挑选，凭什么？母亲对云子饶偏袒就罢了，太
太子也要偏向他吗？不用了，我跟太子非亲非故，没有理由接受他的东西，请回去转告太子，就说他的心意我心领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让子俊挑一套即可，余下的一套还望诸位带回太子府。嬷嬷随我去静安院吧，子饶暂时跟我住在一块儿。长侍嬷嬷颔首回礼，带着侍女跟随云夫人一起往静安院而去。太子府女官愕然望着他们离开。妹妹，战王送来的衣裳足足有4套，我可能穿不完，若是妹妹想要，稍后过去挑一套吧。云子俊脸色发青，正要冷声拒绝。王妃，战王送给您的衣裳都是今年的新款，且用的都是价值千金的好料子，只能您自己穿，其他人是没资格的。嬷嬷说的对，既然是战王送给姐姐的衣裳首饰，我怎么能要？多谢姐姐一片心意，我妹妹心领了。既然王爷不让送别人，那我只好遵命照办。不过幸好有太子送来的首饰，妹妹快去看看，若是喜欢可以都留着，太子应该不会说什么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跟上云夫人。云子俊死死攥着双手，贱人，一定是故意的，故意在这么多人面前羞辱我，想激怒我，逼我失控发脾气是不是？哼，做梦！我一定要忍到明天赏花宴上，看看这个贱人身败名裂，看他万劫不复。今日所受之辱都要从云子饶身上百倍千倍的讨回来。云子饶，你给我等着！到了静安院，嬷嬷吩咐侍女上前伺候着。4套头面是按着衣裳搭配的，每一套都价值不菲。蓝色的锦缎长裙飘逸若仙，红色的裙子搭配金色发钗，整个人显得高贵而又奢华。鹅黄色裙子衬得她轻盈灵动，一套淡紫色裙装衬得她腰肢纤瘦。长侍嬷嬷站在一旁看着，真心觉得自家王爷眼光是真好。大姑娘果然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这些衣裳就像为大姑娘量身定制一样，如此合身且衬托出了大姑娘的气度，明日进宫定能艳压其他女子。云夫人看着，面上浮现几分担心。嬷嬷，明日赏花宴上，子饶若是打扮得过于奢华，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？夫人不必担心，有战王在，没人惹大姑娘。云子饶眸子微敛，没人敢惹多无趣。原主受了那么多折磨，不能白受。太子府女官带着首饰回去复命时，莫景林的脸色冷得像是腊月寒风过境。女官跪在地上，诚惶诚恐地请罪。云子饶的不识趣出乎他的意料，战王同一天送东西过去，且价值远远凌驾于他之上，更是没把他这个太子放在眼里。既然他如此不识相，那不必勉强了。是，只要有他在一天，云子饶就不可能有机会嫁给战王。今日丞相下朝较早，太阳刚刚落山，他就回到了府里。他吩咐夫人晚间把云泽轩、云子饶和云子俊都叫过来，一家人一起吃个晚膳。云丞相膝下还有另外2个儿子，都是家中庶子，一个9岁，一个7岁，正在南院跟着老师读书。作为百官之首，云丞相的后院妻妾和子嗣都不算特别多，但他隐瞒外事，算计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女儿，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个毫无人性的人渣。数日未见的云泽轩一看见他，子饶，你太过分了。云子饶看见站在他身侧的云子俊，心里明白这是终于逮着机会哭诉了。我不明白大哥的意思。你装什么装？那天你扇我巴掌踹我下湖的时候，泽轩，你又要开始冤枉你妹妹了吗？母亲，我没有冤枉她，云子饶她就是伪装，都吵什么吵？云丞相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云丞相主位上坐下，看了云子饶一眼，表情不变喜怒。听说战王今日送来了4套衣裳和首饰，子饶，明日进宫参加赏花宴，我们代表的是云家的脸面，要谨言慎行，万不可失了身份。云子饶乖乖点头，心里却想，云家的脸面是该丢一丢了，免得他总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战王送来的衣服和首饰，你分2套给你妹妹，你们姐妹要同心，不可互生嫌隙。相爷有所不知，战王府长侍嬷嬷送来衣服和首饰时，特意叮嘱，这些都是给子饶一个人的，其他人没有资格穿。子饶跟子俊都是自家姐妹，还分你我吗？相爷的意思是要让子饶和子俊一同嫁去战王府，共侍一夫。虽为姐妹，可2人将来所嫁之人不同，怎么就不分你我了？何况战王既然叮嘱了，我们照做就行，何至于为了件衣裳首饰就要冒着惹怒战王的风险？母亲，
子君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云子饶黯然垂眸，子君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跟战王送的衣裳有关系吗？战王府嬷嬷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们照做就是。为什么要为了件衣服得罪战王？说明日子君真的穿着战王送来的衣服，佩戴战王送的首饰进宫，被战王认出来了，这件事情责任在谁？战王若是要怪罪，该怪罪谁？你相府已经穷到只能打别人衣服主意了吗？云丞相脸色一青，瞬间无言以对。父亲，我没有要姐姐衣裳的意思。子俊是太子的未婚妻，子饶本该也是嫁给太子的。战王突然横刀夺爱，算是怎么回事？子饶，你是不是私底下见过战王？云泽轩，你闭嘴！母亲，不是我怀疑子饶，而是战王来提亲太过蹊跷，我不得不有所怀疑啊。听说战王一直待在边关，数日前才回来。大哥的意思是，我在浣衣局那种地方，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干活，晚上深更半夜才睡，每天在管教嬷嬷眼皮子底下看着，还能有机会见到战王。云泽轩一噎，随即无言以对。母亲真是被云子饶蛊惑住了，以为她装的孱弱无辜，就真的是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可怜，实则她根本就是个虚伪恶妇。泽轩，你妹妹待在浣衣局3年，哪来的机会见战王？女子家的名声比性命还要重要，你休得胡言乱语。云泽轩显然也明白这一点，自知理亏，垂眸没再说话。一顿饭吃得各怀心思。云丞相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然后直接去了书房。云泽轩走出房门，眼看着母亲要带着云子饶回静安院。母亲，云夫人转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俊儿身体不好，这2年吃惯了各种补品，好不容易把身体养好一些，听说这2天补品忽然被断了，还望母亲公平对待2个女儿。大哥，姐姐身体不好，她比我更需要补品。她身体不好又不是你造成的，何况谁知道她是不是装的？云夫人不发一语地看着云泽轩。母亲不必听大哥的话，我不会跟姐姐争这点补品。云泽轩，虽然你消息灵通的程度让我感到诧异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个家里暂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母亲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第一，子君身体大为好转，已经不再需要进补。第二，子饶身体孱弱，比子俊更需要那些补品。第三，作为云家当家主母，我不需要你这个儿子来教我如何做事。第四，府里补品供应有限，如果你实在心疼子俊，可以自掏腰包补贴子俊，我绝不会干涉。母亲，我不需要。儿子每月月钱有限，偶尔添置些笔墨书籍都捉襟见肘，哪有余钱买补品？你是在指责我这个嫡母对你苛刻？儿子不敢，儿子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不敢？哼！我看你最近翅膀硬了，我这个母亲说的话对你已经不起作用，你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阳奉阴违，只怕要不了多久就该学着忤逆母亲了吧？大哥绝没有要忤逆母亲的意思，还望母亲息怒。儿子忍母亲不快，求母亲责罚。回你自己的院子里去，跪2个时辰，抄写《孝经》20遍，禁足半个月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墨香阁半步。是，儿子谨遵母亲吩咐。另外，你院子里那个叫落雁的丫头，曾是子饶贴身丫鬟，稍后就把她还给子饶。是。母亲，我想先去看看落雁，让周嬷嬷跟你一起去。好。云子饶和周嬷嬷一起抵达墨香阁，院子里打扫的丫鬟纷纷行礼。落雁何在？丫鬟们面色纷纷一变。子饶，云泽轩走到云子饶面前。落雁最近身体不好，还是让她在墨香阁住几天再回去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大哥，母亲不是让你罚跪2个时辰吗？你还要抄写《孝经》20遍，哪里来的精力照顾落雁呢？大哥，难道是要忤逆母亲？放肆！大公子眼疾手快地抓着他的手腕。你干什么？云子饶退后一步，嘴角扬起一个得逞的弧度。你死期到了！你这个贱人，果然！大公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夫人说的话，你全当成耳旁风吗？云泽轩恶狠狠地盯着云子饶。大哥，让人把落雁叫出来吧，我只要落雁。请大公子把落雁交出来。云泽轩面色清白，僵持了好一会儿。去把落雁叫出来。接到命令的丫鬟忐忑转身往西偏房而去。云子饶眯了眯眼，举步跟了过去。你干什么？我去看看落雁，大哥应该不会阻拦吧？云泽轩眯了
了眯眼，落雁正躺在床上。她住的地方不错，干净整洁，但落雁脸色苍白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里衣，裸露在外的脖到处都是青紫印记，整个人有种破碎的绝望感。周嬷嬷，我有些私密话想跟落雁单独谈谈，你把其他人带出去好吗？周嬷嬷点头。云泽轩想跟着出去，却又担心落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站在一旁，眼神阴冷地看着落雁。子饶来接你回去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话音未落，他整个人被一股巨大的力道控制着，毫无反抗之力。他蜷缩在地上，抱着要害处惨叫出声。云子饶对着他那个地方狠狠踹了一脚。你这个人渣，就该进宫做个太监。云泽轩疼得眼前发黑。你这个毒妇！云子饶勾唇一笑，抬脚踩在他要害处，狠狠碾压下去。我确实是个毒妇，可惜没人相信你。偏房外，周嬷嬷和势力的丫鬟们随即匆匆举步进屋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周嬷嬷看了一眼云泽轩，极度痛苦的样子不像是装的。大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突然发病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让人去请个大夫吧。万一是什么不好的病，千万别耽误了。大小姐说的对，我这就让人去请大夫，然后禀报夫人。云子饶喊来陈瑜，落雁身体不适，不便走路，你把她抱着，先送回静安院。是，大小姐。你们过来扶着大公子，赶紧把他送回屋子里，等大夫来了，仔细给他瞧瞧。是。墨香阁里一团乱。周嬷嬷，你先回去禀报母亲，就说大哥突然发病，不知症状，要等稍后大夫来看过才知道，请母亲先不要担心。周嬷嬷领命而去。云泽轩已经被放到床上，云子饶走到内室，对上云泽轩痛苦且充满恨意的双眼。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是云家的长子，万一生了什么大病，影响到云家血脉延续，可怎么办啊？你不是云子饶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索命的地神，从地狱来的，专门取你们这些渣子的狗命。云泽轩死死盯着他，像是要用眼神杀死他。若大哥从此不能人道了，你猜会有什么后果？看大哥疼得这么厉害，不知道伤得重不重，不如我去跟父亲说说，看能不能把宫里的大夫请来。云子饶，你是个毒妇，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下这么狠的手？我在浣衣局3年都熬过来了，大哥是个男子，没道理这点疼都受不住啊，这才是开胃菜呢。让你去浣衣局的是太子。放心，太子我也不会放过的，这3年所受的苦，我定是要讨个公道的。云泽轩轻轻闭眼，你的身手是怎么回事？无可奉告。你是云家女儿，你这样做是想让云家支离破碎吗？当年你帮着云子俊欺负我的时候，可没有过这样的顾虑，怎么苦楚到了自己身上，你突然间知道顾全大局了？云泽轩咬牙，大夫来了，快，大夫来了！大哥在床上威风凛凛，我相信这点疼对你来说算不得什么。云泽轩忍着痛恨，艰难地从床上坐起身。大哥突然疼得不行，请大夫给他好好看看，一定要检查得仔细些。大夫提着药箱走进内室。云公子，其他人都出去，大夫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行。云子饶笑了笑，转身往外走去。云泽轩思索再三，还是乖乖配合，让大夫给他做了检查。姐姐，听说大哥身体不适。云子俊带着侍女匆匆而来。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大哥方才在前院还好好的，怎么刚回来就病了？姐姐又对大哥做了什么？妹妹这是空口冤枉我。大哥身为云家长子，7尺男儿，浑身的力气都用来欺负女子了，我觉得老天会狠狠惩罚他这种渣子。云子俊神色一紧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是你？云子饶和云子俊同时转头看去，大夫提着药箱走了出来。大夫，大哥怎么样了？在下医术不精，没看出云大公子有何病症，另请高明吧。医术不精，云子俊狐疑地转头看向云子饶，转身进了屋。大哥，你哪儿不舒服？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云泽轩脸上苍白无色。大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方才子饶去看落雁，我跟他起了点争执，情绪激动之下，不小心磕到了桌角。磕到了桌角，云子俊眸色微深。大哥，是故意瞒着我什么吗？云泽轩有些烦躁，方才大夫的话回响在耳边。虽然不知大公子得罪了什么人，但情况有点严重，我无能为力。云泽轩轻轻闭眼，心里恨毒了云子饶。大哥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休息一下就好。云子俊攥紧帕子，大哥是在维护云子饶吗？云子饶没理会墨香阁的事情，此时已回到静安院。他得了什么病？云子饶在旁边坐下来。
大夫说医术不精，请另请高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妹妹去了墨香阁，有她陪着大哥说话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哼，莫不是想要逃避我给他的责罚，故意装病？云子饶不置可否。母亲，我去看看落雁。落雁在你大哥那儿受了苦，这也是我的失职，没有替你看顾好他。你往后只管补偿他，需要什么跟周嬷嬷说就行。云子饶乖巧的道了声谢，起身往落雁所在的耳房走去。陈瑜正在陪着他。小姐从浣衣局回来了，以后没有人会欺负我们了，以后放宽心。落雁安静的躺在床上，两眼望着屋顶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陈瑜，云子饶从外面走进来，走到床前。落雁怎么样了？始终不发一语的落雁突然从床上起来，云子饶坐在床沿，笑看着他。这是什么眼神啊？小姐，落雁忽然嚎啕大哭。奴婢本来都不想活了，但是今天看到小姐，云子饶失笑，转头朝陈瑜使了个眼色。陈瑜低眉告退。看来我为你报仇的方式你很喜欢，但是是不是太粗暴了一些？他是云家大公子，是小姐的兄长，万一没有万一，云家子嗣又不止他一个。小姐，万一被丞相知道，如果他真的不要自己的脸面和尊严，宁愿把这种事宣扬的人尽皆知，那我不介意让他永远闭嘴，不用担心。云泽轩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只是云子饶今日如此对他，他心里必定有恨。云泽轩受伤的事到底没有声张。翌日早，云子饶早起身梳洗打扮，换上那一袭蓝色织锦长裙，坐在梳妆台前。小姐美丽绝伦，今日进了宫，一定会把其他小姐全部碾压下去。云子饶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走出静安院之际，正好遇上精心打扮的云子俊。云子俊今日穿着一身紫色长裙，头饰点缀得多，看见云子饶一袭织锦长裙在阳光下散发出熠熠光辉，云子俊眼底划过一抹嫉妒之色。姐姐这身裙子真好看，在太阳下会发光似的，一看即知价值不菲。战王送的。他不知道是战王送的吗？装什么装？云子俊勉强扬起一抹笑意，跟他一起往外走去。大哥昨晚状态看起来很差，听说他出状况的时候，姐姐就在旁边，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？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姐姐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相信？我去探望落雁时，大哥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回事，突然倒在地上惨叫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我对他做了什么。就算大哥不喜欢我，也不该如此陷害我吧？我一个弱女子能对他做什么？云子俊咬着牙，柔弱女子，谁家柔弱女子能毫不留情地把人踹下湖？谁家柔弱女子能扇自己大哥巴掌，还往他胸口猛踹？我就知道妹妹不会相信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相信。陈瑜安静地跟在云子饶身侧，主仆身后跟着宝琴和宝琪，他们其实是训练有素的暗卫。云子饶做的事情能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住他们二人的眼睛。很快走到相府大门外，一辆奢华宽阔的马车由远及近而来，马车后跟着浩浩荡荡的护卫。马车在大门外停下，上车。云子俊面上绽开一抹笑意，率先走过去，在丫鬟搀扶下上了马车。云子饶则站在庭前石阶上继续等待。莫景林见他没动，云子饶上车。走进车厢里的云子俊神色一暗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坐云家的马车进宫。姑再说一遍，上车。姐姐别跟太子殿下犟了，快上车吧。这对渣男贱女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能不能不要这么自以为是啊？云子饶，现在上车，姑可以原谅你的不敬。云子饶心头思忖，稍后进了宫，是否该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莫景林这个自大傲慢的蠢猪好好教训一顿，最好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他。不过眼下应该先解决马车的问题。云子饶正要询问管家，忽然一阵马蹄声响起，他转头看去，织锦袍服的男人如天神般降临。战王来了，太子殿下不用管我，你跟妹妹先走吧。他这是什么花痴表情？战王就那么好？云子饶，你如此明目张胆违抗姑的命令，是不是真以为姑对你无可奈何？怎么会呢？太子不是把我送去浣衣局待了3年吗？莫景林脸色一僵，表情冷得可怖。饶儿上来，本王带你进宫。你是本王的未婚妻，以后不许跟外面的男人离得太近。云子饶被他带上马，在他前面坐好。我没有主动靠近任何男子。本王知道。战王低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谁叫本王这么喜欢你呢？看到你跟男人说话都会忍不住吃醋生气。云子饶一阵恶寒，战王身后的2个护卫面面相觑，他们家王爷确实肉麻。今天是母后举办的赏花宴，皇叔也打算去凑个热闹。本王进宫跟皇上商讨战事，得知本王的小王妃今天要进宫参加宫宴，顺道接她一起走。太子觉得不妥。
当然没什么不妥。太子能来接你的未婚妻，本王自然也能来接我的未婚妻。另外，本王记得之前警告过太子，不许对自己的皇婶言语不敬，太子似乎没放在心上。云子饶尚未正式踏进战王府大门，应该还算不得正式的皇婶。太子这句话提醒我了，稍后给云丞相递个帖子，明日本王登门下聘，跟丞相商议成亲事宜，请他明日务必告假。是。莫景林脸色一变，嘴角抿成阴沉的弧度。他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了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毫不避讳地缩在一个男人怀里，把女儿家的矜持和名节置于何地？驾！莫苍兰一甩缰绳，瞬间带着云子饶疾驰而去。清明，你把王妃的丫鬟带上，宝琴、宝琪自己进宫。宝琴和宝琪跟着急掠而去。云子俊肺腑几乎被妒火焚烧殆尽。云子饶这个贱人，凭什么得到战王如此青睐维护？他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贱人。太子殿下，我们现在进宫吗？姐姐不明白太子殿下的心意，是他无福，太子殿下不必生气。莫景林听到他的声音，才忽然想起他在车厢里。方才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我知道太子殿下不是对我发脾气，我只是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惩罚，他竟敢就此记恨上了，没有一点女儿家该有的柔顺谦恭，哪里比得上俊儿识大体？云子俊听到这句话，无声地松了口气。是啊，姐姐自打从浣衣局回来，就像所有人都欠的似的。这几天大哥在她面前吃了好几次鳖，还因此被母亲说忤逆不孝。这么严重？我觉得姐姐有点邪门。她一个如弱女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在云家又是一个养女身份，还能翻出天不成？她回来第一天就把我和大哥揣进湖里，还扇了大哥好几个耳光，而且她像是练过武，力气大的不可思议。子俊，姑不会让云子饶做太子妃。云子俊一怔，不解地抬头看着他。太子殿下，姑喜欢的人是你，做太子妃的人也只会是你，所以你不必把云子饶说的那么夸张。太子殿下不相信我。莫景林听到这句话，莫名感到烦躁，是因为3年前云子饶也问过他这个问题。太子不信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欺负他，为什么连你也不信我？不是我不信你，而是云子饶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我比你了解他。他真的了解他吗？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行了，稍后进宫，在某后面前好好表现。敏锐地察觉到他的不耐，云子俊心头慌乱骤然袭来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太子殿下，姐姐她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别再说了，你可以说她骄纵任性，说她不懂事儿，说她不讨喜，我都相信，但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，哪来的暴力行为？云子俊闭了嘴，脸色苍白。莫景林越发烦躁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烦躁谁。莫苍兰带着云子饶抵达宫门，是河朝上下唯一一个可以在宫里纵马的王爷。饶儿跟浣衣局的饶儿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？臣女不明白王爷的意思。没人比你更明白本王的意思。云子饶沉默不发一语。本王喜欢带着利爪的猫，眼下来说，你只是一只带有利爪的猫，还远远没有成为老虎。周遭太多大型猛兽虎视眈眈，不过有本王在，你的利爪可以肆无忌惮地挥向任何一个人。云子饶还是没说话。前面内门处已经聚集了几个官家贵女。本王不勉强你，宝琴和宝琪都是久经训练的暗卫，有他们在，你任何时候都不必忍受刁难你的人。王爷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本王是个肤浅的男人，饶儿长得好看，说是皇城第一美人也不为过。男人好色还需要理由吗？云子饶知道这不是真心话。莫苍兰停下马，抱着他一跃而下。你自己进去吧，宝琴和宝琪跟在你身后，你不用担心有人会对你不利。多谢王爷。你还是个小姑娘，不必对自己要求太高。莫苍兰翻身上马，转身离开。宝琴和宝琪脚程很快，这会儿已经追上云子饶。宫门处有嬷嬷和宫女在守着，负责将今日进宫的贵女们引至宫宴所在的御花园。院子里百花盛开，穿着明媚裙装的贵女们已经到了。云子饶府一进来就引起了众女的注意。这个女人是谁？一个浣衣局出来的贱婢，竟然也能来参加皇后娘娘举办的赏花宴。云子饶抬头朝着声音来源处看去，见到一个身着深绿色对襟羽纱长裙的女子。云子饶本来没打算跟人起冲突的，但既然莫苍兰说谁都不避审，他自然就不客气了。
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响起，惊得周遭一静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对芳华郡主动手，活腻味了！简直胆大包天！被打的美艳女子正是芳华郡主。你这个贱婢，敢打我！郡主身份尊贵，奴婢本没资格教训，可今日奴婢奉战王之命保护云大姑娘，不许任何人对她无礼，所以只能冒犯了。你放屁！皇叔跟云子瑶非亲非故，怎么会派人保护这个洗衣婢？你这个贱婢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她拖出去乱棍打死！他身边的2个婢女闻言就要动手。我是战王府护卫，谁敢动一下试试？长廊上众女围了过来，一个个狐疑地看着宝琪手里的令牌。护卫？战王府什么时候有了女护卫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打了本郡主就是以下犯上，罪该万死！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！郡主息怒。围观的一名女子赶紧走过来。若她真是战王府护卫，她是战王府护卫，就有权打我？是郡主出言不逊在先，她在浣衣局洗了3年衣服，本郡主骂她是个洗衣婢，难道骂错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哼，你们都过来说说。云子绕当年不知羞耻，天天缠着太子不放，丞相府真嫡女回来之后，被他一而再再而三欺负，所以太子才下令将她送去浣衣局，让她学乖一点。这是不是事实？云子饶在浣衣局做了3年洗衣婢，这是不是事实？我骂她一句贱婢，有错吗？众人闻言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云子饶脸上。云子饶脸眸不发一语，像是被吓到了似的。不管有错没错，郡主出言不逊就是该打。我奉王爷之命保护云大姑娘，就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。不但如此，我家王爷已经去丞相府提过亲，云姑娘即将成为战王妃。若日后还有谁想要欺负我们姑娘，请掂量掂量是否惹得起战王府。此言一出，在场之人纷纷变色，简直一派胡言！哼，皇叔是什么人？齐国天皇贵胄，位高权重，手握40万兵马大权，战神之名天下皆知。皇城哪个官家女儿不想嫁给他？他会看上一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？哼，真是笑话！云姑娘之前不是喜欢太子吗？这么快又攀上战王，是因为在相府受到冷落，其余攀一个高枝？云子饶转头看向说话的女子，是武阳侯之女宁妙婵，也是齐国战王莫苍兰的头号爱慕者。云子饶脸眸无声啧了一声。原书中大多剧情都在描写原女主所受的委屈，而对于莫苍兰和宁妙婵的笔墨少之又少。战王去相府提亲一事，我事先并不知情。云姑娘的意思是，战王放着满京城的世家贵女不要，唯独看上你这个在浣衣局洗了3年衣服的假千金。战王是常年在外，身边没个趁手的洗衣婢，所以才看上你了吗？这句话一出，周遭爆出轰然大笑。就是战王爷是缺个洗衣婢还是缺个洗脚婢呀？你们别说，像云姑娘这样难得一见的美人，放在身边做个洗脚婢也挺养眼的，你们说呢？确实养眼。战王爷是齐国战神，战功赫赫，人又长得好看，就算给他做个洗脚婢，我也是愿意的。贵女们的嘲笑瞬间僵在脸上。战王那样的男子，难道不值得女子为他洗脚吗？众女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，只能讪讪对视。云子饶刚抵达御花园，就听到这句话的莫景林疾步而来。你就这么贱吗？为了嫁给战王，不惜自贬为洗脚婢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莫景林没理会其他人，一双眼紧紧落在云子饶脸上。你记恨过，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过，不惜自降身份，想给战王做洗脚婢。云子饶眉头微皱，垂眸不语。你知不知道洗脚婢的身份有多低贱？连通房侍妾都不如，更别提3媒6品风光大举。莫景林抓着他的手。云子饶，你就这么怨恨过？怨恨到不惜作践自己？请太子殿下自重。滚开！请太子殿下放开云姑娘。作践的人明明是太子殿下，若不是太子把我送去浣衣局，我今日怎么会面对这些？他们一口一个洗衣婢来羞辱我，不都是拜太子殿下所赐？你这是在控诉过？姐姐，你误会太子殿下了。云子俊上前一步，紧紧抓着云子饶的手。太子殿下心里是有你的，他亲口跟我说过，等我们成亲之后会留一个侧妃的位子给你。虽然你是云家养女，但太子殿下跟姐姐多年感情，绝对不会舍弃姐姐。还望姐姐明白太子殿下的一片苦心，不要再误会他了。误会什么？当年下令把我送去浣衣局的人，难道不是太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云子饶，你别太过分。今日这些人之所以羞辱我，难道不是因为我去过浣衣局？是啊，太子，你快跟姐姐说一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妹妹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摒弃前嫌，忘记在浣衣局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，欢欢喜喜嫁给太子殿下做妾，然后
还要感恩戴德，谢谢太子殿下对我所做的一切。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妹妹明明跟我说过，就算我嫁给太子做妾，也永远不会得到太子殿下的宠爱，因为太子殿下心里不是有我，就不会忍心把我送去那种地方。哪个世家小姐会被送去浣衣局做奴婢？我是京城独一份，所以我相信妹妹说的是真的。太子殿下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我又何必自取其辱呢？莫景林一震，不由自主地看向云子俊。我没这么说过。姐姐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何况我也不想跟妹妹抢一个夫君。我知道妹妹喜欢太子殿下，所以不会跟你抢。他们说的对，我是鸠占鹊巢，我已经享受14年不属于自己的富贵，怎么还能抢妹妹的夫君？所以我宁愿去做战王的洗脚婢，也不想嫁给太子做侧妃，还望妹妹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云子俊脸色苍白，他不知道该反驳哪一句。太子殿下，云子饶的侍女方才当众掌掴我，以下犯上，大逆不道，求太子将她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侍女就是这个贱婢，是芳华郡主对云姑娘出言不逊在先，我家王爷有令，任何人敢对大姑娘无礼，我都可以动手。莫景林脸色一沉，他认出了宝琴和宝琪，就是战王那天去相府提亲时留给云子饶的2个侍女。如果不是你先对子饶无礼，宝琴也不会打你。太子殿下，够了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许谁再用洗衣婢之类的称呼羞辱云子饶，否则绝不轻饶。本郡主这一巴掌就白挨了吗？莫景林眉头微皱，他看向云子饶。宝琴作为奴婢，长乖郡主是以下犯上，虽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子饶，你让他自扇20个耳光，全当是给芳华郡主赔罪。宝琴是战王府的人，我无权这么要求他。宝琴和宝琪沉默站在一旁。他长乖芳华郡主是因为你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这么做。若太子殿下坚持让我给芳华郡主赔罪，不如把我拖出去乱棍打死得了。云子饶，当众违抗太子殿下的命令，云子饶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看来有些人已经以战王妃自居了，所以才不把太子放在眼里。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宝琴给芳华郡主赔罪。云子饶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攥成拳，好想一拳把他送到西天去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，战王爷到。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战王爷。一身龙袍的皇帝和雍容华贵的皇后相携而来。今日皇后设下赏花宴，邀请诸位进宫来热闹热闹。你们不去园子里逛逛，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贵女们低着头，谁也不敢吭声。当今皇帝排行第2，战王爷排行第9，两人相差17岁。禀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芳华郡主走出几步，侄女被一个婢女打了，求皇上和皇后娘娘为我做主。婢女打你？皇后眉头一皱，像是不可思议。哪个贱婢如此胆大包天，竟然连郡主都敢打？宝琴不发一语地走出来，跪下请罪。奴婢该死！是你打了郡主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皇后不先问问她为何打了芳华郡主？宁妙婵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奴婢打主子就是大逆不道，理该被乱棍打死。她是本王府上的人。战王爷说什么？皇帝的婢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弄清楚此处发生了何事。宝琴，你为何掌掴芳华郡主？芳华郡主心头一沉，不自觉地退后一步。因为芳华郡主当众辱骂云姑娘，说她是浣衣局出来的贱婢。我没有，你胡说八道！这个奴婢胡乱诬陷我，在场之人都听到了。芳华郡主辱骂姑娘是洗衣婢、贱婢，奴婢才打了她。芳华郡主骂的是哪位云姑娘？丞相府大姑娘云子饶。芳华郡主辱骂的是臣女，宝琴是为了替臣女出气，所以才冲动掌掴芳华郡主，请皇上原谅她的鲁莽和冒犯，臣女愿代为受罚。皇后眯眼，心头忽然浮现一阵怪异之感。云子饶确实是从浣衣局出来的洗衣婢，我这是骂她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但这个婢女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，是真正的以下犯上，求皇伯父立刻发落她。你说的是丞相府大姑娘，那个被弄错了身份的相府嫡女？现在是相府养女。你既然是丞相府女儿，为何会去浣衣局？父皇，皇上，臣弟刚从边关回来，就听说丞相府嫡女被送去浣衣局，被人搓磨了3年，也是前几天刚刚被放
讲出来。崇武帝诡异地沉默着，几乎以为自己听到了天方夜谭。堂堂高官之女，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，为何会被送去浣衣局那种地方，还待了长达3年？这是谁的决定？把云丞相给朕叫过来。莫景林脸色微白，不自觉地攥紧双手。皇上，不怪父亲，是臣女惹了太子殿下不悦，太子才把臣女送去浣衣局接受惩罚，是臣女活该。你说什么？臣女不该惹怒太子，是臣女该死。莫景林抬头看向云子饶，眼神阴沉森然。云子饶，你的意思是太子把你送去浣衣局？云姑娘在浣衣局受了3年苦楚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。皇上您看，手腕上这些伤只是冰山一角。云姑娘回府当天，云夫人就给她请了大夫，大夫说云姑娘身体孱弱，营养不良，外伤感染，肺腑内伤也很严重，若不好好调理，根本没几日可活了。奴婢看着云姑娘一身的伤，本来就心疼不已，近日听到芳华郡主辱骂姑娘贱婢，一时愤怒至极，才忍不住对她动了手，求皇上责罚。奴婢不后悔自己的行为，只恨不能替姑娘承受了这些痛苦和屈辱。云子饶没说话，只是柔柔弱弱地站着。太子，是你把云家女儿送去了浣衣局？莫景林唇角抿紧，不发一语地跪下。说话，是不是你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云家女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，以至于你要把她送去那种地方？崇武帝一脚将他踹倒在地。身为一国储君，你就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对待一个喜欢你的女子，对待朝臣之女？求皇上息怒。儿臣知错。听说这3年里，浣衣局的掌事嬷嬷把云姑娘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像是跟云姑娘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倒是让我不明白了，到底是谁给了一个低贱嬷嬷这么大的权柄，就让她毫无顾忌地糟践着一品官员家中女儿，连百官之首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，想来朝中其他官员更是无能为力了吧？不知下一次是哪个朝臣女儿被无端发配去了教坊司、青楼，或者冲入军中做军妓。宁妙婵表情正然，无法确定她是在替云子饶出气，还是单纯的看不惯一个柔弱女子被人欺负。芳华说的没错，云子饶确实做了3年洗衣婢，如果你想去，本王可以把你也送进去待几年。皇叔，我是郡主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？那你觉得云子饶犯了什么错，要被发配到浣衣局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是不是证明他是无过错之人？你羞辱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只是为了满足你居高临下的癖好，还是你认为太子做的都是对的，想变相做太子的帮凶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战王爷，太子他并不是。本王若是想把你发配充军，是不是也不需要理由？莫苍兰没有理会皇后，径自看着芳华郡主。到时候你清白不保，名节俱损，整个皇城上下都看你笑话，这种百口莫辩的滋味，你是不是也体会一下？皇叔，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应该跟云子饶认错。云姑娘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对你出言不逊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的口不择言。云子饶没说话，请皇上下旨，把浣衣局的张嬷嬷叫过来，问问她这3年里对云子饶做过什么，又是谁吩咐她如此虐待重臣之女？此言一出，跪在不远处的云子俊脸色刷白。李德春，把浣衣局的张嬷嬷叫过来。气氛僵滞摄人，等待的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。除了太子和芳华郡主，其他人可以先起来了，不必跪在地上。贵女们谢恩，低眉垂眼，起身站在一旁。崇武帝走到花厅里坐下来。苍兰，你来一下。莫苍兰转身走进花厅。臣今日还有个请求，有备而来。皇上圣明，臣想求娶云家养女云子饶，原本打算明日去丞相府下聘，顺便跟丞相府商议一下成亲的日子。不过眼下既然说到了这儿，索性请皇上为我赐个婚得了。父皇，云子饶是儿臣的未婚妻。据我所知，早在3年前送云子饶去浣衣局之后，太子就跟丞相府商定更改了太子妃的人选，云子俊才是你的未婚妻。就算如此，云子饶曾经也是我的未婚妻。皇叔公然跟自己的侄子抢人吗？云子俊怔怔望着他。
太子，一颗心仿佛坠入冰窖。他这是为云子饶争风吃醋吗？你们之间连个名分都没有，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尽惹人笑话。崇武帝无声冷笑，从方才太子的反应来说，他分明对云子饶从未死心。苍兰，你何时看上了云家女子？倒也算不得看上，只是觉得云子饶如此处境怪尴尬的，在家里爹不疼娘不爱，只因为所谓的脾气骄纵，就被曾经信任的未婚夫扔去浣衣局搓磨。臣有心不忍，想着自己也到了成亲的年纪，索性就把她娶了得了。他这个解释着实太过随意。云家子饶，你进来。云子饶抬脚走进花厅，俯身行礼。你是否愿意嫁给战王？能得战王厚爱是臣女的福分，臣女就算给战王做个洗脚婢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洗脚婢？谁说让你做个洗脚婢？宝琴匆匆走进花厅跪下。方才芳华郡主几人羞辱云姑娘时，奴婢和宝琪告诉他们，王爷已经去丞相府提过亲。芳华郡主说，王爷天皇贵胄，看不上云姑娘这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武阳侯府宁姑娘则问王爷，是不是缺个洗衣婢或者洗脚婢，所以才看上了云姑娘。云姑娘答说，就算做个洗脚婢，也愿意嫁给王爷。恰巧这句话被太子殿下听到了，太子殿下愤怒之下，怒骂云姑娘自甘下贱。在场的贵女也吓得够呛，咚咚咚又跪下去一大片。芳华和宁家女回去面壁思过半个月，朕会派教养嬷嬷去端清王府和武阳侯府，好好教你们身为郡主贵女的规矩和言行教养。其他人不管是参与的还是没有参与的，今日出宫之后自己想办法去丞相府跟云姑娘赔罪。众女低着头，没人敢辩解一句。皇后面色阴晴不定。皇上，张嬷嬷来了。老奴参见皇上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把这个老刁奴拉过去，乱棍打死。两名御林军上前拖着张嬷嬷走到一旁。皇上，老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云子俊面色惨白，低头站在芳华郡主身后。张嬷嬷杀猪般的嚎叫，让在场女子齐害得脸色发白。相府大小姐云子饶待在浣衣局3年，张嬷嬷没少折磨她吧？老奴只是老奴是按规矩，老奴冤枉啊！既然如此，就直接打死吧。战王爷饶命！战王爷饶命啊！老奴说是云家二小姐。莫苍兰抬手示意御林军停下。是云二小姐，她前后给了老奴200两银子，再三叮嘱老奴要好好招待云大小姐。云子俊双腿一软，直接跌跪在地。还有吗？太子殿下来过浣衣局几次，看见老奴管教云姑娘，没有开口阻止。老奴以为太子殿下是默许的。莫景林跪在地上不发一语。杖毙！战王爷饶命啊！老奴都是奉命行事。在一阵越发凄厉痛苦的惨叫之中，张嬷嬷睁大眼，终于慢慢断了气。事情已经很明了，皇上做主处置即可。臣只求一道赐婚圣旨，既然你一心求娶，朕自然答应。云家长女云子饶听旨，朕把你赐婚给战王爷为正妻，择吉日举办成婚大礼，你是否愿意？你方才回答过了，愿意。是，臣女愿意。臣先告退，往后云子饶就是本王的未婚妻，谁若羞辱欺负她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挽着他的手告退离开。云子饶沉默地跟着他一起离开，不是莫景林投来的愤怒眼神，不是皇后阴沉肃杀的目光，不是宁妙婵投来的嫉妒和不甘，一步步走出御花园，远离是非。是臣妾对太子教导无方，以至于他对云家女做出不该做的事情，臣妾失职，请皇上责罚。崇武帝坐在桌前，看着御花园里跪了一地的贵女。丞相之女被送去浣衣局3年，朕却一无所知。这件事涉及到太子，涉及到丞相，可朕却能被蒙在鼓里3年。皇后，这是不是说，只要太子不想让朕知道的事情，丞相定会配合他一起瞒着朕？皇后脸色刷白。皇上，太子从没有欺瞒君父的想法，他只是在儿女私情上太过糟糕，自以为是，以至于做出伤害云家女儿之事。或许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，所以才不敢告诉皇上。他有错，臣妾不敢为他辩护，
他绝没有故意欺君的胆量，求皇上明察。崇武帝站起身，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没有怜悯宽容之心，雄伟有失君子之道。即日起，每日到崇明殿受30斥责，俸禄减半，罚去的银子补偿给云家长女。皇上，太子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受得住每日斥责？云家一个娇弱的女儿都受得住3年搓磨，他一个男人为何受不住？他把人家女儿罚去换衣局时，有想过别人能不能守得住吗？景林已经知道错了，求皇上饶了他。皇上，求您饶了他吧。云家嫡女云子俊心思阴暗恶毒，没有良善之心，不配做太子妃。这桩婚事朕不同意。云子俊身子一软，脸色煞白。其余女子芳华和宁家女的惩罚，朕说得很清楚，应该无需再重复。其余人该赔罪赔罪，再有下一次，你们不会想知道后果。丢下这番话，他冷冷拂袖而去。皇上，求皇上从轻发落太子。崇武帝头也不回地离开，望着崇武帝远去的身影，眼神里渐渐流露出阴冷愤怒之色。云子饶，你真该死！一个小小养女受了点委屈，竟然就敢心生怨恨，报复太子。真以为你能顺顺利利嫁给战王？做梦！太子殿下起来吧，慢些。莫景林他正要转头看向云子俊，皇上命卑职过来提醒太子殿下，半个时辰以后，请太子殿下更换一身轻便衣服，去崇明殿受责。说罢很快行礼告退。皇后脸色难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些她邀请进宫的贵女。都回去吧。众人无声松了口气。臣女告退。云子俊跪在地上没动，等众女都走了，他才缓缓抬头看向莫景林。他一步步走到莫景林身边。我没去过浣衣局，也不认识那个嬷嬷，我不知道他为何冤枉我，我真的没做过，求太子殿下信我。殿下。皇后平静地看着他。我信你。云子俊一震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他知道云子俊去过浣衣局，他也知道云子俊并不像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柔弱无害，可他需要云丞相的帮助。你先回去，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一切。云子俊听到这句话，他朝皇后和太子行礼，然后1步3回头地离开御花园。皇上既然不同意这桩婚事，景林，你就别在他身上多费功夫了。母子2人转身往凤仪宫方向走去。丞相战时还需要笼络着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所以对云子俊不能太冷淡，至少不能让他有机会嫁给别的皇子。母后不如替儿臣物色一下，朝中哪位武将可以收拢，儿臣可以把太子妃的位置留着。你能这么冷静地顾全大局，着实出乎本宫意料。儿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权力面前，感情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调剂品。他必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筹码，这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莫苍兰和云子饶离开御花园，步行走向宫门处。皇上命太子每日去崇明殿接受斥责30，并且皇上直言，恶毒之女不能成为太子妃，他不同意太子和云子俊的婚事。云子饶面上不动声色，心头却惊于皇帝的心狠。两人沉默地走出宫门，宫门外停着一辆奢华的马车。我送你回府。待坐进车厢里，皇上是太过信任王爷，还是过于忌惮王爷？你认为呢？臣女只是一介柔弱女子，不敢擅自臆测君心。莫苍兰低低一笑，没有戳破他的伪装。那瑶儿对皇上的处置结果还满意吗？勉强满意，但远远不够。马车慢悠悠抵达相府大门外。没能亲自报复莫景林，觉得遗憾？莫苍兰像是看出了他的想法。你现在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保，过早暴露锋芒对你不利，扮猪吃老虎挺好。云子饶回神，当作没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。多谢王爷送我回来，我先进去了。莫苍兰没说话，只是饶有兴味地盯着他转换自如的演技。云子饶下了马车。宝琴和宝器今天表现不错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可以让清明传达。谢主子。然后转身跟上云子饶，跨进相府大门。云子饶面上流露出几分焦灼之色，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往内院而去。静安院里，云夫人望着香炉里燃起的火焰，眼神明明灭灭。云子饶跨进房门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母亲，
母亲，怎么回事？子饶不是进宫参加赏花宴了吗？为何会哭着回来？回禀夫人，小姐今天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们刚到御花园，那些管家女子就羞辱小姐。芳华郡主骂小姐是个洗衣婢，是宝琴和宝琪姑娘护着小姐，跟芳华郡主争执了几句。正剑拔弩张时，太子殿下来了，说小姐自甘下贱，场面一度紧张。再然后，皇上、皇后娘娘和战王爷驾到，战王爷威风凛凛，一来就为大小姐撑腰，训斥了芳菲郡主，还让人把浣衣局的张嬷嬷带了过来。张嬷嬷就是那个天天打骂小姐，还不给小姐饭吃的浣衣局长室嬷嬷。战王爷下令杖责，逼问他为何要虐待大小姐。那个张嬷嬷一开始还咬死不承认，后来疼得受不了，才招出了背后主使之人。夫人一定想不到张嬷嬷说了什么，她说是云家二小姐给了她200两银子，命她好好虐待大小姐，不许让大小姐好过。这句话一出，在场之人都惊呆了。你说什么？陈瑜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奴婢只挑了重点，还有很多细节没说呢。母亲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皇上当着皇后、太子和众多贵女的面说妹妹是恶毒女子，不配做太子妃，他不同意这门婚事。母亲，该怎么办呀？皇上会不会赐死妹妹？会不会认为父亲和母亲教女无方，以此来迁怒相佛？饶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这些？就在云子饶回来之前的半个时辰里，他收到了娘家嫂子派人送来的信，但几乎可以确定云丞相境外面养着一个外室，至少已有10年之久。先回屋坐下，然后再慢慢说。云子饶轻轻点头，跟他一起进屋。我知道你在宫里肯定没吃什么东西，先吃点垫垫肚子。云子饶坐在桌前，眼泪毫无预警地滚落下来。饶儿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母亲，我没想到妹妹这么容不下我，我从未想过要跟她争什么。今天战王在皇上面前求一道圣旨，说要娶我，皇上已经同意了，我什么都不跟他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你不嫁给太子才是幸运的，他不是良人，不嫁了才好。好一会儿，云子饶擦干眼泪。刚听完张嬷嬷说的话之后，我其实很震惊，甚至不愿意相信张嬷嬷说的是真的。但张嬷嬷当着皇上和皇后娘娘的面亲口承认，容不得我不信。我最痛心的是妹妹没有反驳，她默认了这一切。都过去了，子饶，子俊跟你注定不是亲姐妹，你不必奢望她对你有多少姐妹亲情。我知道，我只是……母亲，我没事，母亲不用担心。说着，他低头开始吃起燕窝羹，心里却想着，皇上会不会把父亲叫过去训斥一顿？就算不训斥他，丞相在朝中当值也会很快知道这件事。今晚回来之后，家里有的热闹了。下人过来禀报说二小姐回来了，现在正在大门外，是太子殿下亲自送回来的。让他到静安院来。周嬷嬷领命而去，走到前院，正好见到云子俊进门。二小姐，夫人让你去静安院。我知道了，我先回去换个衣服，请周嬷嬷禀报母亲一声，夫人让二小姐现在就过去。好。跟着周嬷嬷一起抵达静安院，跨进门槛，母亲跪下。云子俊脸色一白，母亲跪下，我有话问你。云子俊咬着唇瓣，心里已认定是云子饶告状所致，那个卑鄙无耻的贱人终于让他抓到自己的把柄。云子俊垂眸跪了下来，女儿知道母亲生气什么，可我是冤枉的。那个张嬷嬷不知受了谁的指使，一口咬定是我唆使，不管母亲信不信，我都要说，我从没有唆使谁虐待姐姐，我不是那么恶毒的女子。周嬷嬷，拿藤条。周嬷嬷应是，转身命人取了藤条过来。母亲要打我。云夫人没说话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宝琴和宝琪站在门外，左右各一个。陈瑜低眉垂眼站在云子饶身侧。张嬷嬷指认你唆使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辩解？我没。母亲，我冤枉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冤枉？你既然觉得自己冤枉，为何不在皇上和皇后面前喊冤？你知不知道皇上一句恶毒之女给相府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你毁掉的是相府的名声。云子俊一定是外室之女，她是云康背叛我的罪孽，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儿。真正鸠占鹊巢的人是云子俊，妄图以假乱真的是云子俊，自私狭隘冷酷歹毒的人更是云子俊。他从来到云家之后就处处刁难子饶，让子饶遭了很多不该遭的罪，他才是那个该死之人。藤条如风，直打得云子俊惨叫连连。母
亲，我冤枉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冤枉，母亲饶了我吧，女儿冤枉啊！云夫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走到椅子上坐下来。不管浣衣局的嬷嬷为何攀咬你，今日皇上和皇后都在，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？那么好的机会，你跟哑巴似的，现在来喊冤了。张王爷用刑拷问张嬷嬷，当着那么多贵女的面，就对张嬷嬷实施杖责。我被吓到了，张嬷嬷被用刑之后突然咬出是我，母亲，我真的吓呆了，根本没有时间反应。张王爷很快下令将张嬷嬷杖毙，女儿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喊冤，张嬷嬷就断了气，死无对证。母亲，女儿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解。云夫人盯着她哭泣时的眉眼，怎么看都看不出她有哪一点点像自己的女儿。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冤枉，既然张嬷嬷亲口指控了你，这件事就是你的错，容不得你推脱逃避。云子俊咬着唇，抬头望着云子饶，都是这个贱人，若不是他，自己怎么会被人当众指认是凶手？怎么会担下恶毒之名？又怎么会被皇上当众宣布取消婚约？云子饶一定是故意的，这一切都是贱人的阴谋诡计。女儿虽百口莫辩，可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心甘情愿接受母亲责罚，只求母亲息怒，我要气坏了身子。俊儿，如果张嬷嬷说的都是真的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虽然才回到云家3年，可这3年我们对你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父亲每天忙于朝务，不常在家，我这个母亲带着你出去见世面，让优秀的世家公子贵女都认识你。你大哥对你视若珍宝，生怕你在云家里没有安全感，不惜一次次委屈子饶。母亲，我真的没有，真的不是我。不管是不是你，这件事云家必须有个态度。你父亲身居相位，百官之首，皇城多少人盯着他，云家家风不能因你而蒙羞。周嬷嬷，把2小姐带去祠堂跪着，等晚上相爷回来再说。是，以女儿惹下的祸事，女儿愿意承担，只愿女儿胆小懦弱，没能及时为自己辩解。母亲消消气，女儿这就去祠堂反省。云夫人盯着她的背影，一时心乱如麻。母亲，3年前把我送去浣衣局一事是太子一人决定，皇上今天才知情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皇上极为震怒，下令太子每日去崇明殿受30吃责。30吃责，每天？皇上还真是狠得下心呢。他是一国储君，威望和名声皆不能有损。皇上这样罚他，满朝文武只怕会抗议。云子饶没说话。满朝文武会不会抗议，暂时还不知道，但我那个对太子忠心耿耿的父亲肯定会抗议的。傍晚时分，云丞相阴沉着脸回来，一回来就命人把云子饶叫去书房。云夫人陪着云子饶一起去的。逆女，你给我跪下！云夫人瞳眸骤缩。父亲，我做错了什么，以至于父亲要发这么大的怒火？你还敢问？你们出去。战王爷命我们保护好王妃，但王妃也是丞相的女儿，所以我们尊重相爷，但相爷若还是对王妃动粗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说罢微微颔首，然后转身走了出去。相爷看来是打算把饶儿砸死。你知不知道他闯了什么祸？相爷不说，我怎么会知道他闯了什么祸？云子饶，我问你，今天战王逼供张嬷嬷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父亲说笑了，女儿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既能指使战王做事？那你为什么不替你妹妹辩解？父亲的意思是，妹妹指使张嬷嬷虐打我3年，我还要宽容大度地为她解释。你们是姐妹，既然是姐妹，她为什么对我那么狠毒？云子饶，你放肆！父亲心里只有妹妹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女儿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妹妹是亲生的，我不是，所以我不奢望父亲对我跟对妹妹一样。但就算是对待一个陌生人，他做出这般狠毒的事情，也没有道理强迫受害人原谅他，除非父亲动用私权，逼迫受害人原谅。云丞相被他说得恼羞成怒，同时又有些心虚。云子饶，今天在御花园里，我被那么多人羞辱，他们都骂我是浣衣局出来的洗衣婢。可3年前我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太子滥用职权，我就要承受莫名的羞辱。父亲，是战王看到我孤立无援，才把浣衣局的掌事嬷嬷叫来逼问。说到这个，女儿不由想起自己在浣衣局的3年，受了那么多磨难，父亲却从未想过要为我讨回一个公道，反而是战王这个毫不相干
干的王爷愿意为我伸冤抱不平。浣衣局长沈嬷嬷供出妹妹的那一瞬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不敢相信自己3年所受的苦难居然是他受益所致。父亲不去责问妹妹，反而怪我。皇上3年来被蒙在鼓里，他问太子我犯了何错，为何要把一个重臣之女送去浣衣局？太子答不出来，皇上都觉得这件事荒唐，可父亲当年却什么都没有说，眼睁睁看着我去受苦，3年不闻不问。如今有人为我打抱不平，父亲就觉得是我错了。父亲为何不去问问妹妹，他为何要这么对我？我跟他何仇何怨，他要如此报复我？云丞相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你不能相信浣衣局嬷嬷的一面之词，这是有人故意挑拨，想从内部离间你们姐妹的关系。是不是一面之词，子饶如何分辨？相爷若想让子饶相信子俊无辜，应该亲自去查一个真相，让子饶相信子俊确实无辜。子饶只是一个柔弱女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他还打算让子饶为云子俊翻供不成？你是子俊的母亲，难道还不相信子俊的为人？书房里静默良久，云丞相缓缓在椅子上落座。子俊应该不会这么对你，常嬷嬷的一面之词不可信，我会查清此事的真相，但在此之前，为父还是希望你能暂时放下成见。云子饶没说话。太子殿下被皇上责罚一事，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这件事固然是皇上为了表示善待朝臣之女，体现君王的严明公正，但太子毕竟是太子，尊严不能折损。云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开口维护云子俊，闭口担忧太子，从始至终就没有关心过子饶一句。责罚太子的命令是皇上下的，我又能做什么？你可以去跟战王求情，听说皇上已经为你跟战王赐了婚，你去他面前说几句好话，让他放太子一马。战王只是个王爷，还能决定太子受罚与否吗？皇上对战王倚重得很，只要战王开口，皇上多半会给战王这个面子。太子让饶儿平白受了3年苦，饶儿还要去给他求情，走遍天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他是太子，君臣尊卑别忘了，他就算有错，身为臣女也不能记恨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。云夫人气得脸色铁青，有心反驳，又担心隔墙有耳。母亲息怒，父亲说的对，身为相府之女，我应该以大局为重。饶儿，母亲别担心，只是去战王面前替太子求个情罢了，又不会少了一块肉。你愿意去找战王？愿意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云家子女的教养一直由母亲负责，我希望父亲不要插手。从小我就是母亲教导着长大的，妹妹既然回到云家，理该由母亲全权教导。她若犯错，母亲应该有责罚她的权利。你罚了子俊，他捅下这么大的篓子，让皇上当众指责他恶毒，不罚他如何跟皇上交代？相爷在朝为官，虽算不得权倾朝野，却也是文臣之首，多少人盯着你。今日宫里之事一出，幸灾乐祸等着看云家笑话之人不在少数。我若不给他一点责罚，只怕皇上还以为相府不服呢。太子都受了罚，相府女儿没道理轻飘飘接过，否则皇上和皇后娘娘那儿没法交代。父亲不用担心，虽然我不会跟妹妹记仇，但皇上金口玉言，确实给妹妹定了罪，宫中没有其他责罚。回来之后，母亲定然是要有所表现的，否则让皇上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岂不是更确定云家教女无方？云丞相看着云子饶，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他只觉得子饶有些不一样了。教导女儿确实是嫡母的责任，我不会插手。你明天一早就去找战王，不可拖延，否则太子会吃更多的苦头。云子饶很干脆地答应下来，回到静安院。你父亲真是越活越糊涂了，明明是你受了委屈，还要去给罪魁祸首求情。外人都羡慕相府女儿尊贵，可他这些年给了你什么？一次次让你受委屈，从来不为你撑腰。母亲，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，这些年却在云家享受了不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受些委屈也是应该的。如果是你父亲弄错了呢？母亲，如果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那他这个做父亲的是不是失败透顶？云子饶垂眸沉默良久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个，你明天真的要去找战王求情。母亲不用担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云夫人点了点头，脸色却并不好看。翌日一早，天还没亮就乘马车去了战王府。下马车之后，他直接在大门外跪了下来。臣女求王爷开恩，去皇上面前为太子殿下求个情。战王府外守卫面面相觑，个个一脸懵。随即有侍卫转身告知了管家，管家接到消息不敢耽搁，很快进去禀报自家主子。云家大小姐跪在大门外。
是王爷，是否要把云姑娘请进来？不，王爷。莫苍兰没解释太多。清明，属下在。派几个人去通知诸位苍狼军将领，就说本王今日有事在身，不便去军营，让他们到王府来议事。是。清明转身离去。侍卫传达消息的速度很快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苍兰军的将领们就一一抵达战王府。当他们翻身下马，看到跪在王府外的云子饶时，这位是？我们小姐是相府大姑娘，相爷得知太子受罚一事，命小姐来求战王爷，想让战王爷去皇上面前替太子殿下说个情。诸位将军，求你们去战王爷面前说说好话，见我们小姐一面吧。听说太子殿下昨日受罚，是因为无缘无故把云姑娘送去浣衣局，娇滴滴的一个大姑娘，在浣衣局受了3年搓磨，这跟滥用私刑有什么区别？她身为太子，没有一点担当，受罚不是理所当然吗？云丞相还好意思让受害者替太子求情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严将军说的对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子身为一国储君，应该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对女子更应该尊重。可他滥用私权，把一个无过错的朝臣之女送去浣衣局，绝不是储君该有的行径。云姑娘受了3年苦，云家没有一个人去皇上面前求过恩典，如今还来给加害者求情，真是苦了云姑娘。太子昨天才受罚，云丞相今天就让女儿来求情，真不知道他效忠的人到底是皇上还是太子。就是惩罚太子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意，云丞相这是对皇上的旨意不满吗？几人议论间，又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。陈将军来了。一个身着戎装的中年男人勒住缰绳。子饶，你跪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起来！舅舅，您去战王爷面前求求情好不好？太子殿下他一国储君，若是受责，威严何在？大臣们会怎么看？还望舅舅能够劝劝战王爷。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为他求情？云子饶面色一白，垂眸不语。算了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只能怪你父亲。我想见王爷，可是王爷一向铁面无私，应该不会答应这个要求，何况皇上亲自下旨惩罚太子，王爷怎会轻易干涉呢？陈将军，王爷确实铁面无私，但是我们几位将军可以进宫求情。子饶，要不你先回府，我们几个进宫替你求一求这个情。真的，多谢舅舅，多谢几位将军。陈将军、严将军和另外2位将军商议之后，齐齐翻身上马，往皇宫方向疾驰而去。云姑娘，在下林依晨，听闻皇上昨日已把云姑娘赐婚给王爷，云姑娘今日来为太子殿下求情，不觉得不太合适吗？是我不好，这件事我们会替云姑娘办妥，只求云姑娘别再为难王爷，早点回去吧。说罢，追着前面4位将军策马离去。云子饶抬头看去，嘴角细不可察地扬了扬，心下已猜到他们的突然到来应该跟莫苍兰脱不了关系。陈瑜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姐慢点。待坐进车厢里，嘴角扬起一抹幽冷的笑意。给太子求情，我会让太子万劫不复。马车缓缓驶离战王府，听到他离开的消息，莫苍兰才从王府大门走出来。参见王爷。刚才让你去传的几位将军怎么还没来？清明知他明知故问。回王爷，陈将军、严将军、林将军都来了，方才看见云姑娘跪在这儿，几位将军询问了原因之后，齐齐进宫去了。侍卫很快牵来他的坐骑，莫苍兰翻身上马，驾！马儿瞬间如离弦之箭般疾驰而去。陈将军几人进宫时，崇武帝正召见几个重臣在殿内议事，听到几位将军求见。陈将军，回禀皇上，是陈将军、严将军、赵将军和林将军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陈将军一行人进殿，卑职等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云丞相一见眼前这架势，心头骤生不祥之感。平身。皇上，臣要弹劾云丞相。此言一出，殿内顿时一静。不知陈将军为何要弹劾于我？皇上，卑职等人方才去战王府议事，没想到却在王府外遇见了子饶，就是云丞相的女儿。天还没亮，她竟然就在战王府大门外跪了好一会儿啊！云子饶为何要跪在战王府外？他去求见战王，请战王进宫跟皇上说情，饶过太子殿下。卑职不如文臣们读书多，却也知道皇上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。云丞相想为太子殿下求情，不敢来皇上面前说，就逼自己的女儿去战王府求情，这算什么道理？子饶3年前被罚去浣衣局，云丞相作为他的父亲，可曾为他求过太子一句？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，身子骨尚未恢复，丞相就逼他天不亮就去战王府外罚跪。你跟这个女儿有仇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让他去战王府外面罚跪？丞相大人不必否认。严将军
成跟着开口：云姑娘确实跪在战王府求见王爷，只是王爷向来铁面无私，言出必行，知道圣旨不可违，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子而改变原则，所以一直没见云姑娘。林丞相不心疼自己的女儿，我们却看不惯一个柔弱女子受到这般逼迫，不如我们几个来替太子殿下求情。云丞相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云子饶这么蠢，竟然一大早就跪在了战王府外求情，他是想闹得人尽皆知吗？皇上，臣只是觉得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不该受每日斥责，这样有损储君威仪。若云丞相真的在乎太子殿下的威仪，早在3年前就该阻止太子不正确的行为。不管子饶是相府养女还是嫡女，都不是太子殿下随意折辱的理由。丞相身为百官之首，不及时劝阻太子的错误决定，还帮着太子瞒住皇上。说小一点这叫不作为，说大一点就是助纣为虐。陈将军慎言，事情远远没到那个地步，皇上还在呢。陈将军注意自己的态度。皇上自登基以来，一直兢兢业业治国，恩威并施，赏罚分明，从不苛待功臣，以善待臣民百姓，所以何朝上下都对皇上敬仰有加，真心觉得皇上是千百年来少有的明君。可太子做的这件事，不但有损他自己的气度，更有损皇上英明，臣深感痛心，所以言辞才激烈了一些，请皇上恕罪。陈将军所言亦是臣心中所想，云姑娘或许是因为身世问题，所以不得云丞相重视，也无人庇护，在臣看来，她跟手无寸铁的百姓毫无区别，因此越发显得太子有欺负弱小的嫌疑。太子殿下凭着自己的心情想罚就罚，来日登基为帝，是否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情对任意一个没有过错的臣子、嫔妃或者百姓想杀就杀，手掌生杀大权，却凭自己心情而实行生杀之权，会让臣民时刻处在惶恐不安之中，随时担心着自己的性命安危。大臣们还如何一心辅佐皇上？只恐暴君之名远播，国家必将岌岌可危。严将军，一位大臣急急开口：你过于严重了。严将军看了他一眼：臣方才见那云家女子独自跪在战王府外，身形单薄，纤细瘦弱，心中不由生出一点怜悯，对云丞相这种父亲生出极大的愤懑，所以才激动了一些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崇武帝看着跪在殿上的几个人，面上看不出喜怒情绪。云丞相脸色难看，不自觉攥着双手。诸位爱卿，你们对此事怎么看？皇上，礼部尚书宋明山恭敬开口：虽然严将军和陈将军情绪激动，言语激烈，但他们有句话说得对，若一国之君凭着自己的心情就能随意处置朝臣之女，确实无法让人相信他会成为一个英明的君王。来日登基之后，太子会不会凭着喜好随意处置一个他看不顺眼的人？无论这个人有错与否，如此行为都大为不妥。不过为君者也不是圣人，无法做到事事公正，每日处理繁杂朝政，总会有行差踏错的时候，所以才需要臣子及时劝谏。3年前，丞相大人明知太子做错事而不劝阻，视为不忠，眼睁睁看着女儿被罚去浣衣局而不救，视为不慈。今日明知太子殿下有错而逼迫其女为其求情，更是明知故犯，有抗旨之嫌，还请皇上公正决断，以正朝纲。礼部和吏部尚书一直以来都是丞相的储备人选，从这2个位子晋升丞相的先例最多，所以注定他们跟丞相有着天然的竞争关系。崇武帝听到他的回答，眼神微沉：皇上，战王爷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身姿高大挺拔，眉目冷峻疏离，朝皇上浅浅施了一礼：你们进宫来做什么？请王爷恕罪，子饶跪求王爷替太子殿下说情。王爷铁面无情，不理会他的请求，可卑职着实见不得他一个娇弱女子跪在那里，所以才自作主张。稍后卑职愿意接受军法处置。陈将军好歹是云姑娘的舅舅，卑职就算跟云姑娘非亲非故，也心疼她一个弱女子如今的处境。卑职会忍不住的想到，若自己的女儿被人逼到这个份上，卑职就算豁出命去，也绝不会由着她被人这般欺负。严将军，子饶在家中处境如何，你一个外人如何清楚？就因为他在战王府求情，你就认定他处境不好，未免过于武断。云姑娘在家里处境好不好，我确实不清楚，毕竟她3年
前就进了浣衣局。若云丞相非要逼云姑娘求情，不如卑职等人来替电子殿下求这个情，还请云丞相回去之后别再逼迫云姑娘。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，着实左右不了皇上的决定。就是皇上责罚太子，是体现了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正。若昨日下旨，今日就收回成命，岂不是成了朝令夕改之君？云丞相是想让皇上做一个出尔反尔的皇帝吗？放肆！当着皇上的面，你们就如此吵闹叫嚣，可还有一点君臣尊卑的规矩。崇武帝不发一语地靠坐在龙椅上，一国之君的脸上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被冒犯的不悦。几位将军说得对，一国之君若凭着自己的喜好随意处置他人，如何让人相信他是一个圣明公正的君王？太子所谓大错特错，云丞相包庇，类同助纣为虐，若不罚，着实无法服众。殿内一片压抑的沉寂。云家女受了3年委屈，这件事是太子不该。太子虽受了罚，但云家女的委屈尚未得到补偿。李德春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封云家女儿云子饶为清平郡主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京郊良田100亩。奴才遵旨。崇武帝看向云丞相，丞相对太子的错处没能及时劝谏，放任他滥用私权，着罚俸半年，回府思过1月，好好筹备子饶的大婚，尽一个父亲该尽的责任。云丞相一颗心如坠冰窖，丞相1个月不在朝，就意味着属于丞相的责任和权力要下分给其他人。臣领旨，谢皇上恩典。几位将军为子饶抱不平的心情，朕能理解，但今日所言确实有几分大不敬。着罚俸半月，请战王日后加以约束。起来吧。陈将军几人领旨谢恩，对这个处置勉强满意。传太子。李德春领命离开。昨日挨了一顿打的太子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养伤。宫中太监来传旨时，这才什么时辰？父皇这么早就下朝了？是，皇上在崇明殿跟大臣们议事呢，战王和几位将军都在。战王也在。是。崇明殿里发生了什么事？陈将军、严将军、赵将军和凌将军进宫弹劾丞相大人，说丞相大人逼迫云姑娘为太子殿下求情。求情？是。听说云姑娘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跪在战王府外，求战王进宫觐见皇上，为太子殿下说情。云子饶跪在战王府外，求战王为他说情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云子饶心里还有我？云子饶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嫁给战王，只是为了欲擒故纵，想激我吃醋罢了。他真正想嫁的人还是自己。昨日在宫里大概是被吓到了，回去惶惶不安一夜，担心我受责之后不会再原谅他，所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去求战王。莫景林越想越觉得理该如此，不由生出几分冷笑。他换好衣服，很快往宫里而去。身上的伤有些疼，但不影响他行动自如。毕竟吃泽用的是薄的竹板，再加上工人们手下放水，自然不伤筋不动骨。进了宫，很快抵达崇明殿。莫景林恭敬地跪地行礼。陈将军盯着他的身体，太子殿下昨日受了责，今日还能行动自如，看起来比云姑娘利索多了。莫景林脸色一变，很快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。他方才应该装一下的，不是储君，就算身上有伤，也该维持着储君该有的风骨。难道姑要像个奄奄的病秧子一样吗？这倒不是，卑职只是觉得太子殿下的身子骨比练武之人还好，受责之后毫无受伤的迹象。臣这是夸太子殿下。莫景林脸色阴沉，陈将军到底是仗着谁的事，才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李德春，奴才在。昨日给太子上刑的几个太监，每人杖责20。是。今日当着朕和战王以及诸位将军的面，谁要是再敢对太子放水，即刻拖出去杖毙。来人，上春凳。父皇，你不服？3年前你滥用私权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别人服不服？莫景林无言以对，可心里确实不服气。他们凭什么弹劾他？在场众人都看出了莫景林的不服，却无一人为他求情。替太子求情，就等于是跟战王作对。2个太监很快搬来春凳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以后再想滥用私权的时候，好好想一想今天的教训，自然会谨慎行事。莫景林面色僵硬，在春凳上趴了下来。另外2个太监站在左右两侧，朝着太子的臀腿部位抽了下去，跟昨日放水的力道不同。
不大一会儿，莫景林额头就开始渗出冷汗，宫里到处都遍布着后宫主子们的眼线。有太监悄悄把消息送到了凤仪宫。皇后此时卧在榻上，两个宫女跪在旁边给她捶着腿。娘娘啊，皇后娘娘，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天塌了！皇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一早就被传至崇明殿，皇上下令斥责，昨天执行吃刑的几个太监因为对太子放水，全部都被杖罚20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这是铁了心要狠狠地责罚太子呀！你说什么？皇后娘娘，来人，摆驾崇明宫！皇后娘娘息怒，宫门处有御前侍卫守着，他们不会放行的。崇明殿里战王和他麾下的几位将军都在，皇上已下旨，不许任何人替太子求情。战王也在。是。他捏着手里的帕子，缓缓坐回榻上。战王这是铁了心要跟太子作对吗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给云子饶出气。云子饶，他什么时候跟战王勾搭上的？袁海，你去浣衣局问一问，云子饶那3年里跟谁来往密切，务必给我查清楚。是。袁海领命离去。只要景林不犯大错，谁也无法动摇他太子之位。至于云子饶那个扫把星，他想嫁给战王，做梦。崇明殿里一片安静，只有板子落在身上的声音清晰入耳。崇武帝沉默地坐在龙椅上，安静地看着。陈将军冷眼看着他，脸色苍白，很想问他一句：太子殿下的风骨还能继续保持吗？两个太监惶恐退下。莫景林轻轻闭眼，忍着剧痛跪倒在地。儿臣谢父皇上责。明日5更天进宫，到崇明殿跪后，跪到朕下朝，朕和诸位大臣亲自看你受责。若有人放水，放水之人跟太子一起受罚。这句话是说给战王和诸位将军听的。皇上圣明，只是太子身份尊贵，若是每日受责，伤上加伤，怕会对太子的身体造成太大的戕害，所以还请皇上定个时限，莫要罚得过重。嘴上是为了太子考虑，实则是逼皇帝定下一个具体的责罚期限，免得过几天不了了之。战王觉得罚多少天合适？半个月吧，不能再多了，否则太子的身体受不住。好，那就半个月。太子，你听见了？儿臣听到了，多谢父皇恩典，谢皇叔宽宥。云子饶跟本王求情，本王原不想搭理他。一个女子竟然敢干涉皇上的决定，就算她是本王的准王妃，此番也是越矩了。本王不会给她这个特权。不过，既然她愿意为太子求情，证明她心胸宽容，善良心软。今日看在云子饶的面子上，本王愿意为太子求这个情，无需日日受责，只半个月即可。还望太子殿下日后引以为戒，切莫再滥用职权，肆意伤害手无寸铁之人。莫景林气得肺腑生疼，他认定云子饶求情一举引起了战王不满，他这是故意报复自己。臣还有军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你们几个不得本王允许擅自进宫闹腾，立刻回军营加练2个时辰。今天午饭就别吃了。卑职遵命。几位将军跟着告退，大臣们表情微妙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几位罪魁祸首就只被加练2个时辰，外加中午不吃饭。送太子回府，安排2个太医跟着。是。4位将军跟在莫苍兰身后出宫，回到战王府，陈将军跟进了莫苍兰的书房。王爷，卑职以为子饶应该是相府的亲生女儿，云子俊的身世很可疑啊。这件事本王会派人查清楚，你不必插手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是。王爷为何想娶子饶为妾？她身上是有什么值得王爷高看的地方？她长得美，只是如此。这个还不够，本王肤浅，只看得上美色。卑职告退。清明，属下在。安排几个探子，把云丞相3年前接触过的可疑之人全部查出来，尤其是跟云子俊有关的事情。是。相府内院此时很热闹，云夫人和云子饶正忙着招待女客。芳华年纪小，不懂事，平时被我们惯坏了。昨日说了些不好听的话，还望子饶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端王妃说着，转头示意侍女盛上一个锦盒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子饶莫要嫌弃才好。哎呀，这个万万不能收，凤钗只有皇后才可以戴，子饶若是收了，就是僭越，还请容王妃拿回去吧。
皇后带的是9尾凤钗，这是7尾的，庆王妃和贵妃都可以带。等子饶嫁给战王那一天，这个正好配得上子饶的身份。芳华不懂事，回去之后，王爷已经狠狠责罚了他。这件礼物还请子饶务必收下，否则我们于心不安。夫人，长侍嬷嬷从外面走进来，相爷回来了，说是要见大小姐啊。丞相大人应该是有话要跟子饶说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就此告辞。其他几位夫人跟着起身，云夫人送他们到前院，目送着荣王妃和几位夫人离开，她才转身跟子饶一起去见丞相。端王妃送来的那只凤钗务必收好，别轻易拿出来。唉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们是不是不该收啊？芳华郡主出言不逊，端王妃替她赔罪，这是他们表达诚意的方式。说我们不收，她大概会以为我不愿意原谅芳华郡主。云夫人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子君昨夜在祠堂跪了半夜，心情不好，你最近别往他跟前凑。云家最近心情不好的不止云子俊，云泽轩亦是处在阴霾之中。云夫人抬脚跨进房门，就看见云丞相背负着双手踱着步子。逆女！相爷这是想干什么？云丞相一只手僵在半空。你干的好事闹得满朝皆知，不但太子挨了重罚，连我也遭到牵连被停职1个月，你满意了？匆匆赶来的云泽轩和云子俊刚抵达主屋，就听到这句话。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父亲为何会被停职？还没等云丞相说明原因，云子饶，你心思恶毒，一次次打伤我也就罢了，如今竟然连父亲都记恨吗？身为相府养女，从小到大父亲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荣华富贵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父亲的？我不知道大哥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什么时候记恨父亲了？你还装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怨我夺了属于你的身份，可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。父亲只是找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有什么错？你何至于？你们都闭嘴！你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弄清楚，就迫不及待地指责子饶。你们是亲眼看到他做什么了吗？母亲，云子饶根本就是个毒妇，他心狠手辣，毫无廉耻之心，他眼中没有亲人，他为了报复我们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大哥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，以至于你如此歇斯底里的恨我，像是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毒妇！他毁了他的命根子，他从未见过如此心思毒辣的女子。大哥为了赶我走，当真是煞费苦心。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可是从大哥这副咬牙切齿的语气中，却能够听出我仿佛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。罢了，等战王过来商议婚期时，我会求他把婚期提前一些，最好3天之内就大婚，这样我就可以早点离开，不必留在云家碍你们的眼了。若战王知道你是如此恶毒的一个女人，他绝对不会娶你。住口！云泽轩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相爷，我能不知道子饶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就算她不是云家嫡女，你们一个个至于都把她当成仇人吗？她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我让他去给太子求情，他直接跑到战王府跪着，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战王麾下几位将军进宫告状，不但太子被重罚，连我也受到了牵连。去战王府外跪着？战王不是要娶姐姐为妻吗？姐姐去跟他说一声，他难道不会同意姐姐的请求？我去求见战王，王府侍卫说王爷军务繁忙，不让我进去。我想到父亲的叮嘱，心里着急，只能跪求在王府外，直到王爷愿意见我为止。没想到那几位将军突然来到王府。你根本就是居心叵测，你以为即将嫁给战王以后可以无所畏惧，所以不择手段想要报复父亲和太子。因为这3年被罚去浣衣局所受的委屈，你觉得是父亲和太子的错？云泽轩，到底是子饶恶毒，还是你把他想得太恶毒？母亲，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子饶受了3年委屈是不是真的？他想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，难道不是情有可原？你不是受害者，就不该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毫无怜悯之心的指责你的妹妹。你还有一点身为兄长的样子吗？反正我做什么事情父亲都不满意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让我去做？放肆！姐姐怎么能跟父亲顶嘴？我昨晚蒙受不白之冤，回来之后被母亲责罚，还被关在祠堂跪了半夜，我都未曾跟母亲争辩，父亲只是骂了你2句，姐姐就这么顶嘴吗？什么？随即云丞相看向云夫人，你是子俊的母亲，怎么对女儿下那么狠的手？有你这么做母亲的吗？母亲管教女儿天经地义，如果相爷觉得不妥，可以给她重新找个母亲，我不介意。
母亲，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，我女儿知错，求母亲责罚。母亲，方才那番话折煞女儿了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，求母亲明鉴。云夫人看都没看他一眼。相爷觉得我没有资格管教他吗？我何曾有过这个意思，只是你下手未免太过。子饶去浣衣局3年，相爷心安理得的装聋作哑，子俊才被罚这么一次你就受不了了。虽然子俊是相爷的亲生女儿，但子饶在云家养了14年，我不信父女间一点感情都没有。相爷不必拿亲生和非亲生当借口，何况谁是亲生谁是非亲生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不能相提并论。确实不能相提并论，毕竟我管教女儿天经地义，而太子滥用私权已经得到了惩罚，可见皇上还是英明的，没有被你和太子蒙蔽。陈氏，你放肆！云泽轩看向罪魁祸首，心里清楚云子饶的表里不一已经完全把母亲蒙蔽住了。如果相爷觉得我偏心，可以给子俊另外找个母亲，我不会阻拦，或者你可以亲自带，上朝带着，出门带着，处理公务时都带着，我没资格过问，以后也不会过问。我从未说过你没资格做一个母亲，我只是想让你对子俊公平一点。我对他何时不公平了？子俊吃了3年的燕窝补品，为何都给了子饶？因为现在身体最弱的人是子饶，需要补品的人是子饶，而且那些补品都是从我自己私库里出的钱，我爱给谁给谁，谁要是不买，可以自己拿钱去买。云子俊脸色煞白，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攥紧了衣角。母亲，是我的错，还求母亲息怒，不要跟父亲争吵。你的错？我怎么敢说是你的错呢？你姐姐在浣衣局3年，你花钱买通张嬷嬷虐打她，不给她吃饭，让她每天有洗不完的衣服。如今东窗事发，我只是小小的惩罚你一顿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到你父亲面前告状。你怎么会有错？应该说都是我的错，我管不了你这样的女儿。从此以后，你别喊我母亲，我担待不起。转头拉着云子饶就得离开。陈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明天去见朝中各位御史，托他们进宫问问皇上，我惩罚自己犯了错的女儿到底对不对？百官之首的丞相大人对受了委屈的女儿不闻不问，严厉指责，反而庇护犯了错的女儿，我倒要看看诸位御史怎么看。你疯了！陈氏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母亲，万万不可！母亲息怒，不审大人罚还不行吗？受母亲以家族大局为重。圣旨到！房里微微一静，云丞相敛了敛面上表情，转身往外走去。虽然姐姐行事鲁莽一些，可那些将军不是多管闲事吗？战王既然要娶姐姐，这么点小小的请求都答应不了，还纵容手下的将军进宫高于重。战王难道不知道，他娶了姐姐之后，父亲就是他的岳父了吗？云子饶讽刺的笑笑，一家人抵达前院。丞相大人请接旨。云丞相跪下，身后云家人跟着跪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云家长女云自饶，位至兰心，谦恭忍让，特封为清平郡主，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钦此。云子俊一震，公公，你没传错吗？为什么云子饶封为郡主？云家的嫡女是我，云子饶只是个假的冒牌货，为什么皇上要封她为郡主？云夫人转头看他一眼，眼神带着警告。云姑娘说笑了，皇上的旨意怎么能传错呢？这是要掉脑袋的。说着，他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圣旨交给云子饶。皇上还有一份口谕是给相爷的。皇上说，丞相对太子之错未尽到劝谏之责，对次女云子俊疏于管教，罚俸半年，为府闭门思过。这1个月里，除了需要多操心清平郡主的大婚之外，也要加强对次女的管教，还望相爷别忘了。此言一出，云泽轩和云子俊齐齐变色。公公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辛苦不辛苦，咱家在此恭喜云姑娘啊，不，恭喜清平郡主。您跟战王爷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！战王爷有眼光。云子俊气得脸都青了。一个低贱的养女，凭什么被封为郡主？传旨太监离开之后，看来连皇上都知道我这个母亲管教不好自己的女儿，所以才命相爷好好管教。以后子俊的教导责任就交给相爷了，希望
望相爷别让皇上失望才好。他握着云子饶的手，转身离开。母亲，女儿知错了，我没有怨怪母亲的意思。母亲，子俊，虽然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可我们母女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缘分。我这3年的真心都当喂了狗，以后你有任何事，直接找你父亲负责就行。云子俊僵立原地。母亲为何会如此偏心云子饶？明明俊儿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。云子俊心头咯噔一下，突然怀疑母亲是不是知道了什么。父亲，你母亲正在气头上，说的只是气话，你不必往心里去。云子俊抿唇，轻轻点头。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女儿的？这几天忍一忍，常去你母亲面前尽尽孝。等这阵风头过去了，我会解开皇上对你的误会，挽回你跟太子的婚事。女儿先告退。云丞相目送着他离开，然后转身去了书房，并把云泽轩也叫了过去。你说子饶恶毒是有什么依据？说出来，父亲可能不太相信。子饶刚回到云家那天，就把子俊按进了水里，差点淹死子俊。之后听到我的呵斥，他直接把子俊推进河里，转身就变了副面孔，惊慌失措的去找母亲，说子俊落水了。我当时只顾着救起子俊，不知道子饶跟母亲说了什么，只知道我去找母亲说清真相，母亲已完全不相信我，还说子饶身体孱弱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上到处都是伤，说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有一点大哥的样子。我觉得母亲是看到子饶身上的伤，勾起了14年母女之情和她的愧疚自责，认为自己没保护好女儿，所以这几天才态度大变。云丞相听完悄悄松了口气，至少他没有发现子饶和子俊的身世真相。这几天相府处在风口浪尖上，尤其是子俊和子饶在家里的待遇不同，已经引起了朝中官员的注意。你切不可再去找子饶质问，不管心里如何不满，表面上装也要装出兄妹情深来。我知道，请父亲放心，云子饶毁了我一辈子，不会放过他的。相爷，管家进来禀报，战王来了。快请。是。云丞相跟云泽轩一起迎了出去。见过战王爷。本王冒昧登门，没有打扰到丞相吧？不敢。王爷请。本王来跟丞相商议大婚。莫苍兰抬脚跨进书房。本王找人算了日子，这个月28下聘，下个月初8迎娶，不知丞相是否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？都听王爷的。他根本未曾关心过这桩婚事，子饶早日嫁出去，相府就能早些清静。既然丞相没什么意见，本王就不多言了。我想跟自己的未婚妻见个面，丞相应该不会拒绝。云丞相还没开口，母亲定下规矩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子饶成婚之前不便跟外男见面。莫苍兰漫不经心一笑，若本王非要见呢？云泽轩面色微变。王爷跟小女即将成婚夫妻，见一面当然可以。来人，把大小姐罢了。莫苍兰站起身，本王28来下聘，不急于这一面。说完，他转身往外走去。云泽轩面色青白交错，低头恭送他离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府里风平浪静，尚雪轩已修缮妥当。云子饶搬进尚雪轩这天，正逢莫苍兰来下聘。下聘的阵仗很大，一路吹吹打打，沿街看热闹的人很多，多少女子都在羡慕着云子饶的好运气。站在人群中的宁家女宁妙婵面色难看。还真的那么喜欢云子饶吗？为什么喜欢他？喜欢他哪里啊？喜欢他在浣衣局3年学的一身洗衣服的本事吗？他不会让云子饶这么轻易就嫁去战王府的。一只只崭新的红木箱子在前院和中院整理摆放，看起来喜气十足。李官扯着嗓子将聘礼一一念出来，听得云丞相的脸色比往日都好看了许多。云子俊一方面嫉妒战王爷如此用心，一方面又窃喜于这些聘礼早晚会用到他身上。我会为子饶准备好丰厚的嫁妆，嫁去战王府之后，吃穿用度都会事无巨细的准备好，包括王爷清单上的这些聘礼都会给子饶带回去，作为他大婚后的私产。还望王爷真心对待子饶，切莫辜负了他。母亲，云丞相眉头微皱，一时不满地看着他。这些聘礼本来就是为了娶子饶才给的，相爷位高权重，云家又不指望这点聘礼过日子。以后子俊出阁时，聘礼我也一件不会留，跟嫁妆一起给他带回去。本王既然把聘礼送过来了，夫人想要怎么处置都随夫人。子饶嫁过去之后，嫁妆永远只由她一人做主，本王绝不染指。多谢王爷厚爱。云子俊嫉妒的眼睛都要红了。凭什么云子饶命这么好？凭什么好运气都是他的？莫苍兰很快带人告辞。为何决定把聘礼给子饶带去？子饶身体孱弱，嫁过去之后依旧需要名贵的补品补身体，这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还有战王随时会出征，府里上上下下都需要子饶打
打点，手里银钱多一些，他能尽快收拢好府里的下人归他所用，往后跟王妃命妇们相处，出手若太寒酸，未免让人看不起。所以嫁妆越丰厚，以后越有底气。就算如此，相府不穷，没有这点聘礼，相府不会就揭不开锅，反而给了子饶，才能够提供最好的帮助。随你的便。拂袖而去。3日后，战王府送来一套凤冠霞帔，送来嫁衣的女官亲自服侍云子饶试穿。穿着嫁衣的云子饶，容颜少了几分娇弱，而多了几分艳丽。云姑娘真美，这套嫁衣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云子俊眼底的羡慕和嫉恨几乎溢出眼眶。这套嫁衣真好看，战王爷对姐姐太用心了。云子饶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一时没有言语。确实不错，原本待嫁的嫁衣应该是自己绣的，但子饶14岁去了浣衣局，没有来得及绣自己的嫁衣。王爷能够想到这一点，确实是有心了。嫁衣还要自己绣吗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没人告诉我要自己绣嫁衣。你可以去问问你父亲，让他给你找个绣娘，现在开始学着绣，什么时候绣出来，什么时候考虑嫁人的问题。云子俊脸色刷白，双手攥紧衣服。夫人。周嬷嬷匆匆进来，看见云子俊站在云夫人身边，忽然停足不前。云夫人心下了然，示意他等会儿再说。云子饶换下嫁衣，你负责收好这套嫁衣，万不可出了差错。女官大人放心，我们先告退了。云夫人送走女官，返回屋子里。周嬷嬷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。云子俊看着周嬷嬷神秘兮兮的表情，心下不安，却见云子饶已经往外走去，他没办法，只能跟着出去。周嬷嬷把一封信递给云夫人，惊叫无名别院。云夫人盯着这6个字看了半天，眸色微深。周嬷嬷，你悄悄盯着相爷，以前他每天上朝，公务繁忙，我这个夫人只管打理内宅，对他在外面的事务一无所知。眼下他被皇上下令禁足，我不信他能熬得住1个月。是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相府一片风平浪静，母亲把所有私产都给了子饶，他以后成亲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凭父亲的那点俸禄吗？云子俊想去质问母亲，为什么要给云子饶这么多家长？到底谁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？母亲会不会知道了什么？他怒气冲冲就去了云子饶新搬的小院。云子饶正在看书，还有3天就到了婚期。妹妹真是有了前车之鉴，来找我的时候知道要带丫鬟了。今天人证皆在，我不信你还敢对我动手。云子饶很想说你错了，我真的敢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母亲给你准备的嫁妆几乎动用了她全部的私产，你若把这些嫁妆都带走，相府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？大哥成亲的聘礼怎么办？我出阁的嫁妆怎么办？父亲对外应酬和官场上的打点怎么办？云子饶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母亲是长辈，还要给我嫁妆，我这个做女儿的还要推辞不成？这岂不是忤逆不孝？我才是相府嫡女，母亲的亲生女儿。我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，感情深厚，你就算是母亲的亲生女儿，也比不过我跟母亲10几年的感情。你觉得母亲真的把你当成她的亲生女儿？云子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去死吧！云子饶右脚一伸，云子俊冷不防被他的腿绊倒，摔了个大马趴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云子俊趴在地上，扶着2个侍女的手站起身，抬手朝云子饶脸上扇去。云子饶抓着他的手腕，大小姐，松手啊！云子饶薅着云子俊的头发，大力把他朝后一推，云子俊毫无反抗之力地摔倒在地上，摔得他头晕目眩。陈瑜站在一旁，满脸震惊崇拜地看着他的小姐，这是他家柔弱不能自理的大小姐。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走个路都能摔跤。朝露、朝阳，你们快把妹妹扶起来呀！眼前的大小姐一脸担心，看起来那么柔弱无害，哪有方才露出的半点力气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妹妹扶起来呀！云子饶，你以前都是装的，今天露出真面目了吧？朝阳和朝露都看到了，你的侍女也亲眼看到了，你就是个残暴的恶魔。二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大小姐根本就没有碰到你，你自己上来就想掌掴大小姐，却不小心摔倒在地，怎么能把罪名都推到大小姐头上？方才你亲眼看到了真相，是打算替云子饶掩护吗？奴婢不敢。可大小姐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呀，二小姐不能平白无故冤枉人吧？宝琴和宝琪2人站在门边，不发一语地听着他们吵架。你们2个方才看到了，云子饶根本就是个表里不一的贱人，战王爷被他柔弱无辜的外表骗了，他本性恶毒凶残，根本不配做战王妃。云二小姐，你失态了，相府嫡女应该端庄高雅，知书达理，而不是如你此时这般歇斯底里，状若疯妇。云子饶他打了我，你们方才明明看到的，他打了我。宝琴和宝琪怜悯地看着他。云子俊猝然转头看去，云夫人面无表情地从外面走进来。
你闹够了没有？夫人息怒，母亲，方才是大姐打我。为了那点嫁妆，你亲自找到上学居来闹，还要造谣，子饶打你。我告诉你，云家子女的聘礼嫁妆都由我来安排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子饶是我的女儿，我给她准备嫁妆，需要得到你的允许。母亲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姐姐？你把嫁妆都给了她，我以后怎么办？女儿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一个不知从何处被带来的冒牌货，害得他亲生女儿遭受3年磨难。你们来说，方才大小姐有没有打二小姐？夫人，方才真的是大小姐。你们若是再敢帮着二小姐撒谎，即刻找个人牙子发卖了出去。朝露，你如实告诉夫人，你如实说呀。夫人，大小姐没有打二小姐。朝阳磕了个头，先一步开口：是二小姐不满夫人对嫁妆的分配，怒气冲冲的来找大小姐质问，说大小姐不该要那么多嫁妆。然后二小姐想要打大小姐的时候，因为太冲动，自己把自己绊倒了，求夫人明察。你说什么？夫人饶命，奴婢不敢帮着二小姐撒谎，大小姐确实没有动手，是二小姐自己不小心磕在桌上，把额头磕了个包，想要嫁祸于大小姐。奴婢虽然是服侍二小姐的侍女，可是绝无陷害大小姐的心思，求夫人明察。你胡说！云子俊抬手抓着他的衣服：朝阳，你为什么撒谎？你是我的侍女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云子饶？方才打了我，你眼瞎了吗？云二姑娘，抱歉皱眉：你今天是抱着什么目的而来？我们在场的都清楚，你也不必因为朝阳说了句实话而恼羞成怒。朝阳和朝露虽是你的侍女，可他们身份低微，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办法。主子犯错，最多责骂一句，关个禁闭；奴婢犯错，却是发卖出去，或者被打死。你也不忍心他们因为替你撒谎而被发卖出去吧？不是的，母亲，他们都在撒谎，真的是姐姐对我动的手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他们亲眼看见了。母亲，够了！朝露、朝阳，你们2人把二小姐带回听雨楼关起来，不许任何人见她。大小姐出阁之前，不许放她出来。是。她要是再敢闹，你们2人一起受罚。朝露和朝阳死里逃生，赶紧带着云子俊离开。母亲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姐姐她都是装出来的，他们明明看见了，他们亲眼看见的。母亲，云夫人脸色如挂了霜似的冰冷，然后才走到云子饶面前：别理她，这2天好好休息，等着做个美美的新娘子。云夫人又交代了几句，很快转身离开，像是有什么急事在等着她似的。云子饶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背影，出了尚雪轩的院门。夫人，马车准备好了。云夫人点了点头，带着周嬷嬷往后门走去。马车很朴素低调，跟云夫人身份不搭。委屈夫人了。不委屈，外面眼线众多，低调一点才不会惹人注意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马车驶进一条狭窄的巷子，在门口有2棵高大梧桐树的院子外停下。周嬷嬷下车，悄悄走到墙后，探出头，安静地盯着那个无名宅子的方向。晌午将至，夫人，相爷出来了。云夫人下了马车，走到周嬷嬷身后，看到了那个同床共枕20年的男人，正转头对着门里的人说了些什么。大门里忽然冲出一个女子，从身后抱住他。相爷，别露脸，当心被人看到。云夫人那一瞬间依然看到了女人那张脸，是她。怎么会是他？周嬷嬷面色愤恨，一副捉奸在床的表情。云丞相很快安抚好那女子，赶紧带着小厮离开了。云夫人看到他的马车出来之后，等待马车走远的时间里，云夫人整个人犹如被抽走魂魄的行尸走肉。夫人，要进去看看吗？不用，去战王府。战王府？对，我们把这份嫁妆单子送到战王府，云康他想后悔都来不及。低调朴素的马车绕着道去往战王府。王府外已经挂起红灯笼，大门2旁和前院到处都贴上了大红喜字。云夫人求见的消息有些突兀，莫藏兰听到云夫人来，似乎一点都不惊讶，令人把云夫人接到花厅奉茶。臣妇冒昧，还望王爷恕罪。岳母大人请坐。这是我给子饶你的嫁妆清单，请王爷先收下。夫人这是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子饶？没有，还剩一点儿。剩的应该不多了。夫人这是做好了跟云丞相和离的打算？王爷怎么会这么想？夫人今日过来，应该不仅仅是为了嫁妆的事情。抽出一份密函，递到云夫人面前。京郊无名别院里的那个女子，夫人方才见过了，是不是很熟悉？但她的真实身份，夫人应该还不太清楚。云夫人盯着面前密函，真实身份，因为那是云泽轩的生母，云康曾经的青梅竹马，也是生
了云泽轩之后难产过世的妾室严氏，密函上只有寥寥数语：南昭皇帝私生女，崇武元年入齐，成为齐国吏部尚书云康之妾。崇武3年冬再次入齐，4年生下女儿子俊。王爷还知道些什么？太子也知道云子俊的身份有假。他知道云子俊是假的，知道子饶是相府嫡女，还故意把子饶送去浣衣局受搓磨。让子饶受搓磨只是为了哄云子俊开心，他真正的目的是利用云子俊背后的势力巩固他储君的地位。云子俊的母亲只是一个私生女，流落在外多年。不对，严氏当年难产之后就假死回去认祖归宗。这些年如果南昭皇帝疼她，她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南昭公主。可一个公主背后能有什么势力？说起严氏的身份，就不得不提起南诏皇帝一桩风流韵事。不过这暂时来说不太重要，夫人只要知道严氏现在是南诏的公主，很得南诏皇帝的宠爱，宠爱到可以随时为他发兵的程度就行。袁夫人沉默，面色惊疑不定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她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云康的外室？当年没有认祖归宗之前，严氏跟云丞相确实是青梅竹马。云康事先知不知道他的身份，暂时无从查证，但严氏对云康是有感情的，何况他有个孩子在云家。夫人应该清楚，这个世道不管多尊贵的身份，女子一旦有过丈夫，有过孩子，再想重新嫁人都很难。所以严氏回南诏之后没多久就跟云丞相重新联系上了。待生下云子俊之后，他就决定死心塌地地留在齐国，计划着等太子登基之后就娶夫人而代之。但他不想让女儿跟着他受苦，遂要求云康把云子俊带回相府，且必须以云家嫡女的身份带回去，所以就有了3年前真假嫡女的戏码。原来如此。夫人若打算跟云丞相和离，这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，但在和离之前不要让他对你有所怀疑。莫苍兰给他支招，越是巨浪滔天时越要冷静下来。外室可以成为你们撕破脸和离的关键，但敌国公主这个身份暂时不能戳破。我明白王爷的意思，王爷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臣妇先告退了。夫人想做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。本王娶了子饶以后就会爱惜她，庇护她，不会让任何人随意欺负她。夫人不必顾及子饶的立场。多谢王爷，臣妇告退。出了战王府，袁夫人坐上马车，她在想，如果那天不是子饶哭哭啼啼找到自己，她是不是会继续宠爱子俊？马车来回一耽搁，回到相府时已经过了晌午。袁夫人一回来就遇到了云丞相，他站在后门处，显然是特意在等他。夫人去了何处？为何要乘坐这么小的马车？我刚从战王府回来，我把嫁妆单子给战王送了过去。子饶出阁那天，让他派人清点嫁妆单子上的嫁妆，若少一件，务必派人来相府讨回。听子俊说，你把家中一大半的产业都给了子饶做嫁妆，你这样做，以后泽轩和子俊怎么办？他们一个要嫁人，一个要娶妻。相爷，我给子饶准备的嫁妆1半出自我自己的私库，也就是我当年嫁进相府带来的嫁妆，我没有用相爷1两银子，另外1半是战王府送来的聘礼。如果战王没有求娶子饶，没有送来聘礼，泽轩是不是就不娶妻？子俊是不是就不嫁人了？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倒是忘了，以子饶在浣衣局3年的经历，京中人人都骂子饶是洗衣婢的名声。若非战王执意要娶子饶，想要嫁一个如意郎君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相爷可曾想过他的后半生该怎么活？就算不嫁给战王爷，也可以嫁给太子。对，嫁给太子做妾。你是巴不得子饶嫁给太子做妾？云丞相恼羞成怒，放肆！云康，你今天敢打我一下，不出半个时辰，我就让陈家的人来接我回去，并且闹得相府鸡犬不宁。倒是别说子俊和泽轩的婚事，就是子饶的婚事我也不管了，你自己跟外人解释吧。云丞相气得浑身颤抖，你最近真是变了个人。我确实变了个人，若不是你偏心过火，子饶至于受这么大的苦楚。一想到在我身边养了14年，我疼得跟眼珠子似的女儿，去浣衣局被人当奴才使唤虐打3年，我心里就疼得不行。云康，你真是丧良心！丢下这句话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来人！一个黑衣男子悄无声息现身，去查一下今天夫人都到过何处。是。黑衣人转身离开，云夫人回到静安院，屏退左右，一个人安静在屋子里坐了良久。夫人，周嬷嬷急匆匆进
进了静安院。宫里来了旨意，皇后娘娘请大小姐进宫一趟。云夫人回神，脸色微变。来的是皇后宫里的人。奴婢虽不认识这个传旨太监，但他确实拿着凤仪宫的令牌。周嬷嬷，我不想让子饶进宫，你觉得找个什么样的借口比较合适？皇后一直无法违抗，直接不去肯定不行。要不问问大小姐的意思？云夫人蹙眉，母亲，有人通知了我，子饶，我应该去一趟。母亲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那你一定要小心些，在宫里不要跟皇后顶嘴，能示弱就示弱，示不了弱就装晕。好。夫人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了王爷，稍后王爷会在宫门口等着大小姐。就算皇后真要对大小姐不利，王爷也不会允许的。哎，这样就好。云子饶吃完午饭，带着陈瑜和宝琴、宝琪坐上马车往宫里而去。而马车走到半道，小心，小心呐！砰的一声响起，两辆马车撞了上去。云子饶死死抓着车厢里的柱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宝琴和宝琪眼尖发现，正要上前阻止。你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。云子饶不动声色地给他们递了个眼色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两辆马车相撞的动静不小，惊动了长街上巡逻的禁卫军。车夫调转车头，今日惊动相府千金，我家主子深感歉意，明日定登门致歉。今日有事在身，不宜耽搁，告辞。然后飞快驾车离去，禁军没有阻拦。这辆马车有相府的标记，敢问相府哪位主子在里边？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大小姐不见了。宝琪和宝琴转身疾步朝着离开的马车追赶而去。镇住，快把前面那辆马车拦住，大小姐在他们马车里。两人脚程飞快，快追上他们。车夫慌里慌张扬起马鞭，就朝着前面的马车追赶而去。奢华典雅的马车里，云子饶缩在一角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云姑娘这些日子过得不错吧？春风得意，事事如意，连太子都因你而重伤在床，你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？我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赶紧送我回去。我即将嫁给战王爷，若是战王爷知道你的行为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别提战王爷，若不是因为他，我宁家何至于落到如今这般地步？他抢了父亲的兵权，连娶我妹妹都不愿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战王妃？那个位子应该是属于我妹妹的，谁都没资格跟他争夺。云子饶眼底划过一抹寒意，原来是武阳侯府的公子。是战王爷去云家提亲，不是我跟宁姑娘争夺。既然如此，你是否愿意让出战王妃这个位子？这不是我能做主的，你还是去找战王爷吧。我真的……我若是能找到他，还带你来干什么？蠢货！你要带我去哪里？皇后娘娘召我进宫，我还要进宫去见皇后。不必见了，今日就算不进宫，皇后娘娘也绝不会怪罪，更不会迁怒云家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今日这出戏不仅仅是宁放一个人的主意，皇后才是幕后主使。马车行驶了很长一段路程，终于缓缓停了下来。宁放站起身，提着云子饶走下马车。这是哪里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要回家！这里是郊外一处偏僻的破落院子，进了院门就看见几个男人站在不远处。不要！你们不能这么做，战王爷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父亲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赏给你们了。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往外走去。宁放刚转过身，就对上了两双森冷的眼睛。你们这么快？宝琴闪电般抬手扣住他的下巴，宁放想反抗，就被宝琴利落地摔倒在地上。宝琴大力踹开松垮的大门，就看见云子饶抬手摔倒了一个粗壮的大汉，狠狠两脚踹到他胸腹。那男人心有不甘地咽了气，还有两个人见状已经吓破胆。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是宁大公子的主意啊！给我钱，给了我们每人100两，说只要毁了这个姑娘的名节就行。宝琪冷若冰霜，闪电般急掠而上，手里匕首一个起落，鲜血飞溅。云子饶平静地转头，姑娘，匕首给我。宝琪不由自主地把匕首给了他。云子饶握着匕首，一步步往外走去。你太自信了，方才不应该让护卫离开的。虽然他留下来可能也是一个死，但至少还能帮你挣扎一会儿。云子饶，你的柔弱都是装的。是装的又如何？你猜你接下来会面对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武阳侯府的嫡子，还是皇后娘娘的侄子？你要对我不利，皇后娘娘绝不会饶你。云子饶眼神一冷，朝着宁放手腕里狠狠扎了下去。他右手手筋断了，从此练不了武，也写不了字了。云子饶视线微转，狠狠朝着他裆部扎了进去。
宁放疼得在地上打滚。你们男人想要毁掉一个女子，是不是只能找几个男人来侮辱她？哼，一个上过战场的男子，却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对付一个柔弱女子，实在是有辱将士的形象，也辱没了你身为一个男人的担当。所以去了你的根，让你从此做不成男人，也做不成将军，这才是你应该有的下场。说完这句话，把匕首擦拭干净，然后交还给宝琪。回去之后就丢了吧，沾了贱人的血，用着膈应。宝琪默默点头。云子饶转头看了看四周，留着车夫活口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走吧，云姑娘，方才那个阵仗太吓人了，云姑娘一定被吓坏了吧？幸亏我和宝琴及时赶到，才避免姑娘惨遭毒手。只是我们情急之下不小心打死了那几个恶棍，回去之后一定要跟王爷解释清楚才好。对，几个恶棍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对我们未来的王妃下手，简直死有余辜。就算回去跟王爷说了，王爷也只会夸我们护主有功。云子饶没说话，宝琪和宝琴这是要把杀人和废了宁放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。不，小姐，陈瑜焦急担忧的声音在远处响起。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小姐，小姐。陈瑜远远看见云子饶被扶着出来。小姐你没事吧？那个杀千刀的竟敢掳走小姐，我去杀了他。别着急，我没事了，先回去吧。好。两人把云子饶扶着上了马车，然后车夫什么都没敢问，走了一段路回战王府。云子饶没反对，毕竟他们今天做的事情有点大，确实只有战王有能力摆平。一行人很快抵达战王府，莫苍兰正站在前院等着。说一下具体情况。王爷，是武阳侯府嫡子宁放，他事先找了几个壮汉，等在郊外一处破院子里，把云姑娘带过去之后，试图让他们对云姑娘行破鬼之举。莫苍兰眉眼瞬间冷了下去。然而看起来并没有被吓到，坏人都被宝琴和宝琪解决了，否则今天凶多吉少。宝琴和宝琪的垂眸看着地砖，脑子里浮现他刀起刀落废了宁放命根子的一幕。王爷，宁家公子说我配不上王爷，没有资格嫁给王爷，他说战王妃这个身份应该属于他妹妹。原来如此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本王去处理。带云姑娘去歇着。宝琴，命人给云姑娘准备一些茶点压压惊。宝琪，你去相府一趟，告诉云夫人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并把她接来战王府安抚云姑娘。是。莫苍兰吩咐完，备马进宫。是。宁放被带回武阳侯府时，整个宁家乱成一团。武阳侯宁启明看见儿子伤得这么重，差点没晕过去。宁夫人则直接两眼一黑，直接哭得昏了过去。宁妙婵听到消息，匆匆赶到宁放的院子里。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是谁伤了他？属下赶过去的时候，大公子已经疼得昏了过去。废弃的别院里还有几具尸体，暂时还不知身份，可能只有大公子的车夫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把车夫叫过来，我要知道是谁对放儿下这样的死手，我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。不大一会儿，车夫就被叫了过来，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回欧呀，今天小人给大公子驾车，大公子乘车在长街上撞上了相府养女的马车，就因为撞了车，他们就把大公子伤成这样。侯爷，不远处一名男子走来。今日长街上撞车一事，属下也听到了一嘴，但属下不知道撞车之人竟是大公子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快说清楚！属下听说撞到相府的马车之后，那人将相府千金带走了。云姑娘的两个女护卫情急之下，来不及理会马车，就赶紧追赶了上去。另外一个侍女急得快哭了，催着车夫赶紧追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宁放掳走了相府千金？他有病吗？他带走相府千金做什么？站在床沿的宁妙婵听到这，脸色煞白。战王去云家下聘那天，他回来大发脾气，摔了屋子里所有能摔的东西。大哥听到动静过来安慰他，还承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大哥他还只是掳走了云子饶？属下不清楚，不过今天跟着大公子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护卫高手。是谁？季风，把他叫过来。是。武阳侯双手背在身后，不停地踱着步子。大公子带走云家千金之后去了哪里？去了郊外一处废弃的院子。他把人带去废弃院子做什么？你是死人吗？为什么由着他？小人该死！恐惧的磕头求饶。小人该死！小人只是遵照大人公子的吩咐，希望侯爷饶命，侯爷饶命啊！怪不得宁放伤在那里，该死的小畜生，他是要毁了侯府。把他拉出去！侯爷饶命，侯爷饶命！车夫很快被带下去处置了。季风和拖走车夫的护卫擦肩而过。侯爷，今天是你跟着大公子出了门。是。今
天在长街上发生了什么？大公子命车夫撞上相府千金的马车，命令属下把受惊的相府千金拖进马车里，然后就让属下离开了。放屁！来人，把这个信口开河的东西拖下去打死！属下所言句句属实，求侯爷明察。你的意思是，宁放故意去撞云家马车，还故意掳走云家千金？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乌阳侯抬脚朝他踹去，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侯爷，侯爷！一个护卫匆匆进来，串王爷来了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所以这么说来，是那2个女护卫杀了神，又废了宁放的一只手和命根子。莫苍兰已经带着乌压压的兵丁走了进来。战王爷驾到，还不跪下？侍女下人则扑通扑通全跪了下来。莫苍兰走进院子，看武阳侯的表情，应该已经知道了自己儿子做了什么事儿。武阳侯面色僵白难看。战王爷，宁妙婵从房中出来，大哥他只是一时冲动，想要吓唬吓唬云姑娘，并没有真要伤害云姑娘的意思。云姑娘却把大哥伤成这样，大哥可是侯府嫡子，以后的侯府继承人。吓唬吓唬他，既然如此，本王也吓唬吓唬你如何？来人，把宁姑娘带去郊外那个破败院子里，找几个壮汉过来，陪她待上半天。是。王爷，你不能这么做，王爷，事情经过，臣会调查清楚。若真是凤儿有错在先，臣一定给云姑娘一个交代，还望王爷手下留情。武阳侯曾是3军主帅，应当知晓男儿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宁放今日这般行为，不但有失军人担当，亦不是一个有为男儿该做之事。王爷说的是，本王要见宁放，芳儿就在屋里，王爷请。莫苍兰举步进屋，走到宁放的床沿，把他叫醒。听到声音，他睁开眼。云子饶，她又是个魔鬼，是个女杀神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。宁公子还想倒打一耙？今天这件事，本王相信你不是临时起意，能否告诉本王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云子饶是个恶魔，他是个恶魔。如果你不说，那这件事侯府会受到牵连，本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意图伤害子饶的人。说罢，他转头看向武阳侯。宁放结识本王未婚妻这件事，不知武阳侯打算如何给本王交代？芳儿已经伤成这样，这辈子注定是个废人，王爷还想怎么样？他受伤是他咎由自取。本王安排的2个女护卫久经训练，形同暗卫，为了护主，下手狠辣一些无可厚非。但本王的未婚妻所受惊吓和名声上的损失，并未因此就得到安抚。宁妙婵忽然跪下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王爷要处置就处置我好了。婵儿，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爱慕战王爷，王爷去相府下聘一事，让我心生嫉妒。王爷，臣女早就倾慕于你了，我一心仰慕王爷，只盼着能成为王爷的妻子。可王爷刚从边关回来，就去相府提了亲，让臣女措手不及。大哥他是为了我，他是为了我呀！武阳侯一震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乖妹妹。宁放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身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我只想吓唬吓唬她。可云子饶看似柔弱，实则云子饶虽柔弱，但他身边的护卫并不柔弱。宁公子下作到对一个柔弱女子下手，却忽略了他身边是有护卫的，所以落到这般下场，是你咎由自取。不是张王爷，你被云子饶骗了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但云子饶他根本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柔弱，他很残忍。我的伤都是云子饶造成的，他是个杀人，他凶狠恶毒，根本不配做王妃。王爷，宁放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脱罪，你竟然连如此谎言都能编得出来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云子饶若真的有那么厉害，他怎么会在浣衣局被折磨3年？他早该把浣衣局那群刁奴都杀了才是。王爷，若你不愿意说出幕后主使，那么这件事侯府全力承担。莫苍兰失去耐心，转身往外走去。既然事情因宁妙婵而起，本王希望她1个月之内嫁出去。除了宁妙婵之外，侯府全家迁出京城，子孙3代不得入仕途。武阳侯脸色骤变。王爷，您不能这么做。宁放他不管做错了什么，他都得到了惩罚，您无权牵连整个侯府。你的意思是需要一份圣旨？他没想到莫苍兰如此在乎云子饶，想要侯府安然，除
除非还有别的幕后主使，你不妨去问问你的好儿子，看他到底受了谁的指使。请战王爷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问他。他颓然进屋。今日之事是你自己的主意，还是谁撺掇你的？他没想到莫苍兰会这么狠，竟然要把侯府逼入绝境。宁放，真的有人指使你？是谁？你说呀，是谁？宁放咬着牙，心里百般纠结。他要把云子饶碎尸万段，只有活着，只有留在这里，他才有机会。是皇后娘娘。什么？宁放，你说什么？皇后娘娘记恨云子饶，不想让她嫁给战王，今天故意派人把她招进宫，命我在半路上把她劫走，毁掉她的名声。畜生！你糊涂啊你！莫苍兰听到他的话，本王希望1个月之内，侯府千金宁妙婵能顺利嫁出去。日后宁家若再有人对云子饶不利，本王保证你们不会再有生还的机会。宁妙婵脸色煞白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他只是爱慕他，难道这样有错吗？莫苍兰说完，冷冷转身离开。畜生！你要毁了你自己，还要毁了整个侯府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儿子？我真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！侯爷，严大夫来了，王大夫也来了，张大夫也来了。武阳侯望着接二连三齐齐提着药箱而来的大夫，这个儿子已经废了。好在他还有其他儿子。芳儿，芳儿！苏醒过来的宁夫人急匆匆而来。芳儿，我的芳儿啊！几个大夫围在床前，一个个诊脉。大夫给他治伤，你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的芳儿怎么这么命苦？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这么残忍？侯爷，侯爷，你一定不能放过他呀！还不都是你养出来的好儿子？他害了自己不行，还差点害死整个侯府，你还有脸哭？宁夫人怔怔看着他，你说什么？侯爷，芳儿是你的儿子呀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武阳侯拂袖离开，天色早已落下黑幕。莫苍兰马不停蹄地带人进宫，在勤政殿见到了皇上。问得怎么样了？这件事皇后是幕后主使，皇上觉得臣应该如何应对？皇后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不会是宁放胡乱攀咬吧？皇上或许可以亲自去问问。你相信宁放的一面之词？一来宁放是皇后的侄子，虽只是个表侄，却也沾亲带故，没有必要攀咬皇后。二来云子饶今天被劫持之前是奉皇后遗旨进宫，臣想不明白，云子饶还有2日就要出阁，皇后这个时候召他进宫是为了什么？崇武帝沉默片刻，如果真是他所为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莫苍兰得到他的承诺，告退离开。苍兰，武将不可在京逗留太久，朕这几天一直担心边关安稳，等成亲之后，你早些回边关吧。莫苍兰脚步微顿，却什么也没说。崇武帝盯着他的背影，眸子沉了沉。来人，摆驾凤仪宫。皇上有旨，摆驾凤仪宫。皇后一直注重肌肤保养，晚膳之后消消食，做个肌肤保养。所以当外面响起一声皇上驾到的唱和时，臣妾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皇后今天召云家女儿进宫说话，她人来了吗？未曾。那她岂不是抗旨不遵？想来是因为快成亲了，家里事多，所以没能来得成。臣妾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。是啊，快成亲了，坊间有不成文的规矩，女儿家成亲前3日不能出门。不知皇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非要找一个快出阁的待嫁新娘进宫说话？皇上，臣妾听不懂皇上这话的意思。臣妾是不能召云家女进宫吗？你还在装傻？皇后，半日时间已过，宫外发生的事情就没人禀报于你。你派出去传旨的太监没告诉你云子饶在路上出事了吗？出事？云家女出什么事了？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道，求皇上明言。云子饶被宁放当街掳走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堂堂相府之女，战王未婚妻，竟被他不知死活的掳走。他是嫌命太长，还是嫌朕太闲了，非要给朕制造一点糟心事儿？皇后脸色刷白。
惶然跪在地上。皇上，您放他，他怎么能这么做？他是不是一时糊涂？这一定有隐情啊！宁放被废了命根子。什么？皇后僵住。皇上说什么？侯府嫡长子一辈子就这么毁了，武阳侯最寄予希望的儿子就这么成了一个废人。可笑的是，这件事就发生在宫外，发生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可朕却不能下旨命人彻查。因为战王要保护自己未婚妻的名声，因为莫苍兰想自己为云子饶讨回公道。宁芳被废了命根子，谁做的？是谁这么灭绝人性？朕王已经知道是你干的，皇后，你们母子当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呢。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战王他冤枉我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你是相信战王，不愿意相信臣妾吗？战王脾气是不好，性子桀骜，常常不把朕这个天子放在眼里，但他能力是有的，他查出来的事情由不得朕不信呢。臣妾就是恨那小贱人，我就是恨他，怎么了？不过是相府养女，太子哪里对不起他？他竟然去跟战王告状，他害得太子天天挨打，臣妾惩罚他一下怎么了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何况太子喜欢他，是他的荣幸，他应该感恩戴德，而不是记恨太子。住口！你们母子正事儿不干，整天就想着利用权力为难人吗？这件事既然是你有错在先，朕不罚你，无法跟战王交代，无法跟相府交代。交代？皇上到底是想体现自己的公正严明，还是怕得罪战王，逼得他起兵造反？皇后，你放肆！朕看你是魔怔了。来人！皇上，皇后神志错乱，御前失仪，收回她的册宝和凤印，把闭门思过半年，半年之内不许任何探视，膳食供应一切从简。留下这句话，他拂袖而去。皇后跪在地上，气得脸色僵白。莫苍兰，云子饶，你们一定会不得好死。云子饶在天黑之前被母亲接回府，等待他的是父亲满脸阴沉的怒火和云子俊眼底显然的幸灾乐祸。姐姐，听说你被贼人掳了去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到底是哪个贼人，竟然来相府千金也敢掳？姐姐，他有没有对你？我很好，平安无事，毫发无损。贼人已经付出代价了，多谢妹妹关心。好好的，怎么会被人掳了去？平安无事，那贼人到底是谁？他怎么样了？姐姐，你是跟他有仇吗？云子俊，我不是让你待在听月楼反省吗？谁让你出来的？母亲，我只是太担心姐姐。是我让他出来的。你没看到子俊额头上的伤？你这个母亲怎么当的？要是俊儿回了容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相爷这么心疼他，索性让他别嫁了，就留在家里孝顺你这个父亲，为你养老送终，不是很好？陈氏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看你最近真是魔怔了。我是魔怔了。子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你不但没有丝毫关心，反而一个劲儿的指责怒问。怎么，云子饶没有被贼人得手，你很失望是不是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云康，子饶平安无事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这是平安不平安的事吗？她一个待嫁之女被人掳了去，名节全毁了，外面的人会怎么造谣？战王也会不会嫌弃她？云子饶，你掳你的人是谁？父亲是担心我的安危，还是担心相府的名声，又或者只是想知道经此一事之后，战王爷是不是就该嫌弃我了？我是不是只能嫁给太子做妾？父亲心里是这么想的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父亲？父亲只是太过担心你，所以语气才急了些。父亲若是真的担心我，牵挂我的安危，这会儿应该派人去查清掳走我的贼人是谁，怒火应该是对着那个掳走相府千金的贼人，而不是自己的女儿。父亲归为丞相，百官之首，查这点事情轻而易举，我觉得您不至于窝里横，有脾气只敢对自己的女儿发。放肆！云子饶，你竟敢忤逆不孝，公然顶撞自己的父亲！你立刻去祠堂跪着反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！子饶受了惊吓，需要休息。况且她是养女，怕是没有资格跪云家祠堂。说罢，径自带着子饶离开。完了，一个个的都要造反！父亲息怒，父亲不要跟母亲吵了，女儿不想惹母亲生气，可最近不知怎么的，动辄得咎，母亲像是跟我有仇似的。父亲，母亲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你先别想太多，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。相爷，院外一名护卫匆匆进来。宫里
妹刚传出来的消息。云子俊见护卫贴在父亲耳边说话，而父亲脸色一点点变了。放生，是真的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父亲，怎么了？宫里刚刚传出消息，皇后被关了禁闭，俊儿为父被停职1个月，皇上责令我在家反省，不许外出。我暂时不好去太子府，你乘坐小一点的马车从后门出去，悄悄去一趟太子府，让太子早做准备。皇后娘娘被关了禁闭，为什么？你别问那么多，眼下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太子。好，女儿这就去。周嬷嬷很快禀到云夫人面前。后院的王嬷嬷说，二小姐已经出门了，是相爷下令给她准备的马车，下人不敢违抗。她一个人走的，身边带着一个嬷嬷，也是相爷安排的。她去的应该是太子府。皇后娘娘今天召我进宫本就奇怪，您放掳走我时还特意强调她是皇后娘娘的侄子，说她若是出事，皇后娘娘不会饶过我，所以今天这事儿应该跟皇后脱不了关系。这会儿宫里应该有关于皇后的消息传到了丞相耳朵里，所以他才这么晚还让云子俊去太府走一趟。就算情况紧急，你父亲也完全可以让护卫去传消息，偏偏让子俊去。只怕是太子受伤需要卧床，他想让子俊去照顾太子，顺便跟太子禀一下这些日子相府发生的事情。他就是为了利益，为了跟太子绑定在一条船上。云子俊乘着夜色到了太子府，太子府的人都认识他，对他恭恭敬敬。云子俊踏进房门，一股药味扑鼻而来，还有一个女子娇柔哭泣的声音。殿下伤得太重了，奴婢看着真是心疼不已。皇上是太子殿下的父亲，怎么这么心狠啊？云子俊脚下一僵，半遮不遮的帐幔后，可看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坐在床沿。那一瞬间，云子俊的愤怒几乎直窜头顶心。这个小贱人是谁？怎么敢趁着他不在，就对太子趁虚而入？太子殿下啊，云姑娘，这么晚，您怎么来了？俊儿，太子殿下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太子殿下别动，太子殿下伤得这么重，怪我这些天一直被母亲关在屋子里，不能早点来看看殿下，我真是没用。太子殿下，奴婢先告退了。啊，把药放在这里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是。这几天都是妹妹照顾太子殿下吗？辛苦你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敢，这些都是奴婢应该做的。伺候殿下是奴婢分内之事，担不得云姑娘一声谢，奴婢告退。皇上怎么这么狠心，对自己亲生儿子也下得去手？有战王压着，父皇也是没办法。你这一天担心坏了吧？之前被母亲责令关禁闭，我出门都没法。今晚好不容易央求着父亲让我过来一趟，还是瞒着母亲来的。父亲帮我安排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。太子殿下，你没怪我吧？怎么会？我今晚过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殿下。殿下听完之后，今晚沉住气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皇后娘娘被收了册宝，皇上下旨禁足半年。你说什么？今天皇后娘娘召姐姐进宫，没想到姐姐在半路遇到劫持，战王把姐姐救回来之后，姐姐一口咬定是皇后娘娘主使，战王爷进宫对皇上施压，皇上就把皇后娘娘禁足了。莫景林闻言，眼底划过阴沉的色泽。这个贱人，原子瑶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战王就听他的一面之词？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战王对姐姐的偏袒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，谁的话都不听，只听姐姐的，就像中蛊了一样。最近连母亲都被姐姐哄得团团转。姐姐出阁在即，就因为战王聘礼太过丰厚，母亲为了面上好看，竟然把她的大半私产都给姐姐做了陪嫁，甚至连战王给的聘礼也一并让姐姐带回去。父亲大怒一场，都没能让母亲改变主意。莫景林沉默片刻，轻轻闭眼。你说云子饶今天被当街劫持？劫持他的人是谁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看姐姐回到家时状态还好，没有被劫持的狼狈，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他自导自演的把戏。莫景林默然不语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太子殿下，俊儿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些回去吧。太子殿下，云子俊轻咬着唇瓣，忽然俯身抱着他的肩膀。那天皇上当众下旨，说我不配做太子妃。恢复之后，我难过的吃不下饭，一直在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只喜欢太子一人，说不能嫁给太子，我情愿终身不嫁，出家为尼。说什么傻话？你是个善良女子，是父皇误会你了。等我身体好些，一定去父皇面前为你澄清。我愿意等着太子殿下，等多久都愿意。莫景林沉默间，眼底划过一抹阴鸷之色。4月初8，相府长女出阁之日，云子饶一大早就在丫鬟催促下起身梳妆打扮，换上一身凤冠霞帔。云子俊站在一旁，暗生嫉妒。姐姐今天真美，来日等妹妹出阁时，也会如此风光美丽。姐姐说的对，她一定会比云子饶更风光无限。相府宾客如云，前院设
热闹不已。内院正厅里，云丞相和云夫人分坐左右主位。云子饶从闺房被簇拥着走来，朝云丞相和夫人拜别。去战王府之后，好好过日子，战王会保护好你。任何人欺负你，你都可以跟战王说。有委屈千万别忍着，也不必过于贤惠大度。越是习惯隐忍，以后需要委屈隐忍的时候就越多。夫人，大喜的日子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女儿家本该贤惠大度，你教的都是什么？你是怕相府名声还不够糟糕是不是？这应该是口误，姐姐千万别当真。女儿家还是要贤淑一些，温柔体贴，才能换来丈夫的疼爱。夫人说的对。一身红色袍服的莫苍兰走进来。本王要娶的女子绝不是柔弱隐忍的小可怜，而是有胆识、有脑子、有主见，并且懂得保护自己，也擅长趋利避害的妻子。她不必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即便在本王面前也不需要。本王会保护好子饶。她嫁到战王府之后，从此只有战王妃一个身份，谁敢对她不敬，就是对本王不敬。云子君僵了僵，他嫉妒云子饶能得到莫苍兰如此对待。我才是云家嫡女，母亲为何要云子饶如此偏心？莫苍兰挽着云子饶朝云家夫妇告别，转身带走他的新娘子。战王请留步。众人转头望去。母亲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把相府全部家当都给云子饶做嫁妆？她只是个养女，你这么做对子俊公平吗？此言一出，屋子里气氛骤然一凝。云泽轩，你闭嘴！父亲，我知道我不该选择这个日子来说这些，但是这几天儿子身体不适，一直待在屋里休息。今天才知道母亲竟然把家产都给了云子饶。我不是觉得云子饶不配得到这些，而是两个女儿应该公平对待，请父亲体谅儿子心情。母亲，子俊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何如此偏袒子饶？今日是子饶大婚的日子，有什么话等他出门了再说。出门？云泽轩怨恨地看了一眼云子饶。母亲，还望母亲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当着子俊和子饶两个姐妹的面前，若是母亲的理由充分合理，儿子绝不敢继续纠缠。云泽，你非要当众质问我这个母亲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一个解释。母亲，因为子饶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云夫人转头看向云丞相。云康，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明白，别跟我反驳，也别找任何理由。如果你们不服，我甚至可以去前院跟今日来吃酒的宾客们宣布此事。陈氏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母亲，这不可能，明明子俊才是。谁是我的女儿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轮不到你来教我。子饶，你跟战王先走，别误了吉时。母亲保重自己。放心，母亲心里有数。莫苍兰握着他的手，然后带着云子饶离开。云泽轩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前院一趟，当着今日众宾客的面宣布子俊是个假冒千金的身份？母亲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些都是云子饶告诉你的，他就是一个狡诈阴险的毒妇，他的话根本不可信。此前相爷一直奇怪我最近为何对子饶如此偏袒，是因为我知道了真相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女儿听不懂，我怎么可能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母亲，云夫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母亲，这个是您的女儿啊，您不认我了吗？你应该去问你的父亲，你的生母到底是谁？云丞相脸色僵得厉害，死死盯着云夫人。云康，你找了个冒牌的女儿来代替我亲生女儿，这3年来在云家享尽荣华富贵，反而害得我的饶儿遭受3年磨难，生不如死。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云子君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我不知道，但云子饶却是切切实实是你的亲生骨肉。你的心是铁铸的还是铸胶的？你能够冷眼看着子饶受3年委屈而无动于衷，我却不能。母亲，我没有，俊儿真的就是您的女儿啊！母亲，是谁在您的面前胡言乱语？丞相抿着唇，他不知道陈氏怎么会知道云子君的身世。你们都下去，夫人方才说的话都是气话，谁要是敢出去乱说一句，打死不论。说罢，他拽着云夫人的手，转身从后门离开。云泽轩和云子俊匆匆跟上，抵达静安院。相爷这是怕了。陈氏，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！子饶新婚之日，你胡言乱语，就不怕给他名声抹黑？我就是趁着新婚之日还他一个清白，若不是担心误了吉时，我方才就该把他留下来好好听一听。我还想告诉战王，他娶的就是相府真正的嫡长女，属假包换的千金大小姐，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，而不是这个不知从何处搜过来的冒牌货。说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云丞相脸色难看，心里却无声地松了口气。是谁告诉你子君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若想
两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相爷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可有些事情只要我有所怀疑，就能够查出个蛛丝马迹。云子俊心头惶然不安。云康，你在外面养了个外室，云子俊就是那个外室的女儿吧？丞相神色一紧，陈氏，你够了！相爷这是被戳中事实，恼羞成怒了吗？你可以否认，但这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。只是我想不明白，你云康并不是什么从一而终的大情种，我也从未要求你对我守身如玉。你以前纳妾时，我没有阻止过吧？为什么这个外室就那么特别，特别到你不敢把他纳进府，非要把他养在外面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我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我还知道相爷3日前去过无名别院1次。云丞相脸色一白，他死死盯着云夫人的脸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云康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魔怔了？这不可能，你想都别想！你若是不答应，我明天就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云子俊是你养在外面的女人所生的私生女。我还会派人张贴告示，说云丞相私养外室，官风不正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女子的身份。陈氏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今天是子饶的大喜之日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严重。只要你答应和我和离，我愿意将此事瞒下来，并且永远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不可能！可一旦答应他和离，他只会更快捅出这件事。你可以不答应，反正对我来说，子饶已经嫁出去了，我没有什么牵挂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。只要养外室一事捅出去，你这个丞相也就算是做到头了。云丞相面色僵硬苍白。泽轩，你先去前院替我招待宾客，我要跟你母亲好好谈谈。云泽轩面色僵白，点点头，有些失魂落魄的转身往外走去。云子俊不安地看了一眼云夫人，跟着转身离开。云子俊脚下虚软，几乎站立不住。小心，别担心，父亲会处理好的。母亲居然知道子俊不是亲生的，她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云康抬起发软的脚，走到他对面椅子上坐下来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个不重要。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我跟你赔罪。云夫人不说话。婉儿，当年我不该瞒着你，这确实是我的错。云康，你应该给我跪下，赔罪就要有赔罪的态度，不是说几句好话就能够把你所犯的错给接过去的。说什么？他敢让他跪下？不愿意，那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云丞相最终却什么没说话，起身跪倒在地。婉儿，云丞相拉着他的手，我给你赔罪，但是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听我解释。行啊，你解释吧，我听着。云丞相低着头，在脑子里快速思索着自救之法。我藏在外面的那个女子是严氏。哪个严氏？就是泽轩的生母严氏。严氏当年不是难产死了吗？她还活着。云康悄悄松了口气，看来他真的不知那个女子是严氏。严氏当年是假死，连我都瞒过去了，因为她只是妾室，所以葬礼从简。我是直到她下葬那日，才听到她心腹侍女讲了真相，当时又惊又气，不敢相信她竟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。我赶紧找人把封死的棺木打开，严氏在里面憋得满面通红，好在人活了过来。我大怒之下问他为何这么做，他声泪俱下，说他跟我感情深厚，自幼青梅竹马，不敢与为妾，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一辈子做个庶子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冒险的主意。婉儿，我当初在朝中正得皇上重用，万万不敢让这件事被人知晓，否则前途尽毁。严氏和泽轩也要成为笑柄，说不定还会因此获罪。我无奈之下，就在郊外不起眼的地方买了座废弃的宅子，将他就此安置下来。婉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我跟严氏确实感情深厚，当初你是知道的，并且大度的答应让他进府，我一直对你心存感激。只是严氏做错了这件事，我不得不替他善后啊。若他只是隐瞒了严氏这件事，而没有伤害到子饶，袁夫人或许真的就心软原谅他了。所以子俊是严氏的女儿。你喜欢严氏，我可以接受，你跟他悄悄生了个孩子，我也能够接受。当年你把云子俊接进府时，哪怕说一句这是你的私生女，我都愿意把她放在膝下抚养。可你为什么一定要伤害子饶？子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也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云康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
云康，你害得饶儿好苦，你就是个畜生！剧痛在头顶炸开，云丞相眼前发黑。我知道你生气，婉儿，可我真是不得已。云康，我们和离吧，我可以保证不把你的秘密说出去。和离之后，你把严氏娶进来，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，让泽轩和子俊都能够认回自己的生母。我不会跟你和离，婉儿，我已经把真相都告诉了你，我不求你能原谅，只求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云夫人看着他虚伪的嘴脸，完全没有给他机会的意思。这件事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否则我就把你跟严氏的事情公之于众。陈氏知道严氏的存在又如何？只要先把他安抚住，今晚就可以派人把严氏转移到别处去。看着他沉默的表情，他知道他心里铁定又在盘算什么。我心意已决，不过和离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，对外就说是你受人蒙蔽，弄错了子饶和子训的身份，我无法接受自己的亲生女儿平白遭受3年磨难，所以没有办法原谅你，因此才坚决提出和离，而你因为愧疚自责，答应和我和离。我高居丞相之位，一旦和离，必定影响我的仕途和名声。若皇帝对我生了不满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云康。我决定了的事情不会再改变，我只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。子饶回门那天，你若不把和离书写好，我会让战王知道这件事。你该知道，战王手下猛将如云，探子众多，想要查清你那点破事儿并不难。云康沉默良久，想发怒不敢。相爷还是去处理一下伤吧，稍后去招待宾客，别让人看见你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否则引发什么臆测，只怕对相爷没好处。云丞相站起身，绷着一张脸转身离开。战王成婚，阵仗浩大，绵延不绝的嫁妆让多少待嫁女艳羡不已。云家这个养女真是幸运啊！酒楼2楼窗前围观之人中，有贵人发出如此感慨。虽不是嫡女，却在相府享受了14年荣华富贵，如今更是嫁得战王这么优秀的夫君，真不知上辈子做了多少好事，才修来这么好的福气。主子，属下听说云夫人把相府家产的一大本都置办成了嫁妆，给云子饶带到了战王府。当真？真的，属下还得知丞相为此发了好大的怒火。云家那个半路找回来的嫡女子子俊也感到不平。就在今天，这个养女出阁之前，云家那个庶长子还去嫡母面前闹了一出，说母亲不公平，把家产都给云子饶置办成了嫁妆，妹妹以后怎么办什么的。这倒是有点意思。队伍浩浩荡荡从眼前过去，新娘子的花轿在战王府大门外停下。莫苍兰走到轿子前，把云子饶从轿子里抱了出来，周围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。莫苍兰握着他的手，一直走到正厅。其时到，新郎新娘拜天地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苍兰，恭喜你娶得娇妻，日后定要好好爱护，知道吗？千万别辜负了如此佳人。穿过曲折的长廊庭院，云子饶很快被送到一座布置得极为喜气的院子。灯火下，一身嫁衣的云子饶容貌娇艳明媚。饶儿今天很美，妾身往日不美。莫苍兰失笑，王爷不用出去招待客人，有人替我招待。那皇上呢？不用管他。莫苍兰抬手屏退左右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喝了交杯酒就歇下吧。王爷这么猴急？为夫确实有点猴急，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洞房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王爷。问。那日王爷为何突然去相府提亲？毕竟原书中没有这样的剧情。先容我保密一段时间，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。天机不可泄露。算是吧。饿不饿？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。今天离家之前，母亲说的那句话，王爷没有什么想法。你是相府嫡女，这是好消息，岳母大人会得偿所愿的。你早就知道我是相府嫡女？刚知道2天，真千金假千金对本王来说无所谓。云丞相那样的人，我也没兴趣拉拢他。云子饶沉默片刻，轻轻点头。不过你母亲早日离开没坏处，虽然离开相府之后，她就不再是丞相夫人，失去这个身份，你势必也会受些影响，但影响不大。你还知道什么事？你猜？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去哪儿猜啊？你在朝中逼迫皇帝处置太子，又让几位将军进宫弹劾太子，导致太子连续受罚半个月，你就不怕太子登基之后报复你？显然是不担心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
打算让太子登基，是不是？莫景陵是个蠢货，没资格做皇帝。皇上属意的太子人选从不是他。皇帝心里另有人选。莫苍兰转身走了出去，吩咐下人送些热食过来。皇帝心里属意谁做太子，眼下来说不重要。你和云子俊的身世问题需要尽快澄清。云子饶没说话。云泽轩和云子俊是同一个母亲，他们都是严氏的女儿。严氏被你爹安置在郊外一座别院里，我相信用不了几天就会有600里加急战报送到京城来。通敌叛国？太子倒没有叛国之意，但通敌是真的。他跟南诏有来往，关键时候可以用战事牵制我，以后说不定还可以用这种方式铲除我这个心腹大患。侍女端着佳肴进来，将饭菜摆在桌上之后，然后退了出去。累了一天，你肯定饿了，过来吃饭。晚上吃这么丰盛，不怕积食？多吃点儿，稍后才有力气。你前院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两人正用膳。王爷躲在新房里干什么？前院那么多宾客，王爷不管不问了。小王妃这么美吗？这王爷竟然连宾客都扔下不管了。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看来战神王爷也不例外。哎呀，你们别取笑王爷，这可是王爷第一次成亲的，舍不得小妻子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们怎么一点情趣儿都没有呢？房门是关着的，但武将们虽言语粗犷，但行事极有分寸。外面喝酒的大多是军中武将和朝中官员，王爷还是出去应酬一下吧，别冷落了客人，倒显得我这个王妃不懂事。你先吃，宝琴和宝琪就在外面，你有事就吩咐他们。莫苍兰起身走了出去。战王府热闹喧天之时，云丞相正急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因为心腹来禀报说严氏不见了。云丞相转身找到云夫人，你把严氏带走了？请相爷给我一份和离书。严氏在何处？告诉我他在何处？你就算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除非你先给我和离书。云丞相抬起手就要朝他脸上打去。你敢打我试试？你现在打我，我保证严氏明日一早就会出现在皇宫里。云丞相又惊又怒又急，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。我答应你，你告诉我严氏在何处？你先写，就像白天说的那样，对外宣布云子饶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云子俊是你的外室养的私生女。我答应你。夜色正浓，云丞相乘车到了太子府。莫景陵刚刚发过一顿脾气，一想到云子饶风风光光嫁进了战王府，他就克制不住发脾气的冲动。太子殿下，丞相大人来了，说有紧急之事跟您商议，请丞相过来。是。云丞相跨进房门。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严氏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严氏被发现了。陈氏不知从何时开始怀疑子俊的身世，继而查到我在郊外养了外室，他派人把严氏藏了起来。别院里有护卫，有侍女，有嬷嬷，云夫人一个人就能把人带走？我怀疑有陈家人帮忙。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战王也知道了这件事？暂时还不确定，但从陈氏的话里听得出来，他们暂时还不知道严氏的真实来历，只知道她是云泽轩的生母。当务之急是早些找到严氏，否则……不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战王爷调离京城，以免他掺和到这件事中。是，战王爷离开就会带走他麾下所有的将领，到时陈氏和子饶二人孤立无援，折腾不出水花来。云丞相看向莫景陵，明天伪造一份600里加急，皇上会立刻让战王爷整兵出发。莫景陵走到窗前站着，这件事情会派人去做。是，老臣先告退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累了？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带我把身体锻炼强壮一些，定给你大展通宵。饶儿很彪悍，我喜欢。云子饶突然沉默下来。好吧，他方才太着急了。王爷，边关600里加急。莫苍兰眉头一皱，披衣起身。王爷，边关600里加急，请王爷定夺。600里加急，这份信报来的还真是突然。莫苍兰接过信报，打发了护卫。如果说600里加急过几天再来，可以认为是太子悄悄与南诏有了联系，但现在来，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份战报是假的？10有8九是假的。大婚之日，莫景陵送了本王一份大礼。云子饶微默，眼底划过一抹玩味的笑意。他一大早上就起来梳妆打扮，沉鱼落雁左右伺候着。厨房里炖着桃胶银耳羹，给王妃补身子的，奴婢让他们现在送过来。云子饶懒洋洋转头看了他一眼，王妃这副模样，真把人魂魄都勾了去。放肆！嘿，奴婢放肆了，请王妃恕罪。你们王爷去哪儿了？去了军营。王爷说他去军营召见诸将领，处理一些事情，明日一早陪王妃回门。云子饶没再说什么。不用带了，我今天要锻炼身体。
问题，衣服也不必穿得太繁琐啊。可是王妃这才新婚第2天，应该打扮得美美的才是啊。明天回门再打扮也不迟啊。是。云子饶把宝琴和宝琪叫上，去了王府后花园。花园里空气好，景致好，适合锻炼身体。莫景林在太子府里焦躁难安，直到探子来报，战王昨晚没离开。是，战王爷今天一早才去了军营。一想到昨晚云子饶已经被，他就愤怒的想杀人。派人再去盯着，有消息随时来报。是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莫景林下令召见几个幕僚议事，其中武阳侯赫然在列。太子殿下为了让战王爷早日离开皇城，竟命人假传急报，孤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太子殿下是为了云姑娘。不是因为云子饶，而是有更严重的把柄，孤必须让战王今天之内离开皇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此言一出，几位幕僚脸色皆变。你们先别问了，赶紧想办法。为今之计是必须让他离开，多待半天都是风险。若想让战王爷离开皇城，只能由皇上来下这个旨。600里加急信报送到宫里了吗？直接送到战王手里。战王爷领兵多年，跟驻守在边关的将领都有特殊的联系方式，这份急报他或许不会轻易相信。孤以飞鸽传书，南诏不日就会真的兴兵来犯。若战王不及时率兵回边关，到时后果他只怕承担不起。太子飞鸽传书给谁？他待在京城就能让南诏随时来犯？这可是通敌呀！若是让皇上和满朝文武知道，午时依旧没有动静，极度的恐慌和愤怒之下，催促着武阳侯进宫禀报600里加急一事。崇武帝听完武阳侯禀报，你说什么？回禀皇上，臣听闻昨晚有600里加急信报传至京城，或许是因为时间太晚，宫门已落锁，信报被送至战王爷手里。一早上，战王爷又去了军营，只是时至正午，依旧没有整军出发的消息。臣心里不安，唯恐延误了边关战事，特进宫向皇上禀报，求皇上定夺。崇武帝听完他的话，面色有一瞬间惊怒。李德春传战王爷进宫。奴才遵旨。兵部有没有接到边关信报？回皇上，臣没有接到来自边关的信报。武阳侯和6部尚书陆开元候在大殿，战王爷带着陈将军和严将军进宫面圣。战王，武阳侯说昨晚有600里加急信报进京，你收到了？应侯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？我当然是听太子说的。武阳侯骤然僵住。太子待在府里养伤，怎么会知道边关战事？因为加急信报是假的，臣跟苍狼军自有一套联系的方式。若真有600里加急，士兵送来的信上会有特殊的记号。武阳侯一震，战王竟然知道信报是假的。假传信报是死罪，通敌叛国更是死罪中的死罪。莫苍兰从袖子里抽出一份密函，走过去放在皇帝面前。这是臣手下的探子今天上午刚接下来的信件，信函上是太子的字迹，盖的是太子的印章，追踪到的那只信鸽正好也是来自太子府，请皇上明察。在场的几位官员纷纷变色。崇武帝把信函看完，太子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将我调离京城，早些回到边关去。只是他太过着急，急得连半天都等不了，所以集中出错，破绽百出，臣才轻易能得到这份证据。太子殿下为何如此着急就把战王调离京城？王爷是不是想多了？有可能这并不是太子的笔迹，而是有人栽赃陷害。不如把太子叫过来问问。这份信函看不出伪造的痕迹，反而是伪造的加急信报，拙劣的可笑。事关边关安稳，若查不出个水落石出，只怕于齐国是个隐患。李德春传太子。是。旨意传到太子府。父皇召见我。是太子殿下。为什么？奴才不知。崇明殿还有谁？战王爷和武阳侯，还有6部尚书大人都在。莫景林压着心头，情绪波动。崇明殿气息压抑，莫景林被小厮搀扶着进殿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自己看看。当他看到信函上那熟悉的字迹时，整个人僵在当场。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儿臣冤枉啊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这不是儿臣写的，这不是。太子，这是你的字迹。昨晚送来600里加急信报的小兵是你的心腹，他如今在军营里已经受过一轮严刑逼供，这是栽赃陷害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常年跟南诏那边的公主有联系，本王已命人去查，你狡辩毫无意义。
不是皇叔想陷害我，这是陷害。崇武帝见他这般反应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来人，将太子押进天牢。父王，儿臣冤枉。六部尚书齐齐跪下，请皇上明察，给太子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啊！先把太子押进天牢，这件事朕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若你通敌为真，朕不但废了你太子之位，连同你的母亲会一并被贬为庶人。拖下去！六位尚书跪在地上，再三求情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太子被御林军带走。虽然600里急报是假的，但若齐国真有人跟南诏勾结，齐国的隐患就尚未解除，随时都会带来危机。战王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直接灭了南诏，永绝后患？众大臣觉得这个想法过于异想天开。南诏兵力强大，想要完全灭掉他们，除了兵力之外，还要源源不断的粮草军饷支持，以及漫长的时间。时间上朕等得起，只是若拖得太久，粮草军饷确实压力大，国库怕是支撑不了几年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粮草问题？皇上，连年征战消耗国库最快，齐国别处军队且不算，仅苍蓝军40万大军，每年所需的粮草和军饷就要数百万两，而且军中战马、盔甲和兵器需要定期更换，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征战所带来的人员损失亦是巨大，多少妻子失去丈夫，儿女失去父亲，老人失去儿子，还求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齐国眼下并无吞并南诏的能力，若真想强行开疆拓土，只会让齐国国力损失惨重，求皇上三思啊！崇武帝沉默片刻，转头看向还跪在地上的武阳侯。宁爱卿，你说呢？武阳侯心头忽然生出一丝希望。臣以为可行。武阳侯以为可行。本王方才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呢。昨晚600里加急情报是假的，不知你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是啊，不知武阳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？连皇上都不知道，消息直接送到战王府。这件事应该只有假传急报之人和战王也知道，武阳侯不会参与其中了吧？林尚书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虽然我确实是从太子那里得到这个消息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参与其中。皇上，臣多年领兵征战沙场，臣的父亲和兄长皆死在南诏士兵手里，臣跟他们有血海深仇，如何会跟他们勾结？若臣真的这么做了，100年之后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啊！求皇上明察。罢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莫苍兰没有多留，很快告退离开。众人离开之后，南诏一直是朕的心病。武阳侯听到这句话，撩袍一跪：皇上但有需要，臣定万死不辞。崇武帝看着他，突然想到云子饶被掳走的事情。宁放怎么样了？皇上，听说宁放前2日掳走了战王妃，战王跟朕说过这件事，并强调他自行处理，朕就没多过问。宁放废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做错了事，被废了命根子。谁做的？战王府的2个女护卫说是他们动的手，但宁放回来亲口说是战王妃动的手。战王妃动的手？这不可能。臣也认为不可能，但宁放说他没必要骗我，确实是战王妃亲自动的手。他还说战王妃只是表面柔弱，实则心狠手辣，蛇蝎心肠。越说越离谱。宁放有错在先，战王安排的护卫为了保护云子饶，情急之下伤了他。这件事若追究起来，还是便宜了宁放。臣一开始也不信，只是宁放已然成了废人，在自己父亲面前没必要撒谎。他一再强调是战王妃亲自动的手，由不得臣不信。因为2个女护卫身手都不错，又是战王府的人，他就算想报仇也做不到。战王妃手无缚鸡之力，且这件事完全因为战王妃而起。宁放显然忘了自己才是罪魁祸首，他若不当街掳走战王妃，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？
吧，武阳侯，朕知你年轻时镇守边关，对子女都疏于教导，所以才导致本该担任家族重任的嫡长子铸下如此大错。战王既然已经放过宁放，朕也不再追究他的过错，但你这个父亲以后定要对子女严厉管教，绝对不允许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是，你先回去吧。宁家3代无家，宁放着实不该做出当街掳人这种事，你心里有数，以后定要多多约束子女言行。是，臣告退。崇武帝沉默地看着他离开。相府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且很反常。李德琛，丞相这几天在家干什么？他的女儿昨天刚出嫁，勇敢没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？皇上，丞相府昨天似乎真的发生了一些事。瑞王殿下给贵妃娘娘请安时，隐隐提过云夫人跟丞相闹和离，但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奴才不太清楚。和离？你说云夫人在家闹和离？奴才昨晚经过御花园时，听瑞王殿下和贵妃娘娘谈话，恰好听到那么一句，不知是不是奴才听错了，奴才也不敢确定啊。不过瑞王殿下一向喜欢热闹，又是战王爷的晚辈，跟着去迎亲也符合规矩。应该是你听错了，云夫人好端端的怎么会和离？而且昨天还是大喜的日子，想起来朕有些日子没见瑞王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朕有些话要问他。是。太子被打入天牢的消息传至相府。太子被打入天牢？云丞相困兽般踱着步子，几乎焦头烂额。既然他非要逼他到如此地步，就只能让严氏永远无法露面了。来人，相爷，府中加强守卫，内院女眷包括夫人在内，任何人不许踏出院门半步。是。云丞相带上2个护卫，转身去了静安院。云泽轩正跪在院子里请罪。母亲，俊儿这3年来一直谦恭柔顺，乖巧听话。母亲，您不要我了吗？就算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若无当年陷害子饶一事，我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继续做我女儿。可你太贪心了，贪心的容不下子饶，害她遭受3年苦难。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恶毒贪婪的女儿。云泽轩放在腿侧的双手一点点攥紧。母亲，我真的没有陷害姐姐。事到如今，你跟我说这些有用吗？你到云家的这3年里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，我也清楚。你不必跟我哭诉。作为一个庶子，我这些年待你如何，你心里清楚。3年前，子俊来到相府，你一次次帮着子俊欺负子饶。子饶从浣衣局回来，你还是不放过他。但凡我对子饶好一点，你就要抗议不平，甚至不惜当众顶撞我这个嫡母。云泽轩，你所求所愿，我都会成全你。云泽轩表情僵硬，也后悔昨天当众质问母亲的那些话。云丞相走进静安院。太子被皇上打进了天牢。太子被打入天牢？为什么？皇上知道了你们的阴谋，太子被打入天牢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轮到你了？你是不是很希望云家满门获罪？袁夫人没说话。陈婉，我不会和你和离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为什么非得闹得鱼死网破？你是个女子，从嫁人那天起，一辈子生是夫家的人，死是夫家的鬼，你怎么会有和离的想法？我身居高位，怎能同意如此离经叛道的事情？袁夫人攥着手里的帕子。陈氏，我希望你赶快告诉我严氏在哪里，否则你这辈子别想再见到云子饶。你对子饶做了什么？她现在是高贵的战王妃，我能对她做什么？只是你别忘了，这相府暂时还是由我做主，我想让你出去，你才能出去。我不想让你出去，你这辈子都出不去。如果我被治罪，牵连的不仅仅是子俊和泽轩，还有你和陈家。你的大哥跟着战王立了些功劳，这些年日子越过越好，你应该不想看到他们被押赴刑场。云夫人沉默片刻，不得不暂时妥协。行，我可以答应你不和离，也不交出严氏，但是你必须对外澄清，子饶才是相府嫡女。如果你做不到，
那我们就鱼死网破。我答应你，明天是子饶3日回门，我会跟战王和子饶说清来龙去脉。后天在府里举办一个赏花宴，邀请世家妇人和贵女来赏花，我当众澄清此事。然后我会去皇上面前请罪，把自己的责任说清楚，还子饶一个清白。父亲，他以后该怎么办？他一定会成为京城笑柄。云丞相和云夫人算是暂时达成了和解。严氏在你手里，还是在战王手里？等子饶身份明确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很快到了3日回门这天，早早列队恭迎。战王爷来了。大门外，莫苍兰带着云子饶走下马车。莫苍兰挽着云子饶的手走进大门。岳母大人不必多礼。王爷王妃，请厅内用茶。云丞相夫妇带着莫苍兰和云子饶进厅。回门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不过今天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跟丞相和夫人核实一下。子饶是相府嫡女，是陈和夫人亲生的女儿。当初陈被人愚弄，只凭着子俊脚底下的一颗痣，就误认为她是被调包的相府千金。是臣没有查清真相，轻易受人蒙蔽，臣着实愧对子饶，愧对夫人。被人愚弄？王妃在相府受过不少委屈，往日点点滴滴她不愿计较，本王却不能坐视不管。子饶受委屈，臣这个父亲心里亦是自责。你虽是放任，直接欺负王妃的却是云泽轩和云子俊，你们俩过来跪下，给王妃赔罪。跪下！云泽轩不敢置信地看着云子俊近前2步，朝云子饶躬身行礼。姐姐，我跪下，没听见？云子俊眼眶一红，垂眸跪下。是我不好，我鸠占鹊巢，霸占姐姐3年荣华富贵，还害得姐姐在浣衣局受了3年苦楚。嘴上的赔罪毫无意义。明儿开始，你去浣衣局洗3年衣服，把王妃受过的苦楚全部经受一遍，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。什么？可皇上说皇上说了什么？王爷，子俊妹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并非故意隐瞒，还望王爷明鉴。莫苍兰没说话。王爷，子俊确实不知情，他比谁都知情。他若不知情，怎么会暗中使银子谋害王妃，想让她死在浣衣局？我没有，姐姐，我真的没有。你有。浣衣局那个掌事嬷嬷每次打我的时候都会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怪就怪我不是真千金，她只听从真千金的话。她还说你早晚是太子妃，她得罪不起，你让她干什么她就得干什么。我真的没有，姐姐，求你相信我。子饶，那些都是一面之词。放肆，竟敢直呼王妃闺名！云泽轩被打得一懵。王妃，丞相觉得这件事该如何弥补？如果只是真假千金的问题，本王倒也不想为难一个柔弱女子。只是子饶在浣衣局受苦3年，这是抹不去的阴影和伤害，本王不能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云丞相看向云子饶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子饶，你跟子俊都是云家女儿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如今你贵为王妃，理该宽宏大量，就别跟自己的妹妹计较了。当年我被太子送去浣衣局的时候，父亲可没有说让他们别跟我计较，何况当年我是被冤枉的，是因云子俊一滴眼泪，太子一个不高兴就让我受尽苦楚。而今云子俊有切实的罪名，还不足以让他尝一尝我曾经受过的苦。父亲的偏心可真是让人看不懂啊！子俊的母亲到底是谁，让你对他如此偏袒宠爱，一点委屈都舍不得让他受？子俊，你若真想补偿子饶，就该有补偿的行动，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认罪悔改的诚意。母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浣衣局或者教坊司，2选1。王爷，云子俊如遭雷击，不管去浣衣局还是教坊司，都注定他这辈子毁了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云丞相面沉如水，沉默不语。王妃，以前都是我们不好，我以为子俊是相府嫡女，是我的亲妹妹，所以才处处维护她，偏袒她。我以为是你霸占了她14年的富贵生活，让她吃尽苦头，所以我才对你不满，对你造成了伤害。我在此跟你赔罪。你是不是以为她是你的亲妹妹，而她也确实是你的亲妹妹？你跟云子俊一母同胞，都是父亲的妾室严氏所生。当年严氏生你之后，借着难产假死脱身，却被父亲悄悄养在外面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生了庶女云子俊。云泽轩一震，没想到他对细节竟了如指掌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云家嫡女，却故作不知，将计就计的想要除掉我，
让云子俊成为相府唯一的嫡女。你们一家3口，不，应该说一家4口，当真是好算计。云丞相脸色黑沉沉的，却无言以对。我在浣衣局受了3年苦，完全是因为你们而起。我有没有错？你们心里清楚的很。你们也知道太子没有资格把我送去浣衣局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劝阻。你们甚至推波助澜，巴不得我死在浣衣局才好。这不是争风吃醋，这是心性自私残忍，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。你们想置我于死地，如今却想祈求我大度的原谅你们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我们真的是姐妹啊！就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方才王爷说2选1，如果你愿意去浣衣局待3年，我就原谅你曾经的所作所为。姐姐，求你原谅我，或者你更愿意去教房司。云子俊只是苦苦的上气不接下气。我知道你们都想维护云家的名声，我也不想破坏父亲在满朝文武心目中的形象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个选择。姐姐请说，我一定照做。去战王府做个洗衣婢，不用3年，3个月就行。还是洗衣婢？云子俊僵在地上。如果你还是不答应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把真相都说出来，严氏的身份暴露出来，看皇上如何处置吧。如果我被皇上处置，子饶，你觉得你母亲不会受到牵连？云子饶沈笑，谁受到牵连与他何干？他们都是置云子饶于死地的罪魁祸首。父亲，我受过的苦楚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这3年对我造成的伤害太大，这我心里永远憋着这口气，没有机会得以发泄。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我自己也不敢保证。云丞相顿时怒火中烧，真是个逆女！几次权衡利弊之后，不得不答应下来。好，以子俊的容貌，万一能让战王偶尔心动，说不定从此姐妹共侍一夫。相爷答应的干脆，子俊，你同意吗？姐姐怎么说，我怎么做就是。云夫人转头看着神色不同以往的子饶，心头微微生出异样感觉，吩咐陈馀带子饶回上雪轩休息。你们兄妹亏欠子饶，必须有所弥补。虽然你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妹，但这不是你们欺负他的理由。子饶如今是皇妃，还是皇上亲封的清平郡主，以后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只要见到子饶，你们都必须恭恭敬敬行礼问安。再有人敢怠慢子饶，我绝不轻饶。再有人敢怠慢子饶，我绝不轻饶。是，父亲，儿子一定好好反省。女儿再也不敢对姐姐不敬，以后一定谦恭柔顺，对姐姐言听计从，只求能得到姐姐的原谅。父子3人这番话自然是说给莫苍兰听的。两人一起抵达书房。臣对子饶这个女儿亏欠许多，今日王爷愿意为子饶讨一个公道，臣心情虽是复杂，却也欣慰。多谢王爷如此爱护臣的女儿，臣不配做一个父亲，更是愧对子饶。子饶如今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自然会庇护她，爱惜她，容不得任何人欺负她。是，臣如今说这些已经无意义，只盼着子饶日子能过得顺心一些，慢慢淡忘曾经的痛苦和屈辱。臣听闻太子被打入天牢一事，心里很是吃惊，不知太子何处惹了圣上震怒，竟不顾他重伤在身，直接将他关进天牢重地。丞相应该清楚才是，假传600里急报是死罪，皇上只是下旨把他关进天牢，还没直接废太子呢。丞相大人不必过于担心。皇上虽然是个圣明君王，但王爷兵权重，军功累累，皇上心底必是生了忌惮。若我们联手，整个皇朝将彻底由王爷说了算。丞相这是想权倾朝野，架空皇上的权力？不，老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本王兵权在握，皇上不放心，如今又跟相府联姻，皇上夜间怕是睡都睡不着了。你是这个意思？本王觉得挺好，这江山本就该有能者居之。云丞相惊疑不定地看着莫苍兰。丞相这是怎么了？看起来被吓到的样子。本王玩笑话，不必当真。莫苍兰漫不经心地看着云丞相一脸老谋深算的表情。太子被打入天牢一事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，崇武帝下旨命刑部负责审问，并未查出太子通敌之嫌。皇上，太子在天牢里一直大喊冤枉，想求皇上去见一面。太子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要跟皇上说。证据确凿，他还敢喊冤？回皇上，太子殿下说此事另有隐情，求皇上务必去一趟大牢。太子殿下要亲口跟皇上禀报。既然如此，朕就去见他一见，看他到底有什么好说的。
莫景林住的是天牢里最好的一间牢房。莫景林待在天牢里，把事情想得明明白白，为了自保，只能牺牲掉云丞相父女。只等战王离开京城，他一定要重新夺回云子饶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父皇，父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你要见朕？是，儿臣有许多话想跟父皇单独谈谈，求父皇成全儿臣的心愿。两个太监搬了张椅子过来，放在皇上身后，随即和狱卒们退了出去。说吧。父皇，那封密函确实是儿臣亲手所写，但儿臣跟南诏从无往来。儿臣此举有2个目的，一是为了揪出真正的通敌幕后之人，二是为了让皇叔早日离开京城。儿臣没有事先禀报父皇，自作主张，是儿臣之错，愿受父皇责罚。揪出真正通敌之人是谁？云丞相。你再说一遍。回禀父皇，真正通敌之人是云丞相。儿臣身为父皇钦点的储君，心里只有江山社稷，天下名声。儿臣一直以父皇为榜样，想做一个贤明有德的好太子。儿臣深知父皇不喜结党营私，是以儿臣一直谨守父皇教导，与朝中大臣们保持距离。可云丞相3年前把云子俊接回府，就一直想让云子俊取代云子饶。儿臣原不想答应，没想到他竟然说只要儿臣娶了云子俊，他就可以助儿臣顺利登基，并且稳固地位。所以你就答应了他？儿臣是父皇立的太子，就算没有丞相辅佐，儿臣自信只要行得正做得端，不辜负父皇期许，就没人可以动摇儿臣的储君之位。就算真的储君一位，也一定是因为其他兄弟的能力更强。父皇为了江山社稷考虑，才会另择储君。儿臣绝不会因为自身利益而跟丞相来往，但儿臣想知道他那么笃定自信的底气是什么。所以儿臣将计就计，假意答应跟他合作，并且承诺娶云子俊为太子妃，以此来获取丞相的信任。云子饶也是云丞相的女儿，虽是养女，但挂着云家的姓氏，嫁给你不是一样的效果？回父皇，关键问题出在云子俊身上。哦，儿臣通过与云子俊接触3年，发现云子俊的身世大有问题，她根本不是云夫人的亲生女儿，只是云丞相在外面养的私生女。你说什么？儿臣句句属实，求父皇明鉴。崇武帝沉默下来，想到昨晚召见瑞王之后的谈话。云丞相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父皇，这就是儿臣跟云子俊接触3年所得的结果。云子俊的生母其实就是云家长子云泽轩的生母，那个女子姓严，真实身份是南诏皇帝流落在外的私生女。20年前生下云泽轩之后，假死脱身，回到南诏认祖归宗，成了南诏公主。但是严氏跟云丞相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去南诏没多久就回到了齐国，被云丞相养在郊外一座无名的别院里，这么多年一直没人发现。什么？云康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一个丞相把我这个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还想联合太子架空我这个皇帝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罪该万死。儿臣自知对不起子饶，当初之所以把他罚去浣衣局，也是因为想取得云子俊的信任，从他嘴里掏出话来。没想到经受过训练，根本不是表面上装出来的那么柔弱无害。哪怕他在儿臣面前表现的多么温柔无害，对儿臣却始终抱有防备，不曾透露过自己的出身来历。直到今年2月，儿臣府里的探子无意间发现云丞相偷偷的去了郊外别院，儿臣用婚事半威胁半引诱，才从云子俊嘴里得知，原来别院里藏着的那个女子，竟然就是当年假死的丞相妾室严氏。当然严氏在云家时，丞相还不是丞相，只是个尚书，而云子俊就是严氏生下的女儿，跟云家长子云泽轩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妹。崇武帝没说话。儿臣为了不引起云子俊的怀疑，3年里很少去浣衣局，偶尔去一次也是悄悄的去。儿臣并不知道云子俊居然私底下买通浣衣局的嬷嬷，唆使他虐待子饶。后来儿臣发现云子饶身子一天比一天差，实在是不忍心他继续在浣衣局待下去，才命人把他放了出来。至于前天晚上的600里奇报，是儿臣鬼迷心窍，儿臣待在太子府养伤，得知皇叔与云子饶大婚，儿子嫉妒又悔恨，悔得肠子都青。
儿臣只想让皇叔尽快离开京城，不要碰我的子饶。父皇，儿臣自知罪孽深重，我对子饶是真心的，儿臣对不起他，一念之间犯了大错，儿臣不敢求父皇原谅，只求父皇莫要疑心儿臣不忠不孝，儿臣只是舍不得子饶。崇武帝对他的话已经信了5、6分。李德春，皇上，用狱卒好好照顾太子，把太医叫过来，给太子的伤上药，吩咐刑部暂时不必再审问了，等太子伤势复原再说。皇上不放太子出去吗？先在天牢里待几天。是。崇武帝转身走了出去。儿臣恭送父皇，谢父皇恩典。他起身回到床上坐着，他的危机已经解除了。别怪我，怪就怪把柄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，严氏是你的妾室，而不是我的啊，只能牺牲你了，云子饶。哼，我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你，你一定是我的。4月初10，云夫人在家中举办赏花宴，刚成亲没几天的云子饶也在宝琴和宝琪护送下抵达相府。云夫人早就在大门外等着他了。子饶，你回来了。我今天邀请京中王妃贵女们过来，就是要当众澄清你的身份。这3年来，你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是母亲眼下心忙，对不起你。母亲，如果我已经死在浣衣局，你的这句对不起是不是来得晚了一些？子饶，姐姐，云子俊跨出大门，提着裙摆飞奔而来。你回来了，贵女们已经到了，我带你去花厅好不好？我在自己家里找不到花厅，需要你带路。我没有恶意，姐姐，我只是……稍后去了花厅，你什么话都不必说，安静地站着就好。母亲，我知道了。云夫人没再理他，带着云子饶前往花厅。相府侍女穿梭在花厅和厨房，给贵人们奉上精致茶点。厅里的王妃贵女们齐齐转过头来，诧异地看着这对母女。云家大小姐嫁给战王之后，突然变得比嫡女还高贵了。云家长女嫁给战王爷，那就是战王妃，自然比丞相府嫡女更尊贵，这还需要问？诸位有所不知，子饶和子俊的身份这3年来一直被弄错了。众人一愣，云夫人的话我们怎么有些听不懂？3年前你们不是说女儿被稳婆调换了，云子俊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云子俊站在云夫人身后，低垂着眸子。说出来都是家丑，只是眼下为了给子饶一个公平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其实子饶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们云家可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呀！哼，不会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，故意把养女说成嫡女吧？云家这2年确实惹人笑话，若不是想给子饶一个公道，这些事我就忍下了。外人皆以为我们跟相爷夫妻和睦，感情深厚，彼此信任，所以3年前相爷带回子俊，说子俊才是我的亲生女儿时，我心下虽有所怀疑，但子俊脚底有着跟相爷一模一样的红痣，再加上相爷信誓旦旦承诺我早已查得清清楚楚，我也就相信了他的话。正因为我的愚蠢无知和轻信他人，才导致我的亲生女儿在浣衣局受了3年苦楚，伤痕累累。没想到我从头到尾都是被云康蒙骗了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所有到来的贵客都一副微妙的表情。夫人说是被丞相蒙骗，这么说来，这件事儿出在丞相身上，他为什么要骗你？子饶是夫人的女儿，也就是相爷的女儿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说成是养女，对她有什么好处？是啊，丞相这么做不就是把自己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吗？如果云子君不是相府嫡女，那她是什么人？丞相从何处把她带来？当年宣布真嫡女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皇上和皇后都过问此事，丞相此举不是欺君吗？确实是欺君，所以一早丞相已经进宫跟皇上请罪去了。云子君是相爷在外面的私生女，丞相之所以把她带回来，就是因为那个生下子俊的女子曾是相爷心头好，他喜欢那个外室，喜欢到了可以不顾亲生女儿死活的程度。我得知这个秘密的时候，只觉得天都塌了，想着本该是千娇万宠的女儿，竟然在浣衣局受了这么多苦，而这些苦很多都是云子俊暗中收买嬷嬷造成的。我就恨不得给当时有眼无珠的自己一巴掌。我痛恨自己
己曾经的愚蠢无知，恨自己轻信他人，更恨我跟子饶14年母女之情，却在3年前没能够护好他，任由他被人送去那吃苦受罪的地方。花厅里众人都不言语。我出身将军府，性子刚烈，容不得如此恶劣的欺瞒和背叛。我跟相爷提出和离，他不同意，说和离会让他抬不起头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他让我的女儿变成养女的时候，没有顾虑我的感受。我提出和离，他倒是觉得抬不起头了。既然他不同意和离，那么我只能提出要求，我让他去皇上面前请罪，自己主动说出真相，还我和子饶一个公道。我还要当众澄清这件事，让我的女儿从此活得堂堂正正，不再受任何人的诟病羞辱。鸠占鹊巢的人不是子饶，而是云子俊，他才是那个见不得光的，受了不属于自己荣华富贵，还要恶毒谋害自己姐姐的恶毒女子。云子俊听到这番话，好狠的心，母亲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今天武阳侯夫人和女儿也被请了过来，母女两人看着坐在云夫人身边的云子饶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云子俊会暗中指使浣衣局嬷嬷3年如一日折磨着战王妃，只是担心自己假千金的身份被识破，巴不得早些除掉真千金吧。我没有，我不是。还狡辩！浣衣局长侍嬷嬷当众承认是你指使他。本公主那日听说之后，曾派人去浣衣局问了几句。张嬷嬷对战王妃无冤无仇，这3年来对战王妃下手，却从没有留情。难道不是你唆使？外室女自卑敏感，谨小慎微可以理解，只是这恶毒的天性不知随了谁。没想到表面上看着正直无私的丞相大人，私底下竟然是如此品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养外室这么多年，居然一直没有人发现，藏得还真好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丞相是这样的人呢？席间附和的人不太多。方才安平公主说云子君恶毒，其实在我看来，战王妃的恶毒比云子君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战王妃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，诸位都看不出来吧？宁姑娘这是何意？宁姑娘可以把话说清楚点，我何时杀人不眨眼了？你敢做不敢认吗？我大哥，宁姑娘你还敢提你大哥？宝琴面色严厉，我们王妃胆子小，成亲之前被你大哥的马车当街撞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大哥竟派人掳走我们王妃。要不是我跟宝琪奉王爷之命保护王妃，那天王妃就要遭你大哥毒手了。王妃仁慈心善，我们可不是，谁敢伤害王妃，我们就伤害谁。你大哥残废了，是他自找的。宁夫人脸色一僵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宁夫人这个时候着急了，你女儿自取其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阻止呢？云夫人自报家仇，是为了替王妃讨一个公道。你们自报家仇，就是单纯的想让别人知道你们儿子是什么德行吧？不对，不单单是儿子，宁家女儿也一样。宁家家风不正，儿女一样品德败坏。宁夫人气得脸色铁青，你住口！宁家长子劫持我们王妃时，曾亲口指责我们王妃没有资格嫁给战王，说宁家姑娘才有资格。这不就是爱而不得，生出极度怨恨，才指使自己哥哥做出如此龌龊下作的行径吗？对，幸亏我跟宝琪都会功夫，若我们王妃真要吃了亏，你们武阳侯府不知能否承受得住王爷的怒火。你们就是自作自受，还敢在这里倒打一耙，简直无耻到没有下限。你们胡说！战王妃，你敢做不敢当吗？我大哥的伤到底是你下的手，还是你的2个护卫下的手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宁姑娘若说是我动的手，我自然不会否认。王妃不必理会他，他们宁家人德行有亏，今天算是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。我们家王妃柔弱不能自理，若真有那么厉害的本事，何至于被困在浣衣局3年？难不成宁姑娘觉得浣衣局是个锻炼人的地方？不如把你送过去看看，看你在浣衣局待上3年之后，还有没有力气伤人？云子饶他只是表面柔弱，实则……够了。宁姑娘，你兄长劫持我女儿在先，我们没有告到皇上面前，已经是对你们网开一面。你别得寸进尺，倒打一耙。别忘了，宁放当街劫持我女儿一事，几个禁军亲眼所见，他们皆是证人。你若是继续污蔑我女儿，我会求战王将此事调查的水落石出，到时候你侯府满门受到牵连，别怪我们不讲情面。来者是客，这就是云夫人的待客之道吗？如果你能够管教好自己的女儿，我可以暂时忘记你儿子做过的缺德事，把你们当成客人对待。你们作恶在先，本该低调沉默，当自己不存在，偏偏喜欢强出头，恶人先告状。你们不会以为我跟丞相撕破脸，你们就能欺负我女儿了？告诉你们，门儿都没有。若宁夫人觉得自己的儿子受了委屈而没能讨回一个公道，我可以去父皇面前禀报此事，让父皇
秉公处置，或者直接报到大理寺，看当街劫持大臣之女是什么罪名。宁夫人母女顿时哑巴似的，脸色僵白。我知道宁姑娘一直想嫁给王爷，可男女婚姻除了遵从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同时也要讲究你情我愿。王爷不愿意娶你，你就把怨气撒在我的身上，甚至铸下大错，牵连自己的兄长受了不可愈的伤势，这分明是你自己被嫉妒蒙蔽心智。你不反思也就罢了，反而当众指责我，你真当今天来的贵客都没有一点判断能力吗？众人不自觉地点头。在场的都是女子，深知女子清白的重要性。当日幸亏宝琴和宝琪奉命保护我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追到宁家马车，否则我的清白若是毁了，谁来替我讨回一个公道？连丞相之女都能当街被掳走，而凶手不受到一点惩罚，那么其他女子又该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危？如何确定她们出门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随意掳走，毁掉清白？战王妃说的对，丞相府千金都能被随意掳走，你们其他人就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遇上这种事，到时谁来还你们公道，谁来替你们伸冤？这件事绝不能善罢甘休，我会回禀父皇，求他秉公处置，不能私纵了任何一个为非作歹之辈。王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也是看在武阳侯曾经为国立功的份上，才对他网开一面，没想到一时心软，换来的不是感激，而是怨恨和仇视。为国立功时，父皇也没亏待过他们，不然哪来如今风光显赫的侯府，又哪来仗着侯府势力耀武扬威的侯府嫡长子？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，这才是父皇公正严明的治国之道。侯府太倨傲了，不把相府放在眼里，视皇权律法如无物，简直玷污了将门子弟一直以来该有的风骨。在场之人纷纷用异样眼光看着宁夫人母女。我还有事在身，先告辞了。说着拽着自己女儿就走。家父大理寺卿说宁夫人需要告状，我可以回家代为转达，让父亲把宁公子掳人之事查个水落石出，看当日伤他之人究竟是谁。不用了。说完匆匆离去。今日把诸位请过来，主要是为了澄清子饶身份一事，多谢大家到场，见证了相府的家丑。我只是想要当众忏悔自己曾经的有眼无珠，也想为自己的女儿争取一份公道。虽说有些晚了，但晚到总比不到好。关于云子俊的身份，相爷今日已进宫去面圣，待他回来，我们会视皇上如何处置，再决定他的去留。丞相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，依着父皇的脾气，怕是不会善良。唉，3年来，相爷故意混淆亲生女儿和外室女的行径，说轻了是蒙骗世人，说重了就是欺君。皇上如何处置，我们都接受，这是我们该得的惩罚。安平公主所言没错，皇帝确实震怒。所以你为何要把云子俊接到府里，把她说成是你的嫡女？臣鬼迷心窍，一心扑在严氏身上，当时只以为我们才是真爱，不能给她一个正妻的身份，至少给她的子女最好的待遇，所以你就委屈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丞相，朕应该相信你的解释吗？臣句句属实，绝不敢再欺骗皇上，是吗？那你告诉朕，严氏是什么身份来历？云丞相一怔，面上血色尽退。皇上已经知道了严氏的来历，谁告诉他的？战王还是云子饶？臣是那个贱人，他明明说过，只要我愿意澄清子饶的身份，就永远不谈和离之事，不暴露严氏的来历。他竟敢骗我！看来太子说的都是真的。云康，通敌之罪该如何处置？你心里清楚。做到丞相之位，你还不满意？你想要什么？辅佐太子登基，凭着从龙之功权倾朝野。太子是太子出卖了我？怎么，你觉得太子不会供出你，还是会替你隐瞒？云康，太子是齐国储君，他在乎的是齐国江山社稷，你以为他会跟你一样野心勃勃？皇上，臣冤枉，臣万万不敢通敌呀！朕只是感到好奇，你权倾朝野之后想干什么？想让你的女儿做皇后，你做国丈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，以后若皇帝惹你不快，还可以联系南诏派兵来攻打齐国，给不听话的新皇帝一个教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两国交战要死多少
将士，多少女子失去丈夫，多少母亲失去儿子，多少孩童失去父亲，这就是齐国丞相的心胸品行吗？云康，你心里装着野心和权势，自私贪婪，从不会为国家百姓考虑。朕这么多年信任你，器重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？他狠狠一脚踹过去，胸腹剧痛。皇上，臣绝对没有通敌叛国的意思。臣当年跟严氏相爱之时，不知道他的来历身份，只是后来得知他的身份，臣心里惶恐不安，生怕被人发现引起误会，才把他养在了外面。求皇上明察，臣从未有过通敌叛国之意。够了！来人，把云康押进天牢陪太子。殿外进来御林军。是。皇上，臣冤枉呀，臣冤枉啊！真是该死，太子和云康通通该死。消息很快传到云家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刚刚宫里传来消息，相爷被人打入天牢了。什么？席间众人一惊，丞相怎么会被打入天牢？不就是澄清了2个女儿的身份吗？端王妃意识到不妙，我还有事在身，先回去了。云夫人先别着急，想来皇上只是在气头上，待气消之后，丞相会安然回来的。他心里却在想，最好丞相府就此被抄家灭族才好，这就是他们该得的下场。礼部尚书夫人点头。是啊，还望云夫人冷静一点，事情应该没那么严重。我很冷静，诸位请放心。众人诧异，今日请大家过来，主要目的就是澄清子饶的身份，若有招待不周之处，还请多多海涵。不敢，相府突发变故，云夫人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晚辈也先告辞。安平公主最后一个离开。有皇叔在，不会让云家有事的，夫人可以放心，只要别牵连到陈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先告辞，云夫人留步，恭送公主殿下。子饶，你先回王府，我在家等旨意就行。母亲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求您救救女儿，女儿还不想死。不想死，在你踏进相府那一天，就注定跟你父亲一样犯下了欺君之罪。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姐姐救我，王妃，我愿意为奴为婢，求姐姐救救我。好啊，那你以后就在战王府为奴为婢吧。母亲，云泽轩匆匆而来。母亲，听说父亲被关进了天牢。云子饶，父亲被关进天牢一事，是不是你的报复？你想让云家家破人亡，是不是？孽障，你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。母亲到现在还看不清真相吗？云子饶怨恨我们3年前那么对他，他就是要报复我们所有人。父亲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被打入天牢？抱歉，云泽轩对本王妃不敬，掌嘴20。是。抬脚朝他膝盖一踹，然后抓着他的头，抬手朝他脸上抽了过去。云子俊跪在地上看着，吓得脸色发白。20巴掌打完，你再敢叫嚣一句试试？王妃面前不得放肆！你果然是嫁给战王，迫不及待露出了真面目。柔弱无害，装不下去了。云子饶，你真是狗仗人势！鲍钦又给了他1巴掌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狗仗人势。你若不服，可以拿出你威武不屈的骨气来。云家待云子饶不公，致使他在浣衣局遭受3年苦楚。云泽轩，你跟云子俊是一样的罪魁祸首，我是要报复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云夫人震惊地看着他。云子俊，即日开始，你就是战王府的洗衣婢，我不会善待你，你最好别心存妄想。说完，他转身往外走去。云夫人看着他疏离的态度，想说话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云子饶回了战王府。云嬷嬷，把云子俊安排去洗衣房，1天洗衣不得低于6个时辰，晚上跟洗衣房的婢女们住一起。他若是偷懒，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，不必顾及任何人。是，王妃。姐姐。云子俊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求姐姐留我在身边伺候吧，我一定好好伺候姐姐，绝不敢偷懒。放肆！你现在只是奴婢，谁允许你喊王妃姐姐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云子俊被打得偏过脸去，他垂眸望着地面，心头暗恨。奴婢知错，求王妃饶恕。云子俊，我心狠手辣，在云家时你就是见识过的，方才提醒过你，别心存妄想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求饶只会让你吃更多的亏，受更多的罚，毫无意义。带下去，好好管教。是。
带走。云子饶冷眼看着他被拖走，独自在庭前站了良久。王妃，王爷回来了。云子饶转头看去，一身黑袍的莫苍兰疾步而来。我方才进了宫，请皇上下旨，丞相和夫人和离。你父亲所犯之错不会牵连到你的母亲。父亲会死吗？你希望他死吗？云子饶沉默片刻，他挽着云子饶的手走进主院卧房。明日一早我要领兵回边关了，你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我不太放心。明日一早就走？之前那份急报虽是假的，但严氏常年待在齐国，跟南诏一直都有联系。齐国皇城有南诏的探子潜伏，太子和你的父亲被打入天牢的消息一传出去，南诏应该会有所行动。撇开主将用兵能力不谈，南诏和齐国整体实力谁更强？为什么会突然关心这个问题？我想知道你要在边关留多久，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或者有没有可能直接灭了南诏？你希望我灭了南诏？南诏和齐国若早已成为死敌，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战争，那么只有彻底将他们打服打死，让他们亡国，齐国才能从此消停。只是齐国消停之后，你这个主将只怕就无法消停了。这种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本王从不是一个坐以待毙之人。希望你万事周全。莫苍兰起身将他打行抱起。微夫明日就要出发，饶儿是不是该犒劳犒劳我？我这几天锻炼的不错，体力应该有所长进。莫苍兰微愕，随即闷笑着把他放在床榻上。当真？齐国最优秀的男子成为了我的夫婿，皇城多少女子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我可不得好好锻炼身体，好好陪夫君大战100来个回合，才不至于让体魄强健的夫君扫兴。饶儿如此体贴，真让为夫勇敢无内。莫苍兰低头吻住他的唇瓣。皇上暂时还不会废太子，我离开之后，莫景林很快就会被放出来，你不必跟他正面抗衡，而是要给他找一个敌人，让他们两虎相争，你就可避开纷争。皇子们似乎都很低调。床榻上别想太多，我给你留了幕僚，他们会告诉你哪个皇子能为你所用，哪个皇子该远离。帐内温度逐渐升高，他已没有余力去思索更多。翌日云子饶起身时，床的另一侧是凉的。王爷留下了精兵护卫500人，足以保护王妃安危。云子饶没说话，坐下来安静的用膳。战王离开皇城那一刻，就有不知多少人等着报复他。4月底，刑部经过一次次调查，最终没有证据证明太子有通敌之嫌。崇武帝顺应臣意，终于下旨把太子放了出来。云子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教场上练剑。练剑是一个枯燥而辛苦的过程，王妃以前学过。可能我天赋较强吧。练剑需要的是臂力，王妃现在准头很好，对弓箭的把控都不错，唯一不足的就是臂力啊，多练练就行。王妃，王府管家走来。瑞王妃登门拜访，王妃见吗？没地拜帖。没有。带去内厅奉茶。是。这个瑞王应该挺得宠啊。皇上有6个儿子，当今太子排行第2，大皇子晋王母亲早逝，在朝中势力最小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也无争权之心。太子生母皇后，3皇子封号禹王，4皇子瑞王，5皇子武王，6皇子文王。此次王爷回边关，武王也跟着去了。皇上想说让武王跟着一起历练历练。云子饶转身走出教场，翠云帆跟在云子饶身侧。武王今年19岁，自幼喜欢练武。我们王爷独自领兵那会儿才16，武王也想跟我们王爷一样征战沙场，做一个天下皆知的武将。2年前就要求过皇上，皇上一直以他年纪小为由不让去，今年才松了口。如果武王能在战场上立功，拥有独自领兵的能力，皇上是否会让武王代替你们家王爷领兵？皇上应该有这个心思，但王爷不会让他如愿。愿望和做到是两码事。武王和瑞王是异母同胞的兄弟，他们的生母都是贵妃娘娘。一直以来，皇后和贵妃都是死对头。如果当今太子被废，瑞王应该最有可能被立为储君。从你这句话里，我似乎听出了太子一定会被废的意思。王妃不希望他被废吗？这次太子完好无损从天牢里出来，有点出乎我意料。王妃可以试着猜一下皇上的打算。皇帝疑心重，莫景林被打入天牢的理由充足，不管他如何解释，都无法完全消除皇帝心里的猜忌。皇帝这次没有惩罚太子，有可能是想看看武王在战场表现如何。云子饶走进内院，换了身衣服才去见瑞王妃。瑞王妃年纪跟云子饶相仿，如今腹部微微隆起，看得出已有4个月左右的身孕。知悉冒昧登门，还望皇婶多多见谅。坐吧。太傅家之女是做皇子妃的最佳人选。听闻太子已经从天牢被放了出来，而皇叔刚刚带兵离开，我家王爷有点担心太子会对皇婶不利，让我过来跟皇婶聊一聊。
太子被打入天牢，是因为那份加急信报，而伪造的加急信报是皇叔识破。太子殿下若迁怒于你，皇婶儿可想好了该如何应对？我还没有想好。若太子找皇婶儿的麻烦，皇婶可派人通知我家王爷，我们会帮你。我现在是战王的妻子，是太子的长辈，他就算对我不满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报复我。不是报复，只怕太子殿下对你尚未死心，趁着皇叔不在继续纠缠你。他是太子，这么做不怕御史弹劾他？太子府势力雄厚，可以偷偷的做，让人拿不到把柄。那我还是待在王府里不出去好了。王府里护卫很多，他奈何不了我。皇婶儿总不能一直不出去吧？下个月是父皇寿诞，我们要进宫给父皇祝寿。皇婶儿作为皇族王妃，岂能不去？京城达官贵胄众多，今儿这家办个寿宴，明儿那家成亲，后天又有孩子满月宴。就算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赏花宴，也是皇城命妇贵女们增进往来的机会，轻易不好推辞的。云子饶点眸沉默不语。皇婶儿还喜欢太子吗？我已嫁给战王，现在是太子的皇婶儿。瑞王妃问这个问题不太合适是我冒昧了，请皇婶儿原谅我的口无遮拦。就算没有嫁给战王，太子3年前滥用私权，把我送去浣衣局，导致我遭受3年本不该遭受的磨难，我都不可能再喜欢他。是一个滥用私权、虐待无辜女子的太子，皇婶儿不恨他已经是宽宏大量，怎么还可能喜欢？我倒是问了句废话。有怨恨才好合作。今日冒昧登门是我失礼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皇婶笑纳，希望皇婶能喜欢。锦盒被打开，一只通身精致的鎏金镯子呈现在眼前。这镯子不贵，一般稍有家底的女子都戴得起，所以不太会引人注意。但这镯子内里隐蔽之处有一个小小的机关，皇婶请看，这里是打开镯子的地方，从这里按下去就能出来一根极细小的针，针的长度跟镯子的宽度一样。皇婶带着这个镯子，以后万一遇到危险，可以用来自保，无功不受禄。这个礼物显然是花了心思的。瑞王妃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瑞王妃眸星微闪。皇叔在边关保家卫国，是为了江山社稷和齐国百姓。皇婶儿刚嫁过来，就要跟皇叔长久分离，难免有些无助。我家王爷让我过来跟皇婶儿多聊聊，以后也可以常来常往。六弟此次跟着皇叔去战场，王爷心里牵挂着，我跟皇婶儿多来往来往，就好像看见皇叔和六弟在战场亲近，彼此都能像家人一样有个照拂。三言两语就把关系拉近了一大截，莫怪是皇帝精挑细选的瑞王妃。既然如此，就多谢了。又坐了片刻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。第一次见面，谈话点到即止。王妃不带着吗？瑞王妃说带着可以防身。收起来吧。是。王妃。宝琪从外面走进来，外面刚传来消息，说太子今天去了云家，云家大公子请您回去一趟。太子去做客，让我回去干什么？传话的人说，若太子今天等不到您去，可能相府通敌卖国的罪名很快就会定下来，到时全家都会遭殃，包括云夫人和您那2个尚且年幼的弟弟。云子饶冷笑，相府就算死绝了，跟他何干？把云子俊带过来。到战王府短短数日，云子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跪下，没有丝毫迟疑。父亲被打入天牢这个消息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想多言，但你或许不知道，父亲之所以被打入天牢，是因为太子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了他的身上。姐，王妃说什么？太子想把一切罪名推到父亲身上，他自己全身而退，可见是个自私凉薄之人。一旦父亲罪名定下，相府就是诛灭9族的大罪。云子俊，你和云泽轩都逃不过砍头的命运。父亲通敌叛国，自己和大哥都要被砍头，太子全身而退。太子全身而退？你是说太子从天牢出来了，他没事？太子殿下是不是安然无恙？云子饶，你是不是担心太子报复你，所以才把我放了出来？太子殿下会救我出去的。听说战王也出征了，你一个人待在王府怕了是不是？你怕了？你想让我去求太子，让他原谅你吗？放肆！你真是疯癫了，竟敢对王妃如此无礼！你敢打我？我是太子殿下的未婚妻，我是太子妃，你一个贱婢竟然敢打我！我要见太子，云子饶，我要见太子殿下！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真是放肆！张嘴！一个粗使侍女上前，噼里啪啦朝云子俊脸上抽去。罢了，看来是我对你期望过高。原以为相府即将覆灭，父亲被太子背弃，能浇灭你满脑子想当太子妃的妄想，没想到父亲对你如此偏宠疼爱，却也抵不过你的野心和对太子的幻想。把他带下去吧，继续洗衣服。2个侍女拽起云子俊，我要见太子，云子饶，我要见太子！你如此虐待报复我，太子若是知道，他不
不会放过你的。太子殿下最爱的人一直是我，一直是我。云子饶沉默地喝了口茶。宝琴，你去相府看一下情况，回来禀报于我。是。相府里，莫景林神色冷沉。云子饶没来。回禀太子，战王妃她说身体不适，走不开。夫人如此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她却对相府的生死存亡不闻不问。看来云子饶心里毫无母女之情。她自私凉薄，手段狠毒。母亲就算把心挖给她，她也不会感动分毫，永远只会记恨浣衣局3年所受的苦，一点女子该有的谦恭良善的品德都没有。谁规定身为女子就该谦恭善良？女子本就柔弱，一味的善良只会让人欺负，变本加厉的欺负。3年的教训早该让她学会反抗，学会冷硬心肠，学着不再忍气吞声。太子殿下不必再多言，然而已经嫁给战王，你若是继续纠缠，只怕引起满朝非议，有损你储君的名声。请夫人亲手写一份帖子，派人送去战王府。姑今天必须见到云子饶，否则云丞相在天牢里会遭遇什么，姑可不敢保证。云康饲养外室这么多年，还把私生女带进府，害得我亲生女儿白白受了这么多年苦，我恨她都来不及，巴不得她死在天牢。莫景林没想到他如此冥顽不灵，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，然而想到这个人是子饶的母亲，夫人不怕牵连相府，那么怕不怕牵连陈家呢？就算你是太子，也该遵从齐国律法。太子殿下刚从天牢里出来，就如此肆无忌惮，不怕再次惹皇上震怒。云丞相通敌之罪若属实，等待他的就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夫人应该知道相府的九族都有谁。云夫人面沉如水，不发一语地看着他。母亲，云子饶不可能一直躲在战王府，相府有这么多人在，太子不会把云子饶怎么着的，只是想跟他当面谈谈。母亲就送一份帖子给他又何妨？太子大可以杀了我。夫人莫非如此冥顽不灵？男女授受不亲，子饶已嫁给战王，如今是太子殿下的长辈，于情于理，太子殿下都该避嫌。太子害子饶受了3年苦楚，如今还要坏了他的名声吗？既然云夫人执意不把云子饶叫回来，那么姑不勉强，我要见云子俊。他自愿入战王府赎罪，已没有资格见太子殿下。莫景林耐性尽失。既然如此，别怪姑不念旧情。说罢，他命人守住这里。姑这就进宫，跟父皇讨论一下丞相府通敌叛国之罪该如何处置。太子刚从天牢里出来，就迫不及待地想要除掉自己的党羽。云子饶从门外缓缓走来，不就是想要见我吗？莫景林，我来了。子饶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赶快回你的战王府去，这里不用你管。太子不怕落人口舌，我也不怕。莫景林眸心沉了沉，一瞬不瞬地盯着云子饶。子饶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有话就说。莫景林抬手屏退厅里所有手下，并让云泽轩也出去。他不能走，身为云家长子，云泽轩以前屡次顶撞忤逆嫡母，今日更是变本加厉，应该拖出去杖责30。云子饶，你有什么资格罚我？太子殿下，你身为储君，觉得儿子忤逆嫡母该罚吗？该罚，把云泽轩拖出去，杖责30。是。太子殿下。护卫很快将他拖了出去。周嬷嬷，你带夫人回静安院休息，我跟太子殿下单独谈谈。是。饶儿。云子饶没说话，云夫人抿了抿唇，跟着周嬷嬷离开。饶儿，你还是在乎我的。太子殿下请自重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呢。饶儿，我这些日子被关在天牢，最想见的人就是你。我之前想娶云子俊，并非真的喜欢他，而是有我的苦衷。我真正喜欢的人从来只有你。云子饶没说话。饶儿，你相信我，我那天假传急报都是因为你。我在府里养伤，得知那天你和皇叔的大婚，嫉妒的不行。我只想让皇叔赶紧离开皇城，所以才伪造了一份急报。饶儿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从头。云子饶抬手将茶水泼到他脸上。你应该叫我皇婶儿。姑绝不会承认。云子饶，你是姑的女人，皇叔横刀夺爱，姑不会认命。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还是许你太子妃之位，我不会嫌弃你嫁过人。饶儿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如果你真能做到这般，大可以进宫去求皇上，看皇上能不能下旨让我跟战王的婚事作废，看皇上能否答应让你娶我做太子妃。你应该去求皇上，而不是来求我。莫景林一僵。莫景林，你威胁不了我，你可以用陈将军一家来威胁母亲，但威胁不了我。我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。3年前我被罚去浣衣局，没有人救我，所有人都当我死了一样不闻不问。你觉得我还会在乎谁吗？你想杀谁就杀谁，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或者陈
陈家都跟我无关。不过我先提醒你，陈将军是赵王手下将领，赵王不会待在边关一辈子，你只要想好如何跟他解释就行。说完这句话，他起身离开，以后别再来烦我。来人，拿下他！门外进来几个侍卫，强硬的拦在云子饶面前。谁敢对王妃无礼，杀无赦！子饶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原谅我？你说，我都照做还不行吗？云子饶转过头，平静的看着他。跪下！护卫们面面相觑。你让我跪下？你不是说只要我说你就照做吗？怎么这就不肯了？莫景林死死攥着双手。你看，第一个要求你都做不到，还敢口口声声让我原谅？我在浣衣局3年，吃了多少苦，挨了多少打，你心知肚明。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，却连一点赎罪的诚意都没有，凭什么让我原谅你？莫景林目光沉沉。莫景林，你没有资格求我原谅。云子饶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子饶，我之前确实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但是我已经认识到错了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？你真的喜欢我？真的喜欢？若真的喜欢，怎么会察觉不到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云子饶？你若是真的喜欢我，觉得亏欠我，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弥补，而不是威胁母亲，以云家和陈家作为代价，甚至还唆使云泽轩忤逆嫡母。莫景林眉头皱了皱，张嘴想辩解。太子殿下如今所做的这一切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，因为我不会接受你的威胁。如果我不顾自己的身份，跟你私通或者做你的妾室，不出1天，你我都会身败名裂。就算我愿意，太子殿下敢这么做吗？莫景林表情僵住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你要怎么样才能回到我的身边？皇上不会允许的。除非太子殿下权力大到可以凌驾于帝王之上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到那时候，我自然无法反抗。可现在我是战王妃，太子若对我有任何僭越的举动，都会被百官的唾沫星子淹死。云子饶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！若太子有诚意，可以去皇上面前替母亲求一道和离圣旨，这个要求应该不算刁难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莫景林没再阻拦，只是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的背影。莫景林走到厅外，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云泽轩，回府。是。乌压压的护卫跟着离开，受伤的云泽轩被送回他的院子。云子饶他带着陈瑜抵达静安院。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子饶，太子没有对你无礼吧？我让太子去皇上面前求一份和离圣旨。母亲，趁着父亲还没有被治罪，你拿着和离圣旨离开吧，把忠心你的周嬷嬷和下人都带走，能少牵连几个就少牵连几个。太子会听你的吗？他会听的，就算他不听，我也有办法弄到这份和离圣旨。若不能和离，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，毕竟夫妻一体，我好歹做了云家主母20年，这个时候求和离，外面闲言碎语不会少。奴婢去小厨房给大小姐做些吃的。闲言碎语没有性命重要，何况通敌叛国之罪都是父亲一人所为，母亲是受害者，没有必要陪他一起死。你父亲是不是必死无疑了？应该是吧。通敌之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赦免，只是这件事情暂时还没有完全查清楚，皇上可能还在等。若能和离当然好，我就算自己不怕死，也要为陈家考虑。舅舅是王爷麾下将领，若有足够的理由，皇上一定会将陈家牵连入狱的。帝王之心深不可测，可权势太大的武将到底是皇帝的心头大患，能剪除战王一些羽翼，他们求之不得。子饶，方才太子逼我给你递帖子，我虽没有听他的，但眼瞅着他对你还没有死心。如今战王不在京城，你该如何保护自己？母亲不用担心，他若真敢对我如何，吃亏的只会是他自己。云夫人看着他，欲言又止。云子饶没在相府多逗留，告别母亲走出相府大门时，他在心里想着和离一事确实该尽快提出来了。马车回到战王府，云子饶刚跨进大门。王妃，这些帖子都是今天刚送过来的。端王府芳华郡主邀请您明日去赏花，武阳侯嫡女宁姑娘约您明天午时去游湖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跟王妃当面谈。于王妃也送来帖子，邀请您去参加她女儿的百日宴，还有一份是陈将军府的请帖，陈夫人命人送来的，约您去将军府做客，时间由王妃来定。另外，宫里的贵妃娘娘傍晚传来口谕，说后天一早想请王妃进宫吃个茶，品尝一下贵妃娘娘小厨房的手艺。他们都是约好的，应该是巧合。回到屋里坐下，游湖，这是打算淹死他吗？明日一早去禹王府，你们准备好给孩子的百日礼。陈将军府的帖子暂时先不回，后天进宫见贵妃、宁家和芳华郡主的帖子不必理会。是。翌日早朝，太子莫景林久违地出现在朝堂上，态度温和从容。皇上驾到！臣等参见皇上。吾皇
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崇武帝走到龙椅前坐下，平身。谢皇上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儿臣有事禀奏。说。儿臣昨日得到消息，云丞相被关进天牢之前，正和云夫人闹和离。云家夫妇合不合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战王妃出阁之前，云夫人把大半私产给了他，作为女儿出阁的嫁妆，引起家中其他子女的不满。儿臣听闻云泽轩曾在昨日战王妃出阁之际，当众质问嫡母，为何要把那些嫁妆都给长女？以后云子俊怎么办？丞相大人做到这么高的位子，却连自己的子女都管教不好，大喜之日质问母，着实让人瞠目结舌。近日皇城权贵官员之家都知晓，相府长女云子饶才是嫡女，而早在云子饶出阁那日，云夫人被云泽轩的质问顶撞后，就当众宣布云子饶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云子俊则是云丞相养在外面10几年的私生女。云夫人当日说出真相之后，听说云丞相大吵了一架，当场就要闹着和离，但云丞相一直不同意。这么说来，和离一事就是云夫人提出来的？没错，父皇，云夫人被蒙骗3年，跟云丞相早已不是一条心。云丞相在这件事上亏欠云夫人，儿臣认为他们夫妻感情已尽，和离是合情合理。儿臣求父皇替云夫人做这个主，赐他们和离。大殿上骤然陷入一阵安静，太子这是为云子饶打抱不平。太子皇兄刚从天牢放出来不久，今天就替云夫人求和离书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。云丞相还在审问调查阶段，若开了和离的先例，日后官员们有罪，是否都可以通过和离的方式让其家眷脱罪，并避免七舅一族被牵连的结果呢？如此一来，律法威严何在？若律法震慑不了官员，父皇又如何保证臣民都能遵纪守法，做一个正直的官员？父皇，云丞相饲养外室一事本就伤害到了云夫人，他的罪名都跟外室有关。云夫人作为一个受害者，无法为女儿讨回公道，还要为云丞相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，这对他本就不公平。何况云夫人的母族是陈将军府，陈将军待在边关20年，立下功劳无数，若云丞相所犯之错牵连到陈将军府，父皇该如何处置？诸位大臣不妨也好好想一想，陈将军的功劳不可忽视，为了家国安稳，多少年来跟家人聚少离多，若因为云丞相的错误而受到牵连，会不会让天下人寒心呢？云夫人是受害者，陈家是有功之家，他们都不该为一个人的自私贪婪承担后果。法理之外还有人情，还有道理。父皇乃英明公正之君，自然会做出一个合理的处置。儿臣身为储君，从来不会把儿女私情放在首位，而是要考虑到齐国社稷，天下苍生。父皇常说天下子民都是社稷的一部分，那保卫子民的将军们是不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啊？哪怕赏赐少一些，恩宠少一些，但绝不能让他们受到不白之冤呢。还望父皇圣裁。崇武帝不发一语地坐着。太子，你跟云家女儿的婚约已经取消，没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他们的身上。父皇容禀，儿臣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云夫人卷入云丞相的阴谋之中，不想让陈家卷入纷争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儿臣也并未想过再跟云子俊有所牵扯，并未想过跟云子俊的婚事。那么战王妃呢？莫景林脸色一变，四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听说太子皇兄昨日去了云家。我去云家跟战王妃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战王妃后来也去了云家。太子皇兄，战王妃可是我们的皇婶，是长辈，皇叔领兵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你若是对皇婶生出不该有的想法，于礼法说大逆不道，于情理上说违背伦常，会受到天下人非议指责，还望太子皇兄三思而后行，千万别做出愚昧失智之事。群臣心头一惊，太子对战王妃有想法。崇武帝听到瑞王这番话，目光沉沉看向莫景林。父皇明鉴，儿臣绝对没有任何不该有的想法。儿臣今日说这些，只是为了一个公义，就算是为了战王妃，也是因为儿臣对他有所亏欠。3年前儿臣亲手把他罚去浣衣局，虽然有隐情，但儿臣给他造成的伤害无法磨灭。眼下皇叔带兵在外，儿臣只想略作补偿。无论云丞相最终定下什么罪，至少战王妃还能有个母亲，孩
抬望父皇明鉴。皇上，太子所言在理，战王妃既然是相府嫡女，那么3年前她被一个外侍女取代了身份，还遭受3年换宜局之苦，对一个无辜人来说，这极为不公平。太子殿下有心补偿是其一，战王爷和陈将军保家卫国，征战沙场，不能让他们寒了心是其二。云丞相欺骗发妻，苛待亲女，欺君罔上之罪，该由他一人承担。千刀万剐或者五马分尸，那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望皇上同意太子殿下的请求，赐一份和离书，还云夫人自由。瑞王跪下。父皇，儿臣也同意太子皇兄所请，认为云夫人无辜，陈将军无辜，不管云丞相最终的罪名是什么，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。臣等同意太子殿下所言，求皇上圣裁。崇武帝沉默片刻。李德春，奴才在。稍后拟一份圣旨，赐云康和他的夫人陈氏和离，不管云康的罪名是什么，都不必牵连陈氏和他的母族。奴才遵旨。这份圣旨就由太子亲自去宣读吧。莫景林听到这句话，他没想到父皇答应的这么干脆。拿到圣旨之后，他直接出宫去了战王府。太子殿下，王妃今日受邀去了禹王府。她去禹王府干什么？今日是禹王府小小姐的百日宴，王妃受邀去参加宴会。莫景林这才想起来，他昨日貌似也收到了请帖。莫景林乘马车回太子府，命人准备好一份给孩子的贺礼，转道去了禹王府。此时的云子饶刚刚抵达禹王府，他在禹王府嬷嬷的引领下，往王府内院带客厅而去。参见战王妃。不必客气，今日大家都是禹王府的客人，不用拘谨。不用拘谨。云子饶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在浣衣局给人洗衣服的时候，应该没有今日这般威风吧？如今好不容易飞上枝头，马上摆起王妃的架子。可惜呀，就算是贵为战王妃，也洗不掉身上那股子为怒为婢留下来的卑微气度。云子饶转头看到站在回廊上的女子。端王府今天不是举办了赏花宴，郡主不在王府赏花，怎么来了禹王府？我邀请赏花的人连帖子都不敢回，还赏什么花？禹王府也有花园，稍后吃了喜酒，我们可以去花园里逛逛，如此还省了郡主操持。哼，你是不敢去端王府吗？芳华郡主不得对战王妃无礼。一只卑贱粗鲁的乌鸦，就算飞上枝头，也改变不了乌鸦的本质。那3年洗衣婢的屈辱，永远都抹不掉。放肆！芳华郡主眼见着战王离开了京城，觉得可以出一口恶气。云子饶，你说对了，云子饶不就是仗着战王庇护吗？如今战王走了，看他还能嚣张到几时？宁妙婵比他更恨云子饶，除了恨，还有嫉妒。不管是麻雀也好，还是洗衣婢也罢，如今的事实就是，我成了战王妃，你的皇婶，并且以后每一次见面，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你都要恭恭敬敬朝我行礼，规规矩矩的喊我一声皇婶。芳华郡主，如果我现在让你跪下，你猜你能不能反抗？你做梦！云子饶，你有病就去治，别大白天做白日梦。宝琴，让他跪下。是。宝琴上前就是一脚，直接把芳华郡主踹跪在地上。云子饶，我撕了你！愤怒之下的芳华郡主砰的一声就摔了个狗吃屎。周围忽然响起几声急促的笑声。我只是让郡主跪下行了礼，没有让你趴下。郡主倒是太有诚意了。郡主，2个侍女急急上前，小心的把她扶起来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废物，你们都是废物！怎么了？一个嬷嬷匆匆而来。郡主，这是发的什么火？把这个贱婢赶出去，否则今天走的人就是我。嬷嬷转头一看，这老奴参见战王妃，王妃万福。你跟她行什么礼？她就是一个贱婢，在浣衣局洗衣服的贱婢。她的父亲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云家已是罪臣，战王回来也不会护着她。云子饶，你现在就是一个自身难保的贱婢，还在这里摆王妃的架子，趾高气扬。我告诉你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从浣衣局出来的那天开始，直到死，我每天都会活得比你好，这一点你大可放心。你放屁！我撕烂你的嘴！说着，他就要朝云子饶冲过去。郡主，战王妃可是您的皇婶啊，郡主怎么能如此谩骂于她？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不管怎么样，您都不占理儿。他方才指使他的侍女踹我，你没看到？是因为郡主对王妃无礼在先，还口出恶言谩骂郡主，廊上这么多女子都听见了。你太子殿下到！看热闹的女子们纷纷转头参见太子殿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老远就听到芳华气急败坏的声音，还有没有一点
点皇家郡主的仪态和风范。太子殿下，云子饶当众羞辱我，求太子殿下给我做主。云子饶悠闲斜靠着扶栏。子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，请注意自己的称呼。皇上，围观之人那么多，太子不妨直接问问他们，毕竟一面之词不可信。不管是芳华郡主的一面之词，还是我的一面之词，都不如其他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来的公正。只怕是你不敢说吧？真是笑话！郡主一上来就辱骂我们王妃，王妃都没有好好惩罚你的嘴脏，你还恶人先告状，想倒打一耙。你们刚才都看见了，就是这个贱婢把我踹倒在地上，本郡主的腿差点被他踹断，云子饶还害得我摔了个狗吃屎。你们要是敢睁眼说瞎话，我父王绝不会放过你们。你父王好厉害呢，谁要是敢说瞎话，我们家王爷也绝不会放过他。诸位可以掂量掂量轻重，到底是端王能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，还是战王能让你们从京城消失？莫景林眼神沉了沉，不发一语的看着云子饶冷笑的表情。战王在他心里就这么厉害？皇叔已经离开京城，就算有心庇护皇婶，暂时只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皇婶就如此相信他？不相信他，难道相信你吗？云子饶怎么能这么跟太子说话？太子殿下听到了吧？他对太子说话都是如此语气，可见对旁人是怎么样了。他就是一朝飞上枝头，太把自己当棵葱了。求太子重重处罚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尊卑有别。闭嘴！太子殿下，不管怎么说，战王妃都是你的皇婶，身份比你尊贵，辈分比你高。你身为端王府郡主，眼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？父皇之前给你的惩罚还没让你记住教训。芳华郡主被当众训斥，一时下白台。云子饶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他丢下这句话，转身拂袖而去。宁妙婵远远看着这一幕，太子这是对云子饶余情未了，真是可笑。3年前处处维护云子君的时候，把云子饶当成草；3年后突然对云子饶爱而不得了。宁妙婵眸心划过一抹算计的寒芒，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开。子饶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请太子殿下叫我皇婶，我要去厅中吃酒了，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吧。啊，对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王府内院是女眷们的场合，请太子殿下以后记得避嫌。话音刚落，瑞王妃在丫鬟簇拥下走来，朝太子行礼。皇婶，方才我听王爷说，今日早朝上大臣们一起请求，皇上已经答应赐云夫人一份和离书，而且命太子殿下今日去云家传旨，不知太子殿下去了没有？旨意可曾传到云夫人面前？和离？周遭女子诧异。瑞王妃，孤还没来得及去宣读旨意，难为你第一时间跑来告诉我战王妃这件事。妾身只听说满朝文武都出了力，太子和我家王爷皆支持云夫人和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父皇圣明，清楚云夫人的无辜和陈家的功劳，才愿意破例下旨。既然皇上下了旨，烦请太子殿下去云家走一趟吧。多谢，我们去厅里就坐吧。好。他们二人转身往厅里走去。来吃酒的其他女子们神色各异，不发一语地跟在2位王妃身后。云子饶和瑞王妃相携走到厅中，在主位上坐下。皇婶已经嫁给皇叔，不管以前跟太子有过什么纠葛，都应该避嫌。今日太子主动踏进内院，应该就是为了皇婶而来，皇婶心里应该有所察觉。不管太子抱着什么目的而来，我跟他之间都再无瓜葛，日后我会尽可能的避着他，有他的地方我尽量不出现。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应该以身作则，谨守男女之别，君子风范。若仗着身份随意唐突女子，只怕损了他的名声，早晚惹朝中大臣们不满。云子饶抬头看去，大理寺卿之女，微名周雪堂。周姑娘说的对，太子是一国储君，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修养，做好权贵世家男子之表率。若作风不正，不但文武百官不满，朝中御史弹劾的多了，只怕父皇也不会容忍。3年前为了云子君，太子不但主动取消婚约，还亲自把战王妃送去浣衣局，对王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。如今不知怎么回事，又要来纠缠王妃，实在有违一国太子该有的担当。其他女子虽没敢善意太子作风，表情却是赞同。王妃，一个侍女匆匆进来，低声在她耳边低语几句。侍女说武阳侯府宁姑娘跟瑞王迎面撞上，不小心投怀送抱，众目睽睽之下被瑞王揽在怀里，宁姑娘羞得眼泪都要下来了。瑞王承诺会对她负责。瑞王妃听完她的话，她攥着筷子咬牙低骂了一句贱人，
然后起身走了出去。宁妙禅思索了几个日夜，觉得做任何一个男子的正妻都不如做日后的皇妃身份高贵。瑞王妃抵达前院时，宁妙禅已经乘车回武阳侯府了。瑞王面色有几分愧疚，随即把他单独带到一处厢房里。我之所以答应娶她为侧妃，并不仅仅是因为顾及她的名节，还想拉拢武阳侯府的势力。齐国兵权大多掌握在皇叔手里，而皇叔跟武阳侯府闹得不太愉快，殿下这个时候娶了宁妙禅，可曾想过皇叔和皇婶会不会有想法？朝中之事你不懂，本王也没办法解释得更细致。反正娶谁都是娶，宁妙禅心里有仇恨，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助本王一臂之力。殿下没有坐上那个位子之前，拉拢皇叔才是唯一明智的决定。王妃，你管好内宅之事即可，外面的事情本王心中自有打算。妾身知道了。结束与王府孩子的百日宴，云子饶打道回府之际，再次遇到太子莫景林。孤正打算去云家宣旨，皇婶可愿意跟孤一起去？若我不愿意跟太子一起去，这份旨意你是不是就打算不宣读了？莫景林表情微僵。怎么会呢？圣旨不是儿戏，不是孤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既然如此，请太子殿下自己去宣读旨意吧。我明日会去帮母亲收拾东西，带她离开相府。明日认为这是云子饶给他的一个暗示，毕竟今天人多嘴杂。云子饶没再说什么，很快乘车离开禹王府，并吩咐清霜去相府盯着。他没有立即回战王府，而是乘车去了陈将军府。云子饶见到了舅母陈夫人。舅母不用担心，皇上已经下旨让父亲跟母亲和离，不管父亲最终会被定下什么罪名，都不会牵连到母亲，也牵连不到陈家。和离？太子已经去宣旨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去帮母亲收拾行李，带她离开相府。明日一早我派人去把她接回来，以后就在陈家好好住着，不用再跟云家有什么瓜葛。皇上怎么会突然下旨让他们和离？云子饶沉默片刻，他把前因后果简单陈述一遍。通敌之罪无法宽恕，纵使他贵为丞相，皇上也不会饶他。但舅舅跟随战王战场杀敌，功不可没，皇上应该是顾虑到丞相府一事，若牵连到舅舅会影响军队士气，所以才特赐母亲跟他和离。原来如此，我代表陈府上下谢过王爷王妃，此次陈家能免受牵连，定少不了王妃从中使力，陈家感激不尽。舅母不必言谢，陈家是母亲的娘家，又是王爷齐国将门，我既是为母亲着想，也是为了其他将领，不想他们因此寒心。说完这句，没等陈夫人多说其他，舅母安心即可，只待明日把母亲接回来，不管相府日后发生何事，都跟陈家毫无关系。陈夫人再三点头，并保证一定善待云夫人。云子饶乘车回到王府，听到清霜的禀报，太子旨意已经传达至相府，并且太子还命人把这个消息昭告全城。晚间，云子饶想到贵妃让人送来的帖子，让莫景林下线并不难，只要有人配合。翌日，他乘车抵达相府时，陈夫人已经到了。云夫人已收拾好行李，坐在屋子里等候着云子饶的到来。母亲就这么点东西，私产大半给了你，其他的我也不打算带多少，留给御林军抄家的时候充公吧。云子饶嗯了一声，吩咐侍女把箱子抬出去。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我把妹妹接回家住，王妃放心，陈家永远都是妹妹的家。云子饶点了点头，带着母亲走出相府。云泽轩站在不远处的长廊上，冷冷看着他们。走到大门外，看着母亲上了马车，陈夫人跟他告别之后，一行人缓缓启程往陈家而去。当天傍晚，皇帝的旨意传出宫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云康多年通敌叛国，勾结南诏公主，私生南诏血脉，图谋不轨，罪无可赦。着朱孝祖所有家产一律充公。云康私同南诏公主所生血脉云泽轩、云子俊二人打入剑戟，一同打入死牢，待秋后问斩，钦此。云泽轩跪在地上，毫无反抗之的被御林军擒拿住。御前太监带着几个人抵达战王府，请王妃恕罪，皇上有旨，云丞相长子云泽轩、女儿云子俊都是跟南诏公主所生，算是罪者。奴才听闻云子俊现下在王府为奴，奴才奉旨而来，还望王妃成全。来人，把云子俊带出来。是。正在洗衣服的云子俊被带了出来，衣衫破旧，蓬头垢面，扑通一声跪倒在云子饶面前。姐姐，王妃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姐姐，我们是亲姐妹呀！
圣旨不可违，云子俊，你应该去天牢里见见父亲，他向来是最疼你的，不是吗？皇上有旨，带走。云子饶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还早得很，我不会轻易就死的，你等着吧，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。云子饶根本不关心。5月20，云子饶带着礼物进宫拜见贵妃，引他进后宫的嬷嬷刚见面，王妃，可能他想说请节哀，但云康被关在天牢，尚未问斩。皇上旨意不可违，父亲若当真通敌叛国，这个结果我们认了。嬷嬷没再说什么，带着他前往贵妃所在的甘泉宫。云子饶踏进甘泉宫，跟贵妃见了礼。战王妃请坐。抬眸看着眼前凤贵妃的容颜，比皇后更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。相府的事，本宫听说了。子饶，你受了3年苦楚，眼下刚刚日子能好一些，就遇到这般大祸，实在是让人唏嘘。皇恩浩荡，恩准母亲和离，我已是感激不尽。你跟战王刚成亲，他就领兵去了边关，云家又出了这档子事，你眼下处境艰难，若有人欺负你，你大可以跟本宫说，本宫替你撑腰。处境倒是没有什么艰难，只是什么？我已嫁给战王，太子却总是对我纠缠不休，让人苦恼。3年前，他为了妹妹把我罚入浣衣局时，我以为他应该是厌恶我的，没想到等我嫁给战王，他反而总是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，根本不考虑我的名节。如今战王不在京，若闲言碎语太多，我真不知该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除非一直关在王府不出门。身为一国储君，他这般行为跟登徒子有什么区别？云子饶没说话。子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战王爷虽然位高权重，但他作为一个武将，大多时间都在边关，而太子却一直待在京城，你这么躲着他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云子饶抿着唇，沉默不语。除非他不再是太子，他若不是太子，就不敢仗着身份冒犯你。太子是皇后嫡长子，太子之位已经做了数年，若无充分的理由，皇上是不能轻易废了他的太子之位的。这倒不一定，不过废太子确实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。贵妃娘娘有什么想法？凤贵妃坐直身体，低声耳语几句。云子饶安静地听着。这是个极冒险的事情，我若帮贵妃娘娘达成了，贵妃娘娘能给我什么好处？凤贵妃笑了笑。瑞王性子宽厚，心胸宽广，一直崇拜自己的皇叔，他若上位，定会不遗余力的信任器重战王爷，并保证只要战王爷还能领兵，苍兰军40万兵权永远握在战王爷手里。贵妃有这个心思，她又何必推辞？确定了计划之后，云子饶没坐太久，踏出宫门之际，他再一次遇到了莫景林。云子饶，你进宫见了贵妃？贵妃娘娘听说相府被抄家下狱，邀我进宫安慰几句。太子殿下觉得不妥吗？你觉得妥当？贵妃邀请，我不能不来，否则难免有藐视皇权之嫌。真是笑话，战王藐视皇权，藐视的还少了。云子饶，就算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我也受到了惩罚。父皇那些日子，每天罚我鞭笞之下，我伤上加伤，疼得我难以入眠。你还不能消气吗？这几天我屡次跟你赔罪，只想弥补往日过错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诚意不够，可以提出任何要求。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太子殿下离我远一点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望太子遵守礼仪廉耻。莫景林咬着牙，双手攥紧。男女授受不亲？车夫朝莫景林行礼之后，很快驾车离开。莫景林不发一语地注视着马车离开，眼底色泽阴冷而偏执。贵妃的计划是下个月皇帝的寿诞动手，战王府却出现几名刺客。他们一共几个人？8个死士，身手都很厉害。王府弓箭手做好准备，杀6个，暴露一点防守松懈的地方，放另外2人进来。云子饶吩咐完，把宝琴和宝琪叫到跟前，压低声音又叮嘱几句，暗卫同样神出鬼没。双方交战几乎悄无声息，除了一点细不可察的血腥味和死亡气息，几乎没有闹出一点动静。唯有2条漏网之鱼顺利踏进云子饶的寝殿，并在寝殿之内下了迷魂药。宝琴和宝琪因为不敌，很快晕到了暗影处。宝琴，你们在哪儿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宝琴！
此事想到主子的交代，无暇顾及其他，把昏过去的云子饶挟持起来，匆匆转身离开，并顺利离开战王府。藏在暗处角落里的几名暗卫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本该昏迷的宝琴和宝琪睁开眼，顺着暗卫跟去的方向急掠而去。夜深人静，太子府里莫景林的寝殿里依旧灯火明亮。死士把扛来的云子饶放在床上，其余死士皆已被杀，你也可以去死了。死士领命，起身离去。莫景林一步步走到床前，看着陷入昏迷中的云子饶，他缓缓抬手摸上她的脸。床上原本昏迷的女子忽然睁开眼，另一个鲤鱼挺身，瞬间一跃而起，把莫景林压下身下。莫景林，我这些日子天天都在想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死法，没想到你亲自把机会送到了我的手里。莫景林剧烈地挣扎着，你不是一直喜欢云子俊吗？我这就让人把他送过来，跟你做一对同命鸳鸯。云子饶，你敢！宝琴和宝琪光明正大走进来时，云子饶就知道主院殿外已暂时被控制住。王妃，莫景林，今晚之后你这个太子就当到头了。说完，一个黑衣男子扛着个昏迷的女子走进来。被放到床上之际，云子俊醒了过来。云子饶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嘘，云子俊，你跟太子本该是恩爱夫妻，天生一对，就算死也应该死在一起。他慢悠悠拔出藏在袖子里的匕首，走到床前，没等云子俊反应过来，就狠狠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心口。云子俊身体猛地颤动一下，随即一口血从口中溢出，缓缓咽了气，看起来像是死不瞑目似的。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子。正这么想着，嘴巴里的帕子被拿出来，忽然一颗滑溜之物塞进他嘴里。云子饶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别怕，不是毒药，只是让你好好睡一觉罢了。云子饶笑了笑，转身往外走去。祝你今晚有个好梦。宝琴和宝琪前面领路，几人借着夜色的遮掩，往太子府防守最松的后院走去。来人！莫景林张大嘴，声音却只有自己能听见。转头看见躺在旁边已经没有声息的云子俊，把匕首拔了出来，然后对着自己的胳膊扎了下去。疼痛袭来，他终于清醒了一些。莫景林终于撑不住药效，晕了过去。云子饶乘着夜色顺利回到战王府。那几个死在王府的死士，尸体处理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王妃放心，已经处理妥当。云子饶按到凤贵妃的计划是用不上了，不出意外，太子明天就会被废。宫门开得早，因为君臣要上朝。崇武帝抵达大殿，天牢里掌管狱卒的统领匆匆来禀报，太子府侍卫带走了云子俊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昨晚子时之前，太子府侍卫拿着太子殿下的令牌，强烈要求卑职把云子俊带出来。他们说太子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询问云子俊，必须见到他，否则就要动手。天牢中地禁止动武，卑职无奈，只能让他们先把人带走，然后赶在宫门开启之际，急急来禀报皇上，求皇上明察。太子殿下竟然把天牢关押的罪人擅自带走，这太不把律法放在眼里了。太子殿下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？皇上，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理该以身作则，为皇上分忧解劳，做好皇子们的榜样。可臣听闻太子殿下总是纠缠战王妃，哪怕战王妃是长辈，他也从不避嫌。今日胆大包天到私纵天牢重犯，简直是目无法纪，目无君上。臣以为太子殿下已没资格做储君，求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让太子殿下近日所言所行，实则不符合一国太子该有的标准，请皇上决断。皇上，太子殿下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没有圣旨，私纵重犯，这是公然的挑战皇权，请皇上圣裁。满朝文武纷纷跪下。御林军统领何在？一名高大的黑色统领服饰的男子走进来。卑职在。你即刻带兵去太子府，捉拿太子和云子俊。卑职遵命。这个时辰天没完全亮开，御林军统领点齐人马出宫抵达太子府时，皇上有旨，带太子殿下和云子俊进宫面圣。消息传到战王府，云子饶正在教场上练武。外面刚刚传来消息，皇上下旨命御林军捉拿太子和云子俊进宫。昨晚留守的暗卫都回来了？是。他们怎么说？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没有出现意外状况。御林军抵达太子府时，暗卫们悄悄地从后院离开，无人注意到他们。刑部和天牢那边也安排好了。这一次莫景林再无生路。半个时辰过去，莫景林和云子俊被抬进宫。启禀皇上，太子殿下和云子俊带到。带上来。皇上，太子殿下尚未醒来，云子俊
云子俊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太子殿下把人从天牢带走，就是为了杀人灭口。把他们都带上来。是，把人都带上来。不大一会儿，衣衫不整的云子俊和昏迷未醒的莫景林被抬到大殿之上。云子俊脸色僵白，早已死得透透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卑职到了太子殿下寝殿时，就看见云子俊躺在太子的床上，已经没气了。太子殿下则是躺在地上，不知道昏迷了多久。殿上百官不自觉地移开眼。卑职到太子寝殿的时候，发现太子手里握着一把匕首。卑职给太子殿下和云子俊都验了伤，确实太子胳膊上的伤和云子俊心口的致命伤都是这把匕首造成的。皇上，此事从表面上来看，应该是太子殿下对云子俊余情未了，命人把他悄悄地带进太子府。晚间天雷勾动地火，但不知何故，云子俊突然用匕首伤了太子殿下的胳膊，被太子用匕首反杀。云子俊一个天牢重犯，还指着太子救他呢，还敢对太子动手？说太子先动手还有些可能，云子俊的伤势是一击毙命。若是太子先动手，那云子俊直接就死了，哪里还有机会刺伤太子殿下的胳膊？太子行为有失，不配做储君。即日起废太子之位，关进天牢，着刑部查清云子俊之死，务必给朕查个水落石出。臣等遵旨。国舅府和武阳侯府等太子党官员下朝之后，齐齐去崇明殿求情。崇武帝气得摔碎了茶盏还不够，甚至把御案上的奏折扫落在地。武阳侯求情还被怒骂一通。你的女儿对瑞王投怀送抱，朕还以为你巴不得太子被废呢，现在替他求什么情？太子被废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？臣万万没有这个想法，小女和瑞王之事完全是个意外，是瑞王顾及小女名节，才承诺娶她为侧妃，求皇上明察。若皇上觉得不妥，臣愿意送小女出家，带发修行。作为皇帝，最厌恶臣子揣测君心。既然你支持废太子，那就把宁妙婵赐婚给废太子吧，正好她尚未娶妻，让你的女儿做皇妃，应该不算委屈了她。妙婵嫁给他之后就是王妃，原配正妻，比嫁给寻常男子好太多了。武阳侯忙不迭谢恩领旨，除了刑部几位官员，其他人全部退下，谁再敢替废太子求情，一律同罪。武阳侯和国舅什么都不敢说，颓然告退。你们觉得太子府一事有蹊跷吗？以臣的经验来看，表面上越明显的东西，反而越有可能存在隐情。二皇子殿下就算偶尔冲动，也没有理由当场杀了云子俊。谁说没有理由？若云子俊手里掌握着二皇子的什么把柄呢？把柄？皇上，臣只是猜测。左侍郎说的存在着隐情，臣不由得想到云子俊的身世问题，以及3年前二皇子把相府千金罚去浣衣局一事。云子俊既然能偷偷买通掌柜嬷嬷虐待战王妃，那他是否还做过其他不可告人之事呢？二皇子把云子俊带去太子府，到底是余情未了，还是想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？暂时还不得而知，但只要有所怀疑，就该查清楚，尤其不能让南诏奸细有机会潜伏在齐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南诏奸细，李德春，奴才在。你去天牢里走一趟，好好问问太子，他把云子俊带去太子府是为了什么？杀害云子俊的原因又是什么？是。告诉他，他的太子之位已经被废，接下来他是想被封为亲王，还是被贬为庶人，取决于他是否说实话。老奴这就去。太子被废的旨意颁下，所有人都知道朝中风向变了。云子饶没事人一样待在王府里悠闲度日，他不怕莫景林供出他，因为就算他说实话，皇帝也不一定会相信。莫景林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躺在天牢的板床上，他知道这一次是真的晚了。他没想到会遭云子饶反将一军。牢房外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。太子殿下。莫景林健步走到牢门前。李公公，是父皇让你来的吗？我是冤枉的，我是被算计的。二皇子殿下。你叫我什么？二皇子殿下，皇上已经下旨废了您的太子位，接下来是封您为亲王还是贬为庶人，皇上说要看太子殿下您是否愿意说实话。莫景林颓然跌坐在地，废太子的旨意这么快就下来了。二皇子殿下，
听说昨晚是太子府侍卫手持您的令牌，来天牢强硬的把云子俊带去了太子府。你说什么？昨天夜里，太子府侍卫手持令牌来天牢拿人。胡说八道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何曾让人过来带走云子俊？根本就是有人陷害我。李公公，真是有人陷害我呀！二皇子殿下能否把昨晚发生的事情重复一遍呢？老奴好回去交差。他该如何陈述？如实告诉他，是他派人把云子饶掳到太子府，欲强逼于他，却被他反算计。昨晚我回到太子府后，喝了点酒，就回房休息了。刚进房一会儿就昏昏欲睡，我以为自己是真的累了。可是二皇子殿下，如果您真的睡了过去，那云子俊为何会出现在您的床上？他心口处的致命伤又是何人所为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李公公，你不是说太子府有人拿着令牌到天牢要人吗？你让父皇把那几个侍卫抓起来，好好审问一番，不就知道到底是受何人指使了吗？刑部已经带着几个照面的狱卒去太子府拿人，但那几个护卫不见踪影了。莫景林心里冷笑，一定是云子饶事先买通了天牢狱卒，让他们跟着撒谎。如今唯一能自保的办法就是装傻，把所有的一切都推给不知情上，就说他遭到暗算。李德春再三确认之后，转身回去复命了。云子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神，那样的身手？他到底是谁？真正的云子饶去哪儿了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朝中人心惶惶，云子饶待在王府吃好喝好，日子过得倒也悠闲。太子被废的消息传出来，后宫贵妃喜出望外。太子真的被废了，真的，娘娘圣旨都下来了。凤贵妃慢吞吞踱着步子，这是老天都在帮她，还是云子饶做了什么手脚？到底是谁在撒谎？皇上，臣知道太子府和亲王府私底下其实都养有死士，各府的死士都是见不得光的存在，死士数量和名单只有各府主子知道。若二皇子殿下派去拿人的侍卫是死士装扮，那么对不上号也是正常的。死士完成任务后，通常都是自尽灭口，不会留下任何线索。你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太子府防守很严，比一般亲王府都要严上数倍，府里的侍卫规模也是最大的。若真有小小进府陷害太子，不可能做到悄无声息。就算武功高强，对方交手时也难免会有死伤。可太子府的侍卫一个都没死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二皇子殿下提前屏退侍卫和小厮，不允许任何人进他的寝殿，这一点也很反常。崇武帝眉眼深沉，刑部尚书说的没错。李德春传旨给瑞王，让他去天牢审问废太子，并查清楚这件事的始末。奴才遵旨。瑞王接到圣旨时，正在跟瑞王妃一起用晚膳，两人表情神色看起来都很平静。接下来几天最是关键，你安心打理好内宅，不用刻意讨好战王妃，也不用出门跟其他王妃命妇交好，平平常常就好。瑞王妃心情看起来很好。父皇不同意宁妙婵那个不知廉耻的贱人嫁给瑞王，这个结果让他觉得舒心。而武阳侯府里计划落空的宁妙婵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一整天没吃饭了。宁妙婵木然望着窗外，浑身充满着死寂。嫁给废太子做正妻，一个废太子早就把战王夫妇得罪得彻彻底底，他还有什么翻身的希望吗？根本没有。如果他能去边关，宁妙婵心头浮现一个计划，如果他这个时候去找战王，好好照顾他，伺候他，他会不会对他生出一点点好感？他去了大哥的院子里，看着躺在床上阴质颓废的大哥，他沉默了良久。大哥，我想去边关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如果我嫁给废太子，这辈子不但我没有希望，宁家也没有什么希望了。一旦瑞王上位，他绝不会放过废太子。宁放没说话。虽然大哥口口声声说不怪我，但你的遭遇跟我有关，我不能不为大哥讨一个公道，为宁家搏一个出路。你想怎么做？趁着战王远在边关，身边需要人照顾，而云子饶尚在京城，跟战王分隔两地，我偷偷去边关照顾战王，若能感动战王，就是我和宁家的生机；若不能，我宁愿做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兵，就算战死沙场，也能给宁家挣一份军功。宁放听完他的话，沉默了良久。京城到边关千里迢迢，路途凶险，你一个柔弱女子，怎么可能顺利前往？妙婵，此事凶险太大，你别轻举妄动啊！大哥要眼睁睁看我嫁给废太子，等新帝登基之后铲除异己吗？好，我帮你。
多谢大哥。傍晚时分，把曾经跟在自己身边的护卫都叫了过来，然后从中挑选10名精壮干练之人，安排他们护送宁妙婵去边关。不过宁妙婵前脚踏出皇城，后脚云子饶就收到了消息，去边关？你们说的是宁妙婵？是的，王妃。听说皇上曾当着武阳侯的面驳回瑞王和宁妙婵的婚事，并且把宁妙婵指婚给了废太子。没错，所以宁妙婵这个行为算不算抗旨？妥妥的抗旨。唉，既然他自己把这个把柄送了过来，我们不能浪费，是不是？是，真是个不自量力的人，还敢去边关找他们家王爷。把这个消息送去给大理寺卿周大人吧，就当我送给他的人情。是。大理寺卿周荣曾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妹妹，这个妹妹被当年的武阳侯看中，强迫纳为妾室，后一尸两命。当家主母故意针对，一尸两命本就是被人谋害，这件事周荣一直记在心里。6月初3是崇武帝寿诞，今年因为太子被废，简单办个家宴就行。温馨的气氛驱走了连日来废太子和相府带来的阴霾。正当热闹之际，外面忽然传来大理寺卿求见的消息。大理寺卿他来干什么？不会又有什么案子吧？让他进来吧。不大一会儿，从外面进来一个身着官袍的中年男子。臣无意打扰皇上寿寝，只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示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崇武帝示意他起身说话。大理寺又有案子了？回皇上，不是什么案子，是大理寺的衙役出门办差回来时，在路上遇到了一行人，他们觉得可疑，叫停了对方的马，询问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地，没想到却得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呀。什么意思？那一行共11人，原本以为都是男子，没想到是1女10男，女子女扮男装，正赶往边关去见战王。云子饶面露茫然之色。是你派人去边关见战王？回皇上，未曾。皇上，不是战王妃安排的人，衙役已经问清楚真相，为首的那个女子是武阳侯之宁妙婵，另外10人是保护她去边关的护卫。衙役说宁家女不愿意嫁给2皇子殿下，所以才紧急离开京城，试图逃往边关，趁着战王和王妃分隔两地的机会，试图有个照顾战王的机会。他后面的话没说完就停下了，但在场之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。同样的伎俩用一次还有点效果，用得多了真以为次次都有人买账？他当自己是勾栏之地出来的妻子吗？王妃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瑞王妃脸色变了变，垂眸不再说话。臣妾此前听说皇上要给武阳侯之女赐婚。崇武帝本就难看的脸色骤然一冷。好好的日子提这些干什么？贵妃面色微变，随即低头请了个罪，不敢再多言。宁家女倒是勇气十足，出门办差的那几个衙役既然见到了人，为何他们没有带回来？回皇上，衙役们出门是有公事在身，一来着急回京复命，二来宁家姑娘是侯爵之女，按规矩没有皇上旨意或者大理寺的吩咐，衙役无权拿问公侯之女，还望皇上明察。朕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，臣告退。李德春，奴才在。你旨赐武阳侯之女宁妙婵给2皇子，3日后大婚，若敢有违，以抗旨罪论处。现在就去传旨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云子饶坐在席间，对皇上下这个旨并无意外。宁妙婵啊，宁妙婵，你真是宁家祸害。公宴结束，云子饶带着宝琴、宝琪和陈瑜回到战王府，令他们收拾好一些行李。不用带太多，累赘，多带一些银票就好。我们明日一早出城，赶赴边关。王爷若是知道王妃主动去找他，一定很高兴。他不会觉得我是个累赘？才不会呢。王妃这些日子在王府每天练武，这身手比军中大多士兵可好多了，怎么会成为累赘？万一敌人捉了我做人质，有我们在，王妃绝不可能成为人质。若王妃被人捉去，我们以死谢罪，那不成？成为人质是我无能，我自己去死。不行不行，王妃死了，王爷会很伤心的。云子饶失笑。晚上云子饶美美睡了一觉，次日天没亮就起身更衣。女子出城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城门处若是戒严，我们离开不太方便。王爷启程之前就给奴婢留下了通关的身份证明，我们拿着这些身份证明可以一路平安抵达边关。你们王爷算到我要去边关找他？王爷只说京城太无聊，若王妃想去边关，我们就护送王妃过去。待梳妆打扮结束，外面的天也才微微亮起。宝琴准备了一辆低调朴素的马车，4人一起上了马车，往城外走去。马车抵达城门处，宝琴起身下车，递出车上所有人的身份文牒。城门处守卫负责人看了之后，走到马车前，掀开帘子看了看，没什么可疑之处，抬手放行。一行4人悠悠出了城门。
奴婢这辈子还没离开过京城呢，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没想到还有机会走出去看看。等到了边关，希望你还有这样兴奋的表情。奴婢绝不会给王妃拖后腿。马车远离皇城，半路上一批轻骑护卫迎面而来，身后还跟着几匹空马。云子饶下了马车，利落地翻身上马。云子饶抬手一甩缰绳，当先疾驰而去，直到次日下朝，才有人把消息传到御前。皇上，战王妃昨日在宫中参加宫宴，听闻宁家姑娘去边关寻找战王爷，生出了危机感。今日留下一封信，说要去边关寻找王爷，避免不三不四的女人投怀送抱。朕不是吩咐城门戒严，不许皇亲贵胄和官员家眷擅自出城吗？战王妃应该是乔装打扮之后离开的，就跟宁姑娘一样，所以城门处当值的才没发现。崇武帝没说话，一个刚嫁人不久，父亲收押天牢，母亲和离回娘家的女子，竟然还有心思争风吃醋。派人去追，快马加鞭，就算累死几匹马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人追回来。奴才这就吩咐下去。云子饶并不知道皇帝已下旨追赶他们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看看风土人情。6月初9，军营大帐里，莫苍兰跟麾下将军们正在议事。王爷，军营外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女子，说是从京城而来，求见王爷。不会是王妃千里迢迢而来吧？她身边跟着几个人？10个护卫，只有她一个女子。是，只带那个女子，其他人在军营外候着，不许他们进来。是，来的难道不是王妃？莫苍兰没说话。不大一会儿，一个女子被小兵领了过来，众将领诧异地盯着来人看。宁妙婵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在京城嫁人，来这里干什么？一双眼痴痴望着莫苍兰。我想见王爷，所以身子一晃，忽然软软朝一旁倒了过去。我千里迢迢从京城赶来，只是想有个机会照顾王爷。来人，王爷，安排几个人把他送回京城，负责护送他的人到了京城武阳侯府，记得跟武阳侯索要每人50两银子的车马费。宁妙婵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，王爷，他当真如此冷漠？带出去。是。王爷，我喜欢你啊！王爷，我不想嫁人，这女心里只有王爷。我从小就喜欢你了，喜欢你这么多年。王爷，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个伺候你的机会？我不会跟王妃争宠的，哪怕王爷只把我当做一个侍妾，我也愿意留在王爷身边。带出去，车上多准备一些吃的，把人完好无损地送回京城。他这么冷漠无情，自己千里迢迢从京城赶来，他就一点都不感动吗？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，他都无动于衷？云子饶什么都没做，却能坐享其成。我只是喜欢你，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过吗？宁姑娘这么擅长胡搅蛮缠吗？你喜欢谁是你的事情，难道所有对王爷表白的女子，王爷都要照单全收吗？那王爷就不用打仗了，一夜遇10女都遇不过来，你可能会排到10年之后。在场的将领们齐齐没忍住，莫苍兰面无表情地转头看他。末将只是打个比方，王爷不近女色，这些年一心扑在战场上，最大的兴趣就是跟将领们研究战术，所以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战神。若日日耽于女色，哪来的今天战神威名？带出去。王爷，求王爷给我一个机会。王爷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你不能这么辜负我。莫苍兰眉眼淡漠平静，他的王妃什么时候能主动来边关找他？王爷，一名护卫匆匆进来，王府刚刚送来消息。莫苍兰展开看了看，看完把信报递给陈将军。丞相夫妇和离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。王妃正在赶来边关的途中。王妃也来了。陈将军派几个心腹沿途去迎一下。末将领命。6月15，伪装成少年的云子饶4人在侍从护送下顺利抵达边关军营，把人都带到大帐。是。转身便离开教场，往营帐方向而去。怎么突然来了边关？听说宁家女逃婚来边关见战王爷，想靠着诚意打动王爷，能在王爷身边占据一席之地。妾身察觉到了危机，就赶紧收拾过来，铲除异己了。这是吃醋了，还是真的生出了危机感？两者皆有。那本王倒是错了，我应该把宁妙婵留下来，这样才能让饶儿察觉到更大的危机感，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进展。你敢？宝琴、宝琪对视一眼，转身拉着陈瑜退了出去。赶路这几天没见憔悴，看来路上玩得很开心。莫苍兰，
我不是个好人。莫苍兰沉默。我一开始其实幻想过嫁一个尊贵但短命的男人，日后屈父留子，享受孤儿寡母没人管束的日子，是不是觉得我不正常？所以为夫应该先让你有孕，然后识相点去死。云子饶笑了笑，忽然捧着他的脸，在他嘴上狠狠亲了一下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啊！就算再怎么冷血无情的人，也不该盼着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去死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孤儿寡母虽然不受人管束，但容易被人欺负，没个靠山撑腰，谁都能来踩一脚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不就是这些原因？莫苍兰抬手扣着他的后脑勺，猛地低头堵住他的唇瓣。王爷，他看到帐内一幕，我没看见，末将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严将军红着一张老脸离开。被你手下的将军看到，有损你的威严。给我讲讲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。莫景林把通敌叛国的罪名都推到父亲身上，皇上把他从天牢放了出来，原以为他经此一事能安分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他跟中了邪一样，不但没有记住教训，做好皇子表率，反而处处纠缠我。外面对他不利的传言越来越多，他不知收敛，变本加厉，还半夜派人去战王府，试图掳走我。我料到他从天牢出来之后不会善罢甘休，皇上下旨查抄丞相府时，我命人悄悄把云子俊藏在天牢外，省了不少银子买通李德春和天牢的狱卒首领。所以莫景林掳我的那天晚上，我将计就计，庄晕被掳去了太子府，实则让暗卫将云子俊带去了太子府。他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云子俊死了，莫景林被废太子之位，再次打入天牢，这次他应该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不错，有战王妃风范。是吗？不觉得我心狠手辣？对敌人心慈手软，就是跟自己作对。战场上当杀则杀，一时心软，后患无穷。朝堂上也一样，我让人给你安排住处，你住在军营里不方便，我安排士兵在城里给你找个住处。不用，我跟你住在一起，白天一起操练，晚上一起讨论军事战术，把我当成你的小兵即可，不用特殊对待。宝琴和宝琪应该比我还自在，就更不用担心了。唯一需要安置的是陈瑜，陈瑜暂时可以先去伙房那边帮忙，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安排再说。莫苍兰沉默片刻。此次来这里，你打算待多久？我离开京城时乔装打扮，给皇上留下一封信，吩咐他们4日再送进宫，所以算是偷偷走的。若是不出意料，皇上应该会派人来追，所以你该知道，我若现在回去，皇上那边必须要有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软肋，我们夫妻共同作战吧。皇帝圣旨送到武阳侯那天，武阳侯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偷偷离开京城，抬手一巴掌重重扇到宁放脸上。你们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皇上早就有赐婚的想法，你居然敢帮你妹妹离开京城，你有几条命够死？侯爷，芳儿还有伤在身，你不要再打她了。都是你这个蠢妇教出来的好女儿。皇上圣旨3天之内把妙婵嫁给二皇子，你现在把人找回来，找不回来全家陪他等死。丢下这句话，他暴怒着甩袖离开。皇上为何突然下旨让妙婵3天之内就嫁给废太子？芳儿，废太子是你能叫的，皇上还没对他做出处置，废了太子之位，他也还是二皇子。母亲，你不怪我吗？你妹妹糊涂，你这个做哥哥的怎么也跟着糊涂？逃婚就是抗旨，抗旨之罪你承担得起吗？啊，是要害死全家呀！宁放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抬头望着朗朗晴天，不想害死全家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武阳侯怒火微缓，命人把宁放叫过来，仔细询问有无可能追回妙婵。在得知已经追不回来之后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们的，所以这辈子生了你们兄妹俩来讨债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更衣进了宫。皇上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马车抵达宫门处，武阳侯下了马车，抬头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，心头忽然生出一股悲凉之感。崇武帝虽然震怒，但最终并未下旨将他们收押大狱，而是将宁家全部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，3代之内不得入室。武阳侯只能俯身叩谢皇恩，并请求皇上宽限一些日子，待他派人把妙婵追回来，到时全家一起离开。崇武帝同意了，限他1个月之内离开。武阳侯在公道上遇见了大理寺卿周荣。恭喜武阳侯，贺喜武阳侯！听说皇上下旨把侯爷的女儿嫁给二皇子，以后宁家就是皇亲国戚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武阳侯垂在身侧的双手攥紧。周大人派出去办差的衙役真是太巧了，居然能在半路上碰上小女。是啊，世间之事往往就是这么巧。
就像当年侯爷屡次偶遇下官的妹妹，不也口口声声说是天赐的缘分吗？你是在报复我？他终于想起来，周大人的妹妹当年一尸两命死在宁家一事。侯爷说的这是哪里话？下官的妹妹贱命一条，能被侯爷看上，乃三生有幸。我们感激侯爷还来不及，怎会报复呢？武阳侯脸颊抽搐，想笑却笑不出来。下官还有要事要跟皇上禀报，告辞。报应，风水轮流，善恶有报，谁也逃脱不了。宁妙婵被送回家里时，全家被贬为庶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京城。护送宁妙婵回来的士兵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怀疑宁家还能不能拿出每人50两的车马费。宁姑娘违背圣旨，擅自离京去边关，行为实在是不妥。战王爷命我等把宁姑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，请侯爷请诸位看管好自己的女儿，我等告辞。说罢转身离开。宁妙婵脸色苍白，对上父亲和母亲怨恨失望的眼神。父亲母亲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今天就启程吧。侯府落得如今下场，都是因为你现在满意了。母亲，我只是想为侯府求一线生机，你到底存着什么心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哥因为你成了个废人，还没能让你记住教训。皇上的旨意大如天，是你想如何就如何的吗？私自前往边关寻找战王爷，为侯府求一点生机，你的意思是战王爷才是你的生机？你是要告诉皇上，只要战王爷做你的靠山，你就能随意违抗圣旨，是不是？你眼里还有皇上吗？宁妙婵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宁夫人掐紧掌心，愤怒地盯着宁妙婵。你把皇上当傻子吗？皇上眼里揉不进沙子，战王爷重兵在手，身份本就敏感，他竟敢不知死活试图找战王爷做靠山，来对抗皇帝的旨意，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？母亲，我没有这些想法，我真的，母亲您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想你走之前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？这种重大的事情你跟你大哥2个人就可以做主了是吗？你眼里还有父母尊长吗？宁妙婵无言以对，只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崇武帝派出去追云子饶的人失败了，没能把人带回来。崇武帝听完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朕总觉得战王妃这一去，3、5年之内夫妻2人怕是不会回来了。皇上若是想让战王爷回来，可以派人去传旨召回。传旨召回，崇武帝细不可察地笑了笑。若圣旨召回不了他们，那战王爷的抗旨之罪该如何处置？李德春一惊，是啊，朔战王爷抗旨呢。云子饶抵达边关第1晚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以后就不回京城了吧？只要你在边关住得惯，我们可以一直不回去。他们现在住的是莫苍兰在边关的王爷府，而不是在军营大帐。这王府虽然简陋了一些，但比军营大帐好很多。让宝琴、宝琪和陈瑜都住过来，以后再添一些下人进来，暂时先住着。云子饶对住的地方并没有多高的要求，欣然同意，上演了久别的夫妻情深。饶儿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要孩子的话，会不会太早了些？孩子早晚要生的，早生晚生有什么区别？除非你打算建功立业，成为一代霸主，担心孩子成为你的软肋。娘子可希望为夫成为一代霸主？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战争，但若有朝一日必须成为一朝霸主才能自保，那么我自然希望你是个霸主，而不是愚忠的臣子。既然如此，我听饶儿的。鱼水之欢结束之后，你是战神，可别什么都听我的，妇人之言不可尽信。你是为夫要共度一生的妻，不听你的，听谁的？听说武王跟你一起来了边关，方才在军营似乎没有看见他。他是皇上安插过来的眼线，进军营第1天就被我安排去马场喂马了。你安排皇子喂马？这是每一个新人都要有的历练，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谁也逃不掉。马场有专人负责教他这些，不用担心。年纪轻轻就能掌40万兵权在手的王爷，果然非等闲之辈。莫苍兰，饶儿，你或许可以试着喊我一声夫君，或者叫我阿兰也行，直呼其名，不觉得太过生疏？阿兰。云子饶目光落在他喉结上，眼神微动。莫苍兰，你的身段真好。莫苍兰盯着眼前美好的风光，利落的一个翻身，直接把人压在床榻间。如果你暂时不想，那我们先要一个孩子。好。云子饶正式留在了边关。
关。接下来几天，他跟莫苍兰小别胜新婚，白天进军营陪他议事。边关的夏天比京城还热，军营教场上，云子饶花了6、7天的时间熟悉军营，熟悉各个将领的脾气风格。莫苍兰手下的将军们看着，由衷生出敬佩。陈将军，王爷娶了这样一个王妃，不但是王爷的福气，也是你的福气啊！严将军负手站在点将台上，看着远处练得汗水淋漓的云子饶。听说丞相府被抄家，全家收押天牢，圣旨下达前一天，皇上赐丞相夫妇和离，让陈家必此一劫。战王妃出了很大的功劳啊！陈将军轻轻点头。王妃应该是想到她留在京城就会成为王爷的软肋，所以才趁着皇上松懈，悄悄赶来边关。8月，京城传来消息，皇上封瑞王为太子，莫景林从天牢被放了出来，但幽禁废太子府，无诏终生不得出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莫苍兰和云子饶都没什么反应。8月中旬，南诏使臣送来文书，诚心跟齐国讲和停战，并提出把南诏公主嫁给战王为妻，以达成2国和平的美好夙愿。他们突然提出求和，并使南诏朝堂上发生了意外状况。果不其然，7天之后，潜伏于南诏的探子传回情报。王爷猜对了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南诏皇帝病危，太子遇刺，朝中正值皇位更迭的关键时刻，所有皇子都围在宫里。这个时候，谁手里握有的兵马多，谁占据最大的优势，所以没人顾及到边关。那些平日里叫嚣着要让南诏成为天下第1强国的皇子，这会儿只怕都想把兵马留在皇城，先保他们坐上皇位再说，谁还有心思恋战？莫苍兰看完信报，召集众将领商议作战计划。南诏皇帝驾崩之后，若无传位遗诏，皇子们为争夺皇位，内乱至少要持续半年。苍兰军趁此机会打他们一个无暇用对，今晚派50个好手出去打探一下对方的兵力部署，若有退兵现象，迅速来报。3天之后，正式对南诏发动攻势。严将军负责带兵攻城，进城之后把他们的粮草先控制住。陈将军，你负责这里。云子饶安静地站在沙盘一旁，看着莫苍兰手指指着南诏的边关舆图，运筹帷幄的气度无声笼罩在这一间小小的营帐里。不管这场战争要打多久，待攻进南诏都城那一日，所有将士论功行赏，封侯拜相指日可待。南诏从此由苍兰军主宰。将军们跪下，末将遵命。出去准备吧。是。众将军鱼贯而出。之前在京城，皇上曾问我灭掉南诏需要多久？你怎么说的？至少数年。本王的苍兰军这些年苦心训练，早已经是一支精锐军队，攻打南诏不在话下。但本王麾下将士性命都很金贵，不该轻易战死沙场。云子饶没说话，却不由自主地点头。南诏帝驾崩之后的内乱，才是苍兰军最好的机会，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。饶儿，为夫送你一个母仪天下的身份，可好？乐意之至。决定征伐南诏的指令刚下达，2日后，京城又传来消息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云丞相通敌叛国，将于10月初9押赴刑场，全家问斩。几位将军担心王妃，不由找到莫苍兰面前，却见云子饶正在跟莫苍兰讨论南诏版图。夫妻2人眉眼间无声的信任和默契让人会心。几位将军无声转身离开。时间进入9月，苍兰军已做好一切作战准备。即日开始，苍兰军征伐南诏，开创苍兰霸业，为你们战死的同袍复仇，为曾经被侵略的百姓复仇，为你们的祖辈复仇，为你们的后代子孙建功立业。建功立业，战无不胜。苍兰军万岁，王爷万岁。9月初6，苍兰大军跟南诏的战争正式开始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苍兰军踏破南诏边关的消息传到京城。崇武帝坐在御案前好久没说话，他从7月开始就觉得身体渐渐不适。朕今天刚收到的消息，你皇叔月前率兵攻打南诏，如今已攻下边关，进入了南诏境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应该是好事吧？表面上来看，确实是好事，但是如果你登基为帝，你容得下这样的皇叔吗？父皇，南诏一直以来都是齐国强敌，若皇叔真能压制他们，儿臣会觉得高兴。只要皇叔没有野心，儿臣就容得下。容得下容不下，不是靠一张嘴。六弟最近有消息传回来吗？苍兰军攻破南诏的消息就是他传来的，去边关这么久，这是他送回来的第1个消息。这句话的信息不小，他也顿时明白父皇方才为何问他容下容不下皇叔了。年关将至，父皇是否需要从国库拨款，给边关将士送去一些御寒衣物？虽然现在送去有些晚了，但眼下已是11月，大军数万御寒衣物做好再送过去，至少需要2个月。且
战王并未请旨，可以先送一批过去，就当父皇体恤将士。借着这个机会，可以顺道了解一下边关战事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吧。儿臣遵旨。11月的大雪同样落在了南诏都城，苍兰大军2月之内连破3城。遇刺的南诏太子殷天衡坐在轮椅上，孤双腿已残，注定无法继承那个位子。孤膝下仅有一个女儿，同样没有继承大统的资格。父皇驾崩前没有留下一纸诏书，所以到底由谁来继位，暂无定论。殿内6位皇子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内战比外敌更可怕，外敌我们可以齐心协力，内战却只能让我们土崩瓦解。所以我想请诸位兄弟先冷静一下，把外忧强敌解决之后，再坐下来找出一位最合适的储君。太子殿下这个时候说这些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各方兵马都在外面等着拥护自己的主子上位，这个时候谁愿意去御敌呀？今天把兵调出去，几个月之后回来，说不定就要跪下拜见新帝，到时谁还能把那个人从龙椅上拉下来不成啊？如果我给你们承诺呢，你们先齐心协力把齐国大军赶出去，在南诏没有真正安稳下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称帝，由孤暂代朝政。只要驱走强敌，孤保证以最公平公正的方式选出新帝，所有皇子和文武百官都在场见证。诸位觉得如何呢？几位皇子彼此对视着，一时没有说话。太子双腿已残，用什么身份保证自己的承诺呢？皇子们手里都有兵，而太子殿下只出一张嘴就能让局势稳定下来。没错，齐国苍兰军几乎倾巢而出，来势汹汹，目的就是为了入主南诏。我们这一出兵，没有1年半载根本回不来。焉知太子殿下会不会就此机会登上皇位呀？就算孤登了皇位又能如何？南诏若亡国，孤不过是亡国之君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难道所有皇子留在皇城，眼睁睁地看着齐国大军踏破我们的疆土，你们才满意吗？当务之急是保家卫国，把入侵的强敌赶出去。本王的5万飞鹰军即刻出城迎战，从东面出发，不夺回丢失的城池，绝不回来。说罢转身离开。我带兵从南面出发，绕道到西北，形成包抄之势，不夺回城池，绝不回来。我也去。虎贲军直接随我从北门出发，我要齐国大军汹汹而来，狼狈而去。5万虎贲军从城北出发，浩浩荡荡往战场而去。飞鹰军出战遇阻，被堵在府都。三皇子麾下的幕僚得知他们一路往战场而去，殿下不如趁着这个机会返回皇城，一举登上皇位，君临天下。其他几位皇子领兵在战场打仗，兵力定然有所损耗。若皇子们再有个闪失，殿下的皇位岂不是做得更稳了一些？三皇子殷天明一向耳根子软，听到这句话不由心动。再等2天。坐镇皇城的太子以为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驱走强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11月12，三皇子殷天明率兵从府都回皇城，正命户部和兵部紧急筹备粮草的太子得知这个消息，气得一口血吐出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！殷天衡倒在轮椅上，寒风瑟瑟吹进他的领口，他轻轻闭上眼。天要亡我南齐！飞鹰军半路夹道遇到伏击，漫天的箭矢如雨而来。雪地里没有防备的飞鹰军一个个倒下，四皇子端坐在马上，都不要慌，列队朝后退。队伍在一片混乱中慌忙后退，退到安全处。四皇子望着左右两边高处的地势，上去看看埋伏之人有多少。是。四皇子握着缰绳，心头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谁也没想到苍兰大军进攻的速度会如此之快。你们出城迎战，殊不知你们的三皇子已经偷偷返回皇城，准备登基为帝了。一群傻子，放屁！休在这里动摇军心。三皇子根本就没有离开府都，而是在府都待了2天。我们就是三皇子安排在这里等着你们的。兄弟们，杀呀！杀得越多，功劳越大。三皇子登基之后论功行赏，我们加官进爵指日可待。加官进爵，加官进爵！五皇子气得脸色铁青，他调转马头，几乎是不管不顾地往皇城方向疾驰而去。11月底至正月中旬，苍兰大军连破5城，几乎以马不停蹄的速度直奔南诏皇城而来。直到濒临城下之际，虎贲军和飞鹰军还在内斗。三皇子和五
皇子都恨不得砍了对方。太子殷天恒昏迷在床，再无余力主持大局。莫苍兰和云子饶骑马进了皇城。苍兰军此次做的准备确实充分，都跪下，降者不杀，缴械投降者不杀。三皇殷天明被压着跪在莫苍兰面前时，你是奸细？你们南诏在齐国不也安插了奸细吗？我们只是礼尚往来。殷天明一口血喷出，气得脸色煞白。莫景荣准备御寒衣物用了大半个月，冰天雪地里跋山涉水赶到边关，才得知苍兰军40万兵马，连同车马伙夫35万人跟随出战。大军出征已经3个多月了。武王靠在马厩旁，皇叔大概早就猜到父皇派我来是干什么，所以从不让我近身，而是把我分配到这里养马。我曾思索2个晚上，到底要不要跟他抗争啊？苍兰军都是忠心于皇叔的人，你跟他抗争毫无意义。你今晚休息一夜，明天赶紧回去吧。此次出征，苍兰军准备的万分齐全，天时地利人和。皇叔是打算做南诏的开国之君的。你说什么？莫景荣震惊地看着他。六弟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皇叔脾气孤傲，桀骜不驯，所以无视君王猜忌。可是这样强悍的武将，君王是容不下的。他若继续待在齐国，早晚不是杀回皇城，就是自卸兵权被杀。他选择攻下南诏，已然是比造反更体面的方式了。皇兄日后登上皇位，千万别想着跟他为敌，两国打好关系比什么都强。莫景荣没说话，心里却是震撼。六弟，你是继续留在这里，还是跟我一起回去？我留在这里。边关是个锻炼人的地方，哪怕没机会跟随大军出征，我命人去准备准备，明日一早启程回京。我需要尽快赶回去，跟父皇禀报眼下战事情况。好，一路小心。莫景荣带人昼夜兼程回到京城。甫一回到皇宫，他来不及洗漱换衣服，就去勤政殿跟禀报战事。父皇收到了消息，你皇叔在南诏称帝了。莫景荣心头一沉，没想到这个结果来得这么快。正月26，南诏国破，苍兰军主帅莫苍兰被尊为新帝，建新朝，称宣国，尊王妃云氏子饶为皇后，并大封功臣。云子饶成为这座皇宫里最尊贵的女子。新朝建立之初，莫苍兰事务繁忙，直到3月，两人才终于能喘口气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你觉得呢？回齐国一趟，这次回去是以宣国天子身份而去，建立两国友好，并让陈将军、严将军把他们的家眷都接来宣国。莫苍兰嗯了一声。不过苍兰军40万大军，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家眷都接来，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？镇守边关的将士3、2年回去一趟也是正常。如今战事已始，齐国和宣国战事结束，往后军中不需要这么多人。我打算着群裁军，给他们一些金银回家过日子。人都有根，愿意回去的可以让他们回去，不愿意回去的留在宣国也挺好的。5月里，崇武帝派使臣送了丰厚的贺礼和文书至宣国，言辞诚恳，祝贺莫苍兰新帝开国，成为开国之君，愿跟宣国结盟，签订一份永世和平的盟书。此次使臣以太子莫景荣为首，新上任的丞相以及礼部一些官员待了1个月，最后几天在宣国将军们带领下，在皇城里逛了逛。莫苍兰和云子饶亲自送他们出城。皇叔、皇婶，新朝出力，百废待兴，只盼宣国在皇叔、皇婶治理下繁荣昌盛，国祚绵延。齐国在皇上和太子的治理之下，亦会越发强大。希望太子将来能做一个不输皇上的明君。多谢皇婶信任。说完，再次告辞，带着齐国使臣策马离去。此次齐国虽然损失了苍兰军，但同时铲除了一个劲敌，并且你这个王爷没有带兵回去造反，而是攻下他国称帝，皇上应该能够睡个安稳觉了吧？虽然心里难免会有些不舒服，但少了个心腹大患，总的来说算是双赢的。他不舒服也没办法，只能忍着。如果他不服气，可以派兵来打，到时我们正好有借口统一南北，让宣国成为天下最强国。做皇后的感觉怎么样？有点累。责任、权力和荣耀并存，你要把大权牢牢抓在手里，让为夫离不开你，才能保证你独一无二的地位。你这都是教我跟你争权？权力是一个人最大的敌气。如果来日我们因为权力反目了呢？你可以杀了我，然后携幼子垂帘听政。云子饶默了默，骂了他一句神经病，刚登上皇位就蛊惑妻子杀了他。莫苍兰，回宫之后我有问题想问你。今晚就告诉你。
莫苍兰原本跟云子饶并不熟，他第一次听到云子饶这个名字是在一次回京面圣时，他的部下说皇上想把相府嫡女赐婚给太子，提议他把云家嫡女抢来做王妃。他没想到这一转身，云子饶会在浣衣局待上足足3年才出来。他更没想到的是，他在某一天做了个梦，梦见莫景林登基为帝，相府千金云子俊做了皇后，而待在浣衣局3年的云子饶最后竟然还惨死在深宫。可梦醒之后，他觉得柔弱女子也是齐国子民，也该在他力所能及的保护之下。进宫那天正好云子饶从浣衣局出来，那一瞬间他改主意了，他想知道他是不是打算报复太子，不介意帮他一把，而帮他的理由显然只有娶她为妻。所以你娶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。莫苍兰深深望着他漆黑有神的眸子，为夫觉得自己是一见钟情，不是见色起意，就是单纯的一见钟情。明明是同样一张脸，可内里却是不同的2个人。饶儿，为夫钟情的是你这个强悍的灵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来自哪里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但是我原来的那个地方很先进，相对平等。他看着莫苍兰若有所思的眼神，很多东西你们都没有见过，如果见到一定会非常惊叹。比如你们打仗时用的冷兵器，就是刀剑、长枪、箭矢，只能近距离杀人。箭矢是唯一一个可以远处杀人的利器，但是距离上依旧有所限制。剑法最好的不过是百步穿杨，但是我来的那个地方有更多先进的热武器，隔着几十里、上百里，甚至几千里的距离，都能够让一个城池瞬间化为灰烬。莫苍兰眼底浮现震惊之色。这不可能吧？如果你说的热武器威力这么大，谁掌握了这个武器，岂不是想灭哪个国家，一夜之间就能让那个国家彻底消失？原则来说是可以，但是没必要。有的武器不止一个国家有，另外的国家也有。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牵制，不会那么轻易就使用最可怕的武器。而且我们那个地方国家很多，大国小国几百个，战争只在小范围。我无法理解，几百个国家若是发动战争，岂不是乱成一锅粥？不会轻易发动战争，因为后果很严重。因为你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无法想象。若有机会，我真想带你去我的世界见识见识。我们有飞在空中的飞机，可以在1-2个时辰之内，在我们飞到别的国家。地上同样有很快的高铁、火车。等等，你是说1-2个时辰之内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？云子饶点头。不会是之前的南诏北境和齐国南境的距离吧？当然不是啦，就是从齐国京城到宣国，如果坐飞机可能只需要1个时辰。莫苍兰满眼新奇之色，他无法想象飞机是什么样子的。改天闲着无事可做，我拿笔给你画下来，你就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啦。那自然是好，为夫万分期待。歇了这么久，饶儿的体力该恢复了吧？莫苍兰轻轻吻着他的眉眼和脸颊。如今天下安定，一切都在向好，我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？云子饶没说话，只是回应着他的所求。翌日早起就有些难熬。我实在起不来，你自己起身更衣上朝吧，让三宝进来伺候。钱三宝是御前刚提上来的太监。莫苍兰了一声，睡得迷迷糊糊之际，只觉得有人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秋天来临的时候，云子饶如愿怀上第1个孩子。这是手机，之前我曾跟你说过，一种可以远程通话的工具。假如我们2人分开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只要有这个手机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保持通话联系，就跟面对面说话一样，想聊多久聊多久。那外人能听见吗？如果你的身边没人，我的身边也没人，那我们的聊天内容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不用派人送信，很多事情1个电话就能搞定，便利省事。莫苍兰在他身边坐下来。你来的那个时代这么多好东西，做什么事都方便，你会不会觉得留在这里太委屈？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每日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辛辛苦苦1年，却吃不饱穿不暖，衣服上都是补丁，还要忍受官府时不时的欺压，长得漂亮一些，要面对恶霸强抢民女，那我一定会委屈，迫切的想要回到我那个地方去。所以皇上，我们能不能多努力，改善我刚刚所说的情况，让百姓有衣可穿，有粮可食，女子、孩子和老人都能够得到庇护，恶霸得到惩治，还百姓一个和亲海晏的天下。莫苍兰早就知道，云子饶跟寻常的女子不一样。宣国有你这样的皇后，是百姓之幸，
别奉承我。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安心养胎，我提出的那些事情只是动动嘴，整日忙得脚不沾地的人是你，我可不敢居那么大的功劳。我很想要几个留着我们共同血脉的孩子，可女子生产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，即便宫中太医医术精湛，稳婆经验丰富，依然无法避免意外的发生。云子饶沉默片刻，敏锐地察觉到他的低落，心里隐约猜到是不是他的母亲。母妃当年生我时难产，如果她还活着，她后半生可以过得幸福顺遂，可她却因为生产而死在最美好的年华里。我相信母妃一点都不后悔生下你，她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如今这般厉害，一定会非常骄傲的。我不难过，只是有感而发，担心你。虽然无可避免，但意外毕竟是少数。我相信命运让我来到这里遇见你，不会轻易让我离开的。莫苍兰没说话，正是因为这是命运送过来的一时之期，他更患得患失。秋去冬来，来年3月，云子饶平安诞下皇族嫡长子，取名为渊，莫渊。宣国建朝之后第一个皇子，皇族纯正的嫡长子，身份无与伦比的尊贵。莫渊3岁识文，4岁习武，性情酷似其父。2年之后，陈将军和严将军他们选择回到齐国跟家人团聚。云子饶的母亲陈氏这些年安安稳稳待在陈家度日。莫渊9岁这年，莫苍兰带着他和云子饶一起回了趟齐国。莫苍兰和云子饶一家3口进宫，宫宴设得很隆重，齐国君臣的态度很热情。宫宴进行到一半时，云子饶退场，跟着宫人去了御花园，看见了候在御花园的陈氏。母亲，许久没见，他明明有很多话想说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韶儿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韶儿，你是不是还不能原谅我？云子饶回神，望着他小心翼翼的眼神。母亲，宣国新朝建立，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兵马的交接，原齐国将士的返朝，宣国战后休养生息，朝中文官的选拔，科举考试，还有怀孕生子，对儿子的抚养教导，以至于我这几年一直无法回来齐国看你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安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母亲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云子饶握着他的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血脉相连的母女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